色嘛，有青的、橘的、白的。那不起眼，以后学的是那个橘的，那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啊？或许问别人也不懂，那想说问看就想试。耍流氓啊！不要管他就好了。啊，不要管他。对，那个不关紧要。哎，那个对事情的了解，那个是一法心通一法，只是对事情的了解啊，范围不大，就是比较狭隘。可是我们是从我们身边最容易入手的地方去做，那对事情都一般了解了，那个就是心通的一环，已经呢在心通的范围里面是可以用的，只是那个要到达那个通达真理啊，还有一段很长的路。那因为或许呢，这个前面已经有还有好多这个问题来了，先把这个回答，不然这个我要带回去啊。这个吃多五罪啊，请再说一次是吗？再复习一次啊。吃多有五罪，我们吃多了第一个就是想睡觉，因为吃多了把那个血液循环阻塞了。都血液都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头脑血液就少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精神就想睡觉所以第一个是想睡多睡。第二个因为吃多了会阻塞我们那个血管，所以多病会加。第三个因为吃多了，身体产生那个养分。生理需求你就是想做爱，就是多欲望那个做爱。第三个想做爱，第四个就是有前面的三个，就是不能歌颂经典你要投入要来歌颂经典，因为有多睡，有多病，有多云，所以歌颂经典就没有虔诚的心，已经不能歌颂经典。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你所吃的东西都是地所生长，你跟地结的缘很深，所以离不开地，就脱离不了苦海。所以第五个，六祖不鼓励打坐，为何留下肉身菩萨？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内涵啦。那个外表形象行至作偶一做是最有威仪，而且又可以持久。那六祖不希望我们凡人打坐，因为我们没有抓到那个重点所在。你只要说已经启发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不管行至作恶都可以，他不会反对的。他的反对就是我们凡人的打坐，把所有的念头都要打死。那六祖说不行，那个念头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把它打死了，就等于打死佛性所以他才反对。是这个意思的，不是说他反对做。这样的意思吗？那个行住坐卧那个坐是持久，而且又有威力，所以还是以打坐来给人看。释迦牟尼佛也不鼓励我们打坐可是我们看到形象出来都是打坐，就是这个意思啦。就是重点没有抓到，不可以。要抓到重点，你要用什么形象来示现完成，那个都没有关系都不关紧要。只要是在一定要了解说发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才可以。不能说你百物不施然后做了就跟无情石头四木一样，那没有利益
对你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啊，你已经了解到佛性，你可以度化众生，然后你可以现威仪啊，让众生来学，那有什么不可以？这样了解意思吗？好。在法会之中呢，向恩师请示啊，因为耳根圆通呢，很多浅显呢听不懂，是不是呢？能请刘讲师不要讲太深，后呢这个改变的方式，其实因为各位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或许对那一章那个耳根圆通的讲义非常欣赏，就是累积很久的智慧才完成的啦，所以讲得很圆满。那或许后来在想，那个都是长时间的心虚才有办法接受了。所以后来我或许想说这样也好，先把那个入门的那个方法先跟各位讲，所以才在隔一个礼拜来的时候直接就讲观世音菩萨讲的经文。那我们从他的经文进入，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来讲那一章耳根圆通的讲义不是说不讲，而是说呢放在后面。我们从浅入深嘛，那个因为或许看起来真的是很浅。是白话，可是各位就是听不懂那台北的浅显也是反应说你讲的白话真的是白话，那个话不是很深可是不懂就是不懂啦。那以后听了很久以后懂了，还是知一些话。那知一些话懂了以后，再拿以前的那个录音带来听还是一样。讲的话还是一样的话，可是不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然后结果就不一样。所以就是我们缺少那个熏习一直熏习的话，很多浅显呢北部的浅显都跟或学讲说在研究那个《道德经》2年前才听过他现在讲听得很清楚，都了得分明。拿2年前的录音带出来听2年前已经有 MP3 了，他又放出来听，竟然讲都一样。我在讲没有改变都一样。他在想说怎么我听变化那么大？那个时候2年前完全不懂，他现在了了分明，怎么会差别那么大？他自己也在讲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我们的心习够了而且在行持方面有累积这个善那个呢听懂的那一个成分也就增加了，一懂了以后就很高兴了所以这个真的有时候也强求不来，不懂就是不懂，不知就不知。像或许以前不是有30年的摸索吗？那个时候不是不努力，是非常努力全省跑到所有的地方可以问的都去问可是问出来的答案我就是不满意都不是安尼呢，会不会不是安尼，就是不是那后来还是自己摸索出来，就经过30年。我想真的够笨，这么简单要30年，不是讲吗？有没有？就这个样子，不懂这个就是不懂，很简单就是不懂。要懂的时候要单单就会这样。以后各位了解也是会这样。所以或许不是说有200片的那个从我们9月26号第一次上课，到上一次的11月28号，录成一片MP3，你可以一直听18个小时。那还可以再录多一点因为我们只有讲到只有9次18个小时所以各位呢就可以
没有时间看的话，可以反复听，哦，一定够的了。我们这边还没有到200位，各位还可以多拿。你有亲朋好友他很想研究，也可以多拿。那 DVD 有100套，1套有10片的，1套20片，哦，一样也可以多拿。北部呢，前些北部的道亲啊，无限量供应，我们要多少，他就要多少给我们，所以鼓励大家拿，可以等你看，可以等你听，会不会啊？会哈。所以这个呢，我们呢过一段时间呢，会再讲。这个照这样讲，1个月听不懂呢，3个月听不懂，没关系，要继续听，经过呢半年、1年以后就会这个听懂。那么现今呢，修内德很重要，大家呢要出来听，请向呢这个各位点来师这个转达。谢谢你。还有1分钟，还有问题要问吗？这边都没有了。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问题大家听到。后学看了不少遍很多次。经典都不敢拿到厕所去小便，有的在火车站，学生这个书包就放在椅子上就去小便，万一被人拿怎么办？我要去火车站等我，你讲我讲了你在狗2包嘛，没放给，万一丢掉了怎么办？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执着？大家都说这空出公的线，这别人的线，甚至有后学也看到，一个手环都放在家，那是佛书，没上去放丢，这样子怎么样？谢谢。这个个人的那个修养，我们尊重这个古时候这个字得来不易，就是很尊重这一些字。所以不敢毁伤，那个是他内心的一个维护这个字来也不容易。那我们呢，就是要用很多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报纸呢，它有很多文字的。那我们假如说以会物利用的话，报纸不是可以包很多东西嘛，对不对？那个是以会物利用的角度来看报纸。那以文字的角度来看报纸，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大家都尊重文字。可是，在某一些现实的现象之下，我们可以活泼应用。不然我们脑筋缺少那个灵活度该活泼应用的时候，我们要了解活泼玲珑已经不符合真理了。可是我们要用。就是要能够呢，让我们那个很宽广的那个世界呈现，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人用的，给我们人用，怎么用看我们的心你能够用到最善、最好、最让人舒服，最让人方便，那就对了。你做出来让人感到很卑扭，以后人家就敬而远之那你成功还是失败？看到你你紧照，那就失败了。所以我们就是要活泼应用，不局限不固定的啦，法无定法，大家都欢欢喜喜就对了。下课。谢谢各位同学。讲到那个舍利弗愿作林中，却被维摩诘喝，对不对？我们讲到这边呢，就把那个维摩诘经里面有关于那个
舍利弗呢被维摩诘在念的那一段，就是呢维摩诘跟舍利弗讲说不必是咒为验咒就是他的咒不正确这个呢不是真正的我们呢这个追求的那个目标所以维摩诘呢就跟舍利弗讲说要怎么样才叫做验咒就是静坐的意思，安然而坐。他说不以三界现身意，是为验咒也。就是我们先找在凡尘，不要显现我们的身，不要显现我们的意，不要在三界意界、色界、无色界现身意。听懂意思吗？就是我们私人的这一些情绪，私人的这一些这个在凡尘所表现的这一些都把它去掉没有在三界显现我们私人的那个意念、私人的情绪都没有都没有了。这个是静坐的那个目标。我们要静坐的时候就是呢不要在三界显现我们的身，显现我们的意，因为身的显现就是业力，业力把我们推到凡尘来，才有身的显现那个意就是我们的私心所以不要在三界现身意，就融入整个不生不灭那个真虚佛性本体，这个才叫做安然而坐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他说讲不起昧定而现之威仪，之威仪就是行至作恶，我们在成的所有一切要显现。那我们呢显现之威仪的时候不起昧定，就是内心在昧定之中。那个昧定就是昧受想定，把完成所有受完成的所有想都把它灭掉没有完成的受，没有完成的想都没有，然后我们进入那个定，就是我们修最高在凡尘能够做最高的定力，昧受想定。现在呢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那个大迦叶就是进入昧受想定，在云南的鸡足山中在等待弥勒祖师下生。那进入昧受想定不用呼吸，也不用吃饭，可以很久那个都不可思议所以要我们的内心到达那一种状态，不起昧定，然后呢显现知威仪，就是从我们的知威仪行至作恶显现的时候观念的所有行仪是我们自然而然从佛性本体发挥，那内心呢全部呢都在本体之中，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深这个都不可想象。那第三个呢就是不舍大法不把道舍掉，也不把佛法舍掉，而现凡夫事。显现就是凡夫的事情，可是呢内心呢都守在那个道，守在那个佛法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是为验咒所以这个全部都走入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本体。那第四个呢就是以知见不动而修行37品，就是我们呢对凡尘的所有一切知见，我们的见解，我们呢都不起心动念，知见呢不动，然后修行呢37知道品。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37知道品？可能有的有看过呢，有的都没有看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37知道品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凡尘讲经说法49年的最重要目标。所讲的49年啊，离不开37品。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四念处。四念处啊，有印象没有？我们有讲过啊，有没有？就是啊，观身不见，观受，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有没有？这个就是第一个四念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四正勤。很正确的努力啊，这个精进正勤，就是呢，这个以生善练增长，为生善练生，以生恶练断，为生恶练不生，四个就是四正勤，有听过吗？那么第三个四神主。神主啊，就是神通的基本功夫啦。神通，我们要神通的基本功夫。那么这个四个啊，第一个就是欲望，就是要有强烈的欲望，欲神主。第二个呢就是勤就是精进，勤神主。第三个就是心，心呢就是专一呀。不能散乱，心，神主。第四个呢，就是观神主，所以这个呢，四神主啊，是我们这个六神通的基本功夫。它的第一个呢，就是欲望，要有强烈的欲望，就是我们要走路啊，强烈的走路，不生不灭啊，真心佛性，这个四神主。然后呢，再接下来啊，就是五根：信、记、念、定、慧。信根、念根、精进根，然后念定慧，信记念定慧，五根。然后从五根呢产生五力，久了以后有力道，五根五力。再来呢，就是七觉支，我们也讲七菩提分，七觉支。那七觉支呢，它分成这个慧啊跟定，慧一半，定一半，然后用念来调节，那个七觉支啊，这个安定舍，安定舍啊，是十智慧。那个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智慧啊太多了，人会气跳，所以呢需要修定，那个呢安定舍，然后这样说，竟然突然忘记了。有人知道吗？有没有人知道七菩提分里面的内容？都没有人知道。这个倒是蛮好的一个学习一个状态。从这个零开始，进入比较容易，一定会出来的。想出来了，择记喜安定舍，择就是选择，择记就是接近，择记喜，喜就是呢非常欢喜，
则进喜呢是始于慧，安定神呢是始于定。那或许有讲过呢，这个慧太多了，人会呢轻佻，然后呢定太多了，人会昏昏沉沉。那用呢中间用一个念来调节，念菩提分啊，七节支里面的一个念菩提分啊，来调节那个定呢跟慧，使他们呢平均。所以或许都记了一个字啊，则进喜啊，安定神念，这样容不容易记？就是因为太容易记了，所以就容易忘了。那八正道呢？各位有没有听过？有的话念念看。我们是有接触的，可是不熟悉啊。所以第一个它最重要，八正道第一个最重要就是正见，正确的见解啊，那个最重要。那么从正见产生了正思维，从正思维产生正念，从正念产生我们正语讲话，正语言，然后呢从正语产生我们正业，业就是三业，身口意正业，然后从正业产生正命，正确的生活，然后从正命产生正精进，最后一个正定，八正道，这个都属于正确的。所以在正见正思维、正念正语这个呢我们有连贯性，从正确的见解开始，然后我们去思维，那个思维不是妄想，是要我们进入道的，所以就是从正见以后正思维，正思维以后正念，正念就是没有念头，我们不起心动念就叫正念，我们有起心动念的那个叫妄念、邪念都不正，所以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无明我们不要起心动念就没有无明。那我们由正这个正语了正念了以后有正确的语言讲出来呢，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就不要讲因为我们要了解说现代的人为什么都没有这个德性，就是被我们嘴巴破坏掉了，都没有口德乱讲话，把那个德都用掉了，消失了。所以讲话就要跟真理相应正语。那正业就是身口意正确我们所有的身口意出来的都是正确，跟道相应，不造业，不造业就不受苦。所以那个正业，那正命就是正确的生活，就是赚钱的来源都是很正当所以那个正命就是我们正确的职业正确的那个赚钱的方法那个呢就叫正命。那么正精进是呢要朝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去努力，那个才正精进。那正定就是我们已经呢可以从我们佛性本体化为出来那个正定。所以呢这个37支道品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能够去修持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
5根、5力、7觉支、8正道，加起来37，对不对？我们一般都会嫌他说那个小乘的佛法，小不小乘？因为佛在讲经说法是没有定法，所以当教导所有一些刚开始修道的一些弟子啊，那个时候的说法确实都是小乘佛法，因为很容易去做，很容易接受。可是修到后来，能够要进入菩萨的时候，一样也是这些37支道品，它可以到达最上乘。最上乘一样呢，都是37支道品。像说我们讲的那个四念处，或许不是有讲过最上乘吗？有没有印象？我们呢开始修的时候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是呢修到最上乘的时候那个文殊菩萨问释迦牟尼佛说呢，在大乘这个佛法里面四念处是怎么样解释？那我就讲观身现象犹如虚空，就跟那个观身不净不一样了。观我们身的现，观我们身的相，犹如虚空，跟虚空还一样。然后第二是观受是苦，可是呢到最上乘的时候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各位先生，这样受在哪里？没有内外，没有中间，在哪里就是没有没有受了。可是我们现在在凡尘受得很厉害，我们对凡尘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去接受都很强烈，对不对？不管是景象给我们接受，不管是事情给我们接受，我们遇到的时候都当成那个天塌下来的，有没有有没有？都是很大，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就是要了解不管是形象也好，不管是事情也好，它呢都是因缘际会才呈现的。因缘际会呈现，让我们去接受。所以那个因缘呈现本身就已经虚幻不实在。那我们去接受，我们都把它当成是实在。差别就在这里不知道它是虚幻不实在。所以虚幻不实在的事情我们不要那么的以实在的来对待它。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一切不受，完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都不受不接受。那既然不接受完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会产生喜欢讨厌。既然不曾产生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就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会受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从这里世界也就可以解脱了。因为我们都把凡尘的现象当成是真的，不知道它是假的。我们研究了以后知道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幻不实在，都是假的。它是眼即则生眼善就昧。包括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我们的身体也是父母把我们生下来的，借着天地的所有宏图重眼借我们用，所以存在。可是呢，100年后都不在了，眼善就昧。所以不要把它当成是实在的，都要还给天地把身体当成实在的我们着重在身体，不会着重在佛性。那假如说已经透彻知道身体是假的，是借我们用的，我们就会借假修真。借着这个假的身体把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那整个佛性呈现我们已经着重注重它，
把所有的权柄都付给他，这样的话由他来指挥我们生活，就在真理世界，跟佛没有两样。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我们本身本来就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是我们自己障碍我们自己，我们被我们自己的知见障碍。各位的知见都正确吗？只要是从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都虚幻不实在。我们要放掉放掉我们的内六根、外六尘、中间的六识，全部都放掉。放掉以后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就呈现，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而且它也没有1秒钟离开我们，只是我们都不认识它。各位认识了吗？差不多了10个礼拜了。要认识了。这个我们呢以前有讲，说这个真人不讲理，处处随着你，睡时半如眠醒时随如其。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佛皆欢喜。有没有？还记得吗？记不记得？不记得是没有说过呢，还是不说过没有记得？没有说过是没有说过吗？对那再详细说一次。说真人不讲理，因为一讲理不落入对待我们的真人他是绝对没有对待。讲理了以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有理所以那个真人他不讲理，不落入对待的，所以不讲理。那么处处随着你不管我们这个是作恶我们的佛性都随着我们处处随着你。睡时半如眠，我们睡觉的时候陪伴着我们睡觉；醒时随如其，你醒过来他陪你起来。你不认识他，不认识真心佛性他却是你佛性认识你都给你用认识你。有朝一天我们看透他，知佛就欢喜，又多一个佛出来了你看透他，你就成佛了很亲切，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佛性并没有1秒钟离开我们，只是我们都不让它出来。当家，我们现在谁在当家都不知道谁在当家。谁在当家？不是都有一个主人吗？那我们这个身体的家，哪一个在当家？是眼睛在当家呢，还是耳朵家，还是鼻子在当家？大部分都嘴巴嘴巴来当家，对不对？嘴巴要吃要说嘴巴来当家。所以我们都是因为被六根占据在当家，使人不生不灭佛性都出不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我们呢被这个感官已经占据了所以造了很多业感官一旦一口气不来他不负责任的。不负责任一口气不来这个所有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拍拍屁股走人了啦。佛性要出来收拾善后，所以我们就要把佛性请出来当家，由佛性做主，这样容不容易？容不容易？请佛性出来当家容不容易？眼睛看到的喜欢看
假如说不符合真理呢，就不要让他看。耳朵听到呢，喜欢听的不合真理，不要让他去听，这样可以吗？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喜欢吃，不合理的不要让他吃，可以吗？真的吗？真的可以吗？这可以就会省掉很多那个不必要的那个结恶缘啊。你看我们吃吃鱼吃肉那个他都很不甘愿那我们吃了它以后要还债，划不来，所以悟道虽然说蛮香味那个炸鸡排，现在很多人胖得得了，都是吃那个胖起来的，都是那个炸鸡排，鼻子闻到，嘴巴都想吃，脚都在走去买谁在当家？有没有发现谁在当家？有要不要再让他当？不要了对，就是要请我们主人吃来当家，不可以那个会跟他结恶缘这个假人半天得了害人背逆，是不是这样？要不要还啊？要还，所以我们不要跟他结恶缘，就不要吃了。他也是众生那我们这个弱强食，我们比较聪明，把它杀来吃，他就倒霉了现在那个台北那个中正纪念堂在展览那个世界最大的恐龙，那恐龙要吃谁啊？吃谁？是不是我们人类可以给它这个塞一个药，对不对？我们愿不愿意不愿意。我们一定记得，你给我吃6道题，有一生我一定要讨回来的。所以就不要跟众生结恶缘我们就是了解到了。在凡尘的时间是很短暂的不过100年而已，一转眼也就过去了。那我们在这个短短的100年之中造了好多的罪业，造不造罪业呀？怎么知道？怎么知道自己在造业啊？因为我们在生活之中很多都没有符合真理，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是知道符合真理，可是哪个地方不符合还没有研究出来，是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呢，就是要了解我们在研究的心理心法，全部呢让我们能够明心见性，心明因果就不昧，见性成佛都无疑。或者都一再讲，绝对是这样。那么刚才讲到第几个了？第5个那个以知见不动而修行37品，对不对？对不对？那现在讲最后一个叫做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咒。不断烦恼而入涅槃，是为厌咒安然而坐。所以各位先生，为什么维摩诘会讲说不断烦恼？就是烦恼是我们的佛性生发的功能作用。我们不要把佛性的功能作用把它这个阻断，就也让它去发挥。我们不断烦恼，可是可以进入涅槃。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我们可
可以不断烦恼进入不生不灭，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日常我们在做观照的功夫就是要了解，说观照是观照佛性本体，不要观照我们生发的念头。假如说观照生发的念头会越观念头越多，就变成心越乱。那假如说我们观照佛性本体因为那一些念头是从本体所生发，只要你把本体照顾好，那个生发的念头你不要管它呢，它自然而然就一直会不见的。为什么？因为你回到本体回来了，这样的意思吗？那什么时候需要观照念头呢？有没有印象？或许有讲过，这个倒是蛮肯定。就是我们的杂念，杂念就是我没有去想，可是它会跑来，那一个就要观。那个是我们六道轮回太久，一种习惯性，变成我们不想它就来，不想就来。那我们想来的那个叫妄念，妄念呢，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把它切除掉。可是这个杂念不想它来不想它会跑来那个就要观，用观照的功夫。那观照呢，就是要好像在看家一样。各位有没有看过家？各位厝卖有财啦来头天家，爸爸，他会不会看各位会不会看家连看家都没有自信唔知影咧，我若咧顾我菜啦，你若来唔知要互你来唔知互你来。所以那个杂念就好像我们看家，那个杂念就好像小偷小偷他要进来了，要不要让他进来？对，就是不要让他进来。你看着那个小偷看到主人在看家了，他看一看以后就离开了，说这个偷不成然后因为太强了，没有一下下又来了那小偷又来，又在看主人在不在。主人又坐得好好在看，他又走了。然后第三次又来了，他看一看，主人还在，又走了。第四次的时候呢，主人有没有疲惫会不会？疲惫的话，他就要进来了；不疲惫的话，他又走了。只要你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小偷免提一定提不成的，所以他慢慢的那个力道越来就越弱，无力，他那个次数就越来越稀稀疏疏。你一直坚持这样子看，它就没了，没了，杂念就被你清掉，就这样清了，会了吗？知道妄念跟杂念的分别吗？知道妄念是我们用力去想妄念，杂念是不想它自己来，还一样那以后呢就知道怎么做了。所以不断烦恼而入涅槃。这个是维摩诘跟舍利佛讲。说呢，你的愿咒错了，不对，不是这样。所以从他只有在临终打坐，维摩诘就可以看出到他的内心。你看多厉害！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修持就是要走入真理。那个真理世界是相通连的，相通。所以维摩诘一进入那个舍利佛的心里他就不是在真理里面，所以他就知道他做错了，不对，不是这样。所以就跟他讲，阿伯呢这个六祖来引用，说呢舍利佛这个呢愿咒临终切被维摩诘喝。
就是这一版。三之四又有人呢，叫做看心观戒。有人呢叫人家这个打坐静坐要看心呢，要观戒，不动呢不起。那么从此自宫，就是这样子一努力一直去做。那么迷人不，就是迷昧的人不知道真理，不知道里面错在哪里，变质成颠，就会一直执着他那样做是正确，结果后来就有毛病产生了。所以我们有打坐产生的毛病，那个医生都没办法治疗。从打坐产生的病要自己从打坐把它救回来。那个方法释迦牟尼佛有教，记载在《大藏经》里面。就是你打坐以后有毛病要怎么样来治疗？那么如此者众，就这样的人非常的多。如是呢，相较故知呢大错。这教人都是大错。所以自己错了没关系不要拉了一大堆人一起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做的话有行之作恶都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就是在真理里面全部呢都是正确没有错的。那么师是众语柚子呢又呢开示给大家呢这个听。三之四本来正教无有顿戒，我们的这个正教没有这个顿法跟渐修没有。人性呢自有立顿，我们人是一种这个性，我们的那个性的里面有立有顿。所以呢这个立顿就是我们累生累世的修持。假如呢每一生每一世都在修，他的根基很利。假如说呢每一生每一世他只有追求凡尘的快乐，追求形象，那这样呢他的根就很钝。说立顿就是这样来。那我们不要管，我们以往的已经过去了三际心不可有，不管它以有怎么样，我们现在把握我们当下，我们当下呢佛性都记住。迷人呢渐修，悟人顿气。假如说我们觉得说孩子自己不是很清醒的时候那我们渐修，渐渐的修往善的方向渐渐的修。那么悟人顿气，领悟的话呢马上就契合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当下呢即是圆满记住。那么自是本心，我们要认识自己的本心不是向外的，是向我们自己内心的自见本性。要自己见到自己的本性，极无差别能够呢这个自是本心，自见本性，不管呢是迷人悟人呢都没有差别，都一样的。只要进入佛性呢，成功都是一业全部都一样。那么所以立顿戒是假名，那个顿戒是假名，名是假的是给我们呢看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这个调试自己符合自己的修持方法，怎么样来调试。三之四我持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这个六祖就讲说，这个顿教法门从上就是有传承一代一代的祖师传承。从上以来呢，先立无念为宗，没有念为宗旨。所以我们了解说是无念，没有念。有念呢念成邪，无念就是正，无念才是正。那么无相为体，没有形象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形象，
无相为体，然后无住为本。我们呢不能住，我们呢假如说心一住了，我们觉性啊就没有了。心住了就把心缩小，住在哪个相，就变在那个相范围里面很小。所以无住为本，无所住。我们只要心都无所住就是正确的。只要心有所住就已经错了，会住在不对的地方。像说我们心呢住在想要有一个房子，那我们整个心思就是在房子，就是在房子的范围里面非常的狭小。那我们呢都无所住，房子只不过是我们安身立命、遮风避雨。我们呢佛性是非常宽广，那只要我们都不住我们佛性自然跟无限的宽广合在一起。所以呢无住为本，都无住。所以在生活之中这个要无所住真的要在日常时时刻刻体会我们很容易住相，一住了就知道离开了，都取相，所以烦恼就跟在后面，烦恼就来了。所以我们能够抓到这个六祖讲的这个重点，无念为宗，无念为宗主，无相为体，没有形象是我们不生灭的佛性本体。然后无住为本，一切都无所住，所有都无所住就是正住了。这样了解吗？正住，正确的住是无所住，全部都无所住了就对那有所住都唔对就大了唔对去这样了解吗？本来我们是很宽广的整个宇宙虚空都是我，都是如来，都是佛。可是我们一住了以后，就变小小的一个众生，这样懂意思吗？不住的话就整个都是真如本体，一真都一切真所以呢无住为本。那么无相则一相而一相，无相就是我们一相在形象而可以离开形象，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形象不住，不取相，形象有，就像我们身体是有，可是身体是假的，是随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它是假的，所以我们可以离开身体。我们呢，这个真心一离开身体以后，可以跟虚空合在一起。所以或许才那个时候教各位修耳根圆通。各位都有修吗？有没有不是我们讲那个讲义的隔周，讲那个观世音菩萨那个直接讲的经文吗？有没有？按照的经文去做，那就正确的耳根圆通。然后我们做的熟了以后我们再来讲那一讲义，那个更透彻，更能够完整的呈现。所以或者为什么一直想这个烧歌给各位那个DVD， 就是因为可以反复看、反复听。那一片大概第几？第8还是第7？第8片把它反复看，看看那个耳根圆通怎么做。有印象吗？有没有？有没有印象？看了就有了这个晚上回去把它放出来看，就是我们讲那个讲义的隔周那一周那一篇，那就有详细讲说我们怎么修，按照那个最基本的方法，然后进去。不是有讲那个达赖喇嘛跟我们台湾一个高僧对谈嘛，就是那一片
哦，那一篇里面讲的啊。哦，因为现在哦，那个科技产品啊很便宜，那个 DVD 的哦新的一部机器啊才900多块而已啊。还有说去买一部来看放映，接到电视啊，用那个哦两端一接的电视马上就可以看，很便宜的。那你可以学哈，这样成仙做佛，我们详细有说啊，有没有？只是还没有听详细而已啊，有详细说哦，还没有听详细。以往我们看电视哦，都是吸收我们整个那个身体的精华。我们把全部的那个注意力啊，都是投入啊在那个荧幕，然后呢那个剧情演出来啊，让我们笑，让我们哭，对不对？演得那个啊很投入，看的人也很专注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在旁边吵他说有事情要跟你讲，他说不要啦，正好看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看的教我们怎么样呈现咒是不一样的。那个是在教我们放心的，这个是在教我们收心，怎么样把心收回来。那个很细腻很关键地方要去抓到，抓到了就会做啊，就做了以后我们做就可以啊，就可以成仙做佛啊，想不想啊？没有强烈的意愿啊，完成这么好玩吗？不好玩啊！这个有没有看1012啊？有的看，有的还没啊。你看那个很恐怖整个地啊，以前有一个明天过后，有没有看啊？明天过后变什么样？那个很短的时间1秒钟温度啊下降10度，我们人人体受不了，1秒下降10度。现在我们1天下降5度的哀叫啊，对不？各位先生，我们南部天气真好，北部下大雨，或者是撑了雨伞，穿了夹克下来的，然后一直拖到回去的时候还要一层一层加回去，然后还要再撑着雨伞回去，都在下雨下得很大，还很冷，不像我们这边这么好命出门都不用撑伞。在基隆，你家里没有10几把伞不是基隆人。出门好天气回来下雨，再买一把吧，就一把，随便一拿，家里都好几把伞，都这样。南部真好，出门都不用烦恼，天气也都很夏天是有点热啦，不过这个时候还好人在湖中要洗服啊，不给各位说还不知道说基隆下大雨很冷那个下个3个月很多人都脸都绿了，很多那个小孩子都哭了，为什么？没法度去佚佗
所以呢，我们了解说，环境很理想，很适合我们修道。就呢要时时刻刻都把我们的心缩在墙子里面，反照自己的本性。这样子呢，般若妙智慧才会升华。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会处理呢所有事情处理得很完善，不会招尾下来。所以一定呢要努力。所以呢，无相呢，一相一相；无念一念而无念。我们这个念时时刻刻呢就了解到，一念在我们的念头里面它不要起心动念。在念里面没有起心动念就是觉。那我们佛性本体就是觉。时时刻刻呢都觉。无住者人之本性。无住无所住。所以很重要的无住就是我们人的本性。那么以世间的善恶好仇乃至焉之以今，言语次次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仇害。这个就是无住无住的时候这个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来就是无所住。无所住的那个原始状态。那现在落入完成在世界的善恶以及呢好仇、真水的真歹，乃至呢冤之以亲不管是冤家亲家，或是呢言语刺欺争之时，这个讲话拢安尼不是拢要讲说明改就偏就是讲话都不讲好听话都是让人难过的话。那么对那一些我们呢都并将为空，都是空的啦。各位语言是不是空的？俩会对的，俩会对所以将它当作是空，无听，有听无该放入去心肝内底所以呢，这个是最理想的处理方式。不然，假如说我们把那一些别人骂我们的话弄个都在心肝来，各位先生难不难过？很难过骂的一定没有好听的那个内容一定很难听，那个记的才难过。所以并将为空，它是空的不要呢放在心上。不思呢仇害，就是不去想怎么样报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之所以为人头顶天脚立地就是有很清高的人格所以呢，不要像那个那个小孩子打架一样，你一拳我一拳你一颗石头我一颗石头，这样在打架。念念之中不失前进。这个六祖很喜欢呢用那个念来讲我们佛性的那个本体，就是呢在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呢，我们呢不失前进。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福。所以我们就不要去想以前的景象。不失前进过去已经过去了，再怎么想它都不会再这个回来。不管呢这个如意不如意我们都不要在意都是空的，很快就过了。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这个念头一个接一个，名为系福就被三世摄受。就过去是摄受现在是摄受，未来是摄受，变成能够细细白条条。那么以知法上念念不住，所有的万法我们呢念念的都不住即无福也。念念不住就没有是福。那么此事以无住为本所以都很重要
无念呢为宗，宗旨，无相呢为体，认识到呢佛性呢没有形象，无相为体，然后无住为本，无住为我们的根本，所以一切都无所住。当我们呢这个心里面呢有烦恼，当心里面呢有这个事情到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说无所住。那无所住的时候这一些烦恼，这一些事情它就会呢这个被我们的那一种理解真理而消除掉，就没有了没有烦恼了也没有事情了，那个就进入真理世界。三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所以外面能够呢离开一切的相，所以离相名佛。只要我们离开相，就叫佛了。我们住相的就叫众生了。所以讲得很详细。能离以相，则法体清净。离开相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法体就清净。那么此是以无相为体，没有相为体。善知识以知境心不染，耶无念。在呢所有的景象上面，我们心不染，就是心不进入，相都是假的，因缘际会呢才呈现。所以在知境呢，所有环境形象的上面我们心都不敢染，不染这个五颜六色，耶无念，就没有念头产生，不起心动念。于自念上常离知境，在我们的自念上，就是我们那个知觉上面，在佛性本体上面常离知境，离开呢所有的景象，只要落入景象呢，我们就离开，离开景象，不以境上生心，不在呢这个看得见的那个环境上面我们呢生心，生心的就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就有造业的那个业因在。所以境上呢不生心，不起心动念，不落入喜欢讨厌，没有取舍，不造业。若持百物不失念尽辞却，一念觉即死。所以这个就是六指不要我们凡人打坐的最重要地方，就呢百物不失念尽辞却，所有的念都把它呢除掉，不要它，这样叫做一念绝。这个念绝了就是说佛性的功能作用拢无爱，全部不要这个叫做死了，然后已经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所以不能我们不能呢这个走这一个路线百物不失就是让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都发挥不出来。它发挥出来就要把它打死，就等于打死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所以这样六祖就讲一念觉已经死掉了，已经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是为大错。这我们呢追求的方向最明显的错误。学道者思之，我们要学到一定要想到的问题。若不思法义自错有可。假如说呢不认识这个成佛那个佛法的里面的义理我们自己错了还可以，更欠他人哇那就不行了。自己错没关系欠他人也这样做呢，就是拉他人下地狱了。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所以呢我们不要这个自己迷昧了又欠很多人迷昧，然后呢又毁谤了佛经，所以立这个无念为宗，没有念为宗旨。没有念就是正念正念呢就是没有念。
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呢保持无念，就是呢已经在修道了。保持都无念的话，那个久一段时间啊，般若妙智慧就会产生。一定要一段时间要时时刻刻呢保持不要起心动念。有空闲只要在日常生活有空闲的时候就可以做。就全部念头都不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这样保持一段时间，我们那个灵敏度就增加。灵敏度一增加以后第六感特别灵敏，所以那个未来的事会有那一种征兆呈现。我们当然不是追求这个啦，可是它会自然而然。一灵敏了以后第六感就特别的强烈。所以有一些呢这个老朋友、老亲戚或是很久没有见的一些呢亲属，会出现的时候他会让你先知道。而且有时候也很奇怪你要出门的时候，你的父亲会告诉你今天不要出门，出去会有灾难。你不听的话，真的就遇到。那个都是般若妙智慧的呈现。我们当然不希望走入那些追求不属于正道方面的，我们追求都是正道。那一些都是佛性的正确功作用。我们还没有认识它，所以慢慢的启发认识它。善知识允和利为念无念为宗，直言口中见性迷人，以境上有念。所以六祖又特别说，为什么呢立这个无念为宗旨？因为呢就是我们人嘴巴在讲，说已经见性了，可是心中还没有了，还是迷昧的人。因为呢在境在有形有相的那一些环境上面有念，有念头，那么念上呢便起邪见，那个起心动念都算是邪见都是无明。那么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所有的尘劳凡尘劳劳碌碌那一些妄想呢都从此而生。那么自性本无一法可得。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个自性本来就无一法可得，都没有。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假如说我们有所得，然后妄说祸福，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当我们般若妙智慧呈现的时候也不要到处去宣扬。因为佛学有讲过虚空之间非常多的无形有这个魑魅魍魉，有幽冥鬼魂，有凶神恶煞，有日夜游神，都有这一些无形的。还有一些是实力比较正的像山神土地王爷妈祖这个都是比较实于正派方面的，都有，全部都在虚空之间。那假如说我们炫耀说自己有一些神通，那这一些虚空的幽冥鬼魂，或是这一些凶神恶煞，他会来找我们要求帮忙。他有困难我们要了解到，所有的那些无形的一样他也会遇到困难。那佛菩萨都没有去直接参与这一些幽冥界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有能力去帮助他吗？是不是没有能力？可是我们显现说你有神通，你有很大的能耐，那个他就要找你帮忙。
那被他找上了哦，会怎么样？各位先生会怎么样？这个叫做吃不完哦，就搂着走，来丢条条，看你要安那，你没有解决，他就不放过你啊，所以下次糟糕了，本来是要炫耀而已啊，怎么会知道惹来这么多毛？所以当我们有某一些佛性的功能呈现的时候啊，不要炫耀，给我信心啊，知道有就好了，点的后，会吗？故此法门立呢，无念为宗，没有念呢为宗旨。善知识无则无何事，念则念何物？无则无恶相。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无啊，就是没有恶相。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自心佛性啊，没有对待，没有恶相都是一，绝对是一。那么无知呢，尘劳之心啊，没有尘劳的那个心。那么念则念真如啊本性。所以那个念啊，就是真如本性，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真如呢，即是念之体；念呢，即是真如之用。所以我们念的就是真如。要了解说，是很亲切，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真如自性起念能够起心动念都是我们佛性本体呀。非眼耳鼻舌能念，我们眼耳鼻舌它没有办法起心动念，所以起心动念能够起心动念都是佛性本体，所以那个起心动念我们就不要把它看成是大仇人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起心动念是已经漏入不觉。但是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并不是仇人。我们只要知道它是功能作用，这样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这个比较细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要去找，所以呢，知道它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所以不要跟它比对。这样呢，烦恼就减掉了，就没有烦恼。真如有性所以起念。我们的真如呢有性，可以起心动念。真如若无眼耳色身呢，当时即坏。眼耳色身呢就当时就坏掉了。所以没有真如的话，我们没有本性呢在身上，眼耳鼻舌就没有用了。所以知道呢眼耳鼻舌这个都是我们那个佛性呈现出来的功能作用。它没有本体就没有作用了，所以本体重要。我们追求本体。善知识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见，而真性常自在。所以我们了解说呢，真如的自性能够起念，可以呢起心动念。那么六根呢虽然有见闻觉知，我们只要让六根不染万见。这个最困难就是这里我们都是六根会染染那个万见，对万见产生喜欢讨厌产生喜欢讨厌就有行为动作了，就造业了所以只要虽然有六根，可是呢我们不要让六根当家，不要让它做主，所以不染万见。不要让它当家呢，它就不会染万见。这样了解吗？我们呢这个在生活之中都是给六根当家，没有把佛性启发出来，所以就造了很多业。那现在呢，我们知道说有主人佛性在，所以不要让六根当家，不要让它呢染那个成见完成的减相，
不要让它这个进入。而真性常自在啊，只要呢不染这个万见，我们的自性呢就可以逍遥自在。故经云啊，能善分别之法相，以第一义而不动。能善分别之法相，就是我们生活昧的真心佛性啊，可以分别所有的那个所有凡尘的一切。那个法包罗万象，不管是有形无形啊，只要我们心能够想到，都称为法啦。所以那个呢知法，那么知法相啊，我们都能够了了分明，那叫善能分别啊。这样懂意思吗？善能够分别啊，知法相，是呢要在第一义而不动，就是究竟了义。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上面，那个就是究竟了义，然后不动，那个呢可以呀，透彻的已经了解凡尘的万象，全部都是虚幻不实，都是空的，所以就可以在第一义不动。那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的话，心都会这个起心动念一起心动念的就落入尘垢，一落入尘垢呢，我们就六道轮回忙不完了。这个呢是第四品，叫第四品叫什么？定慧品。那我们呢，接着讲这个坐禅品，坐禅品第五。师众云，六祖呢开始是呢给众人知道，此门坐禅言不看心亦不看见，而亦不是呢不动，所以这个坐禅要怎么样呢才算是坐禅？六祖就讲说呢，言就是本来，本呢不看心，禅不是看心，也不是呢看见，也不是不动，所以就有一点要我们去体会它是什么样的状态。各位贤贤，不看心不看见也不动。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有一点不可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讲，是不是不可思议？就是有点让我们进入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若言看心假如说我们要看心，心呢言是妄。所以这个地方六祖讲的心就是我们日常用的啦，不是在讲那个真心，真心呢是拼除凡尘所有的妄了。那这边呢心言是妄，那个就是讲我们日常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我们把六识当成心，就是那个心心是妄。那么知心如幻，知道我们日常用的心好像幻，都不真实，故呢无所看，是幻的话呢，再怎么看还是幻。肉眼看见人性也见，要看见的话，我们人的那个佛性本来呢就是清净，由妄念故这个覆盖真如，就是因为我们的妄念，所以呢盖覆真如。没有妄念那个真如就会呈现所以我们呢把那个真如盖覆，就把它这个盖起来了让它呢呈现不出来。但如妄想呢性是清净，只要我们把妄想去掉，我们的那个自性它就恢复清净，就可以回到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那么起心看见却生呢眷望，
我们起心要来看见，却产生呢那个见妄，是使已啊，已经呢不真了，已经有起心动念，然后呢有所看，然后已经呢不清净了，妄呢无处所，所以这个妄呢无有处所。我们以前呢有讲说呢，这个真心有体呀，妄心无体，各位都还记得吗？记不记得？真心呢不落入思维，妄心呢本无处所。三际求心啊，心不有，心不有处啊，妄言空，妄言空处啊，即菩提，无相呢光中常自在。我们有没有讲过？没有。或许是记得有比喻那个茶杯啊，说我们的那个妄心啊，再拿一次来比喻啊。说这个茶杯长得还蛮漂亮的，喜不喜欢？喜欢就是心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心就叫妄心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茶杯会变化。我们假如说不小心把它摔破了，那我们喜不喜欢？刚才喜欢的心跑哪里？不见了，对不对？怎么找都找不回来，对不对？所以这一种心就叫妄心。我们在日常生活是不是都用这个心？我们都用这个心来面对所有的万象万事。万象万事会不会变化？会变化。我们的心会不会跟着变化？会。所以妄心本无处所，妄心没有地方所在。这样了解吗？真心有体，真心它有一个体现在，你用它呢，它给你用；你不用它的话，它还在啊，它没有离开，1秒钟也没有离开。所以真心有体，妄心无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修法用的就是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这样能够分别了吗？可以了就是会随着外面的环境变化，那个心那个不是真心，那个是妄心。因为它一直在变化。那我们要修道就是要用真心，不会变化的心来修。不生不灭的真心修不生不灭的道，这样才会成就所以这个观念自己一定要知道，也要自己找到不生不灭的真心了没？有没有啊？真心跟妄心它是同体它两面。我们只有认识呢那个妄心那一面，真的都不认识。那现在我们了解说，只要呢我们都把你放下，一念不生，真心就出现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用这心来修道，就可以修成。所以呢这个妄心没有体真心有体。妄无处所，看者呢是妄要看这一个心已经就是妄了那个妄心没有地方所在。那么见无形象，确立见相这个清净没有形象我们呢要立一个那见相，起心要来看见这个已经呢就是偏了。言是功夫说呢这个就是功夫。那么作此见者障自本性有这一种见解的话，障碍自己的本心，即被呢见福被这个清净绑住了已经呢偏了。但是若修不动者
但见一切人时，不见人之是非三恶过犯。我们要呢这个修不动，就是如如不动呢。我们要修持如如不动。但见一切人时看到别人，不见人之是非善恶过犯，没有看到人的是非过犯。别人是有啦，有是非，有善恶，有过犯，可是我们不进入内心，或者都一再讲，别人修得好的，功德很多不会分给我们；别人做得不好的，造了很多罪，我们不用去承担，对不对？那要不要去检讨别人？不要。可是我们都时常这个坐着就会检讨别人，站着就给别人检讨了所以六祖就讲，我们要修如如不动就是不要看到人的那个两面就是要记得人的好，不要看到人家那个不好的那一面。那么即是呢自性不动，没有看到人家的不好。善知识迷人身虽不动，开口便说他人是非长短。这个身虽然都不动，可是呢一开口就讲人的是非善恶，这样就不好了。这个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所以不要呢去讲人家好坏。以道为背，跟道相违背。若看心看境即障道也，就会障碍我们修道。师是众言，善知识何名坐禅？此法门中呢，无障无碍。要怎么样来坐禅呢？在这个坐禅的法门之中呢，就是没有障碍只要没有障碍，我们就在坐禅了。那只要我们内心有障碍那就没有在坐禅了。所以不一定说身体在那边坐才算，只要心里面都没有障碍，都是通达，道理都是流通通达的。外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外面呢对所有一切善恶的境界我们心念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看到自性呢如如不动，就是禅。所以这个都是从自己的内心做功夫。善知识何名禅定？那什么叫禅定呢？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可以离相，所有的相都可以离的，然后内不乱，就是定。外露着相内心即乱。我们外面假如说已经着相了，内心就会乱。外露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所以我们就是要这个本性自己清净，自己进入那个定力。只为见境失境即乱。我们看到这个景象，然后去想那个景象，内心就会乱。若见知相心不乱者，是真定也。若看到所有的境有形有相，心都不乱，那个就是真定。了解真理的，说诸相所有的相都虚幻不实在，心为什么要动？就不动了，所以那个是真定。善知识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所以我们就是要学离相，外离相内不乱，外禅内定是为禅定。所以我们就是要从自己内心做功夫。菩萨戒经语，我本性言自清净。在这个菩萨的戒经里面戒律里面，所以我本这个本就是原来我本来本性就是言自清净。言跟本是相同的就是本来就是清净，本性本来就是清净。善知识一念念中自见人性清净，自修自行自成佛道。所以六祖跟所有的
这个会场之中讲，说呢一念念之中所有的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之中，自见呢本性清净，自己看见，然后呢自修，自己呢修持让它呢清净，自己行持让呢本性清净，这样呢可以自成佛道。全部呢都是往内做功夫啦，没有说往外。这个呢是这个做产品第5，最短的。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忏悔品第6。10大师见广韶济四方世事呢，遍及三宗庭法。六祖呢看到呢，这个广州、韶州治四方。一些呢读书人跟平民百姓都呢集中呢在山中呢听法，于是呢僧咒告众曰：都来之善之事，此事呢悉从自性中起。这个忏悔呢要从呢自性中起，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一切的时我们念念呢自己来清净自己的本心，自修其行，见自己的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使得呢不假到此。所以要自度自戒，才不会说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了，都无收获。既从远来，一会一此皆共有缘。所以这个缘很重要，要因缘成熟，才会有这个上圣佛法这个传达。那么今可各个胡跪，这个胡跪就是跪一只脚了，一脚跪一脚没有跪，那个叫胡跪。那么先为传自性呢5分法身香。次受呢无相忏悔，那么众不贵。这个自性呢5分的法身香，那个戒定慧，然后解脱知见，5分呢这个法身。那么师曰一戒香，即呢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自己在心里面就要有这个戒香。这个戒是5分法身香里面的第一个。自心中无非没有是非，然后无恶没有那个呢恶念，无嫉妒。各位听见，这个虽然看起来说我都没我们都会讲，我都没有这个其实我们内心里没有看见而已所以或许先讲一个那个这个有关于那个忏悔的那个小故事，就是寺庙的这个主持一直在跟徒弟们讲说，我们每天呢就是要忏悔。要能够感恩他那个徒弟他心里面就一直很不愿意。我把不做唔对，我又没有做错，为什么一定要忏悔然后有一天这个外面来了一个妇人，他就要求这个寺庙的主持说我要求这个能够给我忏悔，因为我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这个时候，这个师父们就想说，利用这个机会来教导他的弟子。他就跟那个妇人说：“好，我让你能够忏悔。然后你现在在那个寺庙的前面，那个庙庭向前走20步，然后向右转又走20步。你拿一块大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呢跟他那个徒弟讲，说你也这个从庙庭里面向前走20步，然后你向左转
然后再走20步，然后呢弯下去找一颗小石头来我这里。然后当他们都把这个事情这个办到的时候啊，做到了那个师父就跟他们讲，说你们现在把那个石头啊回归原位。那个妇人大石头一拿，马上原位在哪里很快就复回，就放回去了。他这个弟子拿那一块小石头放了老半天，放不到原位了，不知道原位在哪里。各位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每天大的错事自己知道，小错事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然后到师父面前来，师父，我不知道他原来在哪里。师父就跟他讲，说我们人都是这个样子大的错我们大概会很明显知道，可是小错误不断，小错不断我们都不知不觉。所以都不甘愿忏悔。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以后各位愿不愿意忏悔因为忏悔了以后那些污垢才能够去掉，不然它都在，它都会常在。所以这边说心中无悔、无恶、无嫉妒、无贪嗔、无结害，这个都不容易要真正的心里面深处都切实做到，名叫做戒香。那第二个定香，即睹知善恶境界自心不乱。睹就看见，看见知善恶的境界自心不乱，名叫做定香。那么第三个慧香，就是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知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净善内向，精续孤品，名慧香。所以这个慧香就是自心都没有障碍，自心无碍。那么常以智慧来关照自性，所以这个智慧就是般若，用般若来关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不造知恶，恶都不会造，在这种状态之下，绝对不会造知恶。那么虽修众善，心不执着，虽然在修众善，所有善都在修，可是心不执着，净善内向，这个长上这个长辈都能够尊敬，然后晚辈都能够体恤都能够教导，精续孤品，就是对那一些这个比较贫弱的、孤苦的，都能够去体，这个能够体悟他们，能够这个帮助他们，名叫做慧香，这个戒定慧。那么第四个解脱，解脱香，即自心无所攀缘。所以我们这个在生活之中这个攀缘最不容易去掉。要人家好，要人家坏，那个都是攀缘。那我们要学着随缘，随缘就是随顺着现象，不喜欢他坏，不喜欢他好，随顺的现象。那我们喜欢他好，喜欢他坏，那个叫攀缘。那攀缘没完没了了。随缘的话，我们就了解没有挂碍。各位还记得那个张轴那个句语吗？有没有人能够背出来？光明急照片河沙，
有没有？凡圣寒灵共一家，一念生前体现，6根财斗被云遮，一求烦恼重生变，虚相真如意识行，随顺四缘无挂碍，生死涅槃等空华。这是张佐的悟道记，这个很好，里面的意思我们有解说过了，它很好，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我们呢在凡尘的生活就是不要攀缘，我们攀缘会很多那个因果都染上身来，那随缘不会，随缘不会把因果都染到我们身上来，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记得要随缘，不要攀缘，自心无所攀缘，不思善不思恶，就是不要落入两边，这两边我们要了解到，住在两边都不是正确的，要中道，自在呢无碍，我们呢到达自在无碍。名解脱相，所以个解脱自己要解脱。那么第5个解脱知见相，最难就是这个了，解脱知见。我们把我们的知见解脱了，因为都被知见障碍了，我们都被这个知见障碍，所以呢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回归佛的本位。自心呢，既无所攀缘善恶，不可呢成空守寂呀。我们自心既然无所攀缘，没有攀缘善恶，也不可以呢成空守寂。那个成空守寂都是那个灰身昧智，就是阿罗汉的那一种这个追求。那么即悉呢广学多闻，视自本心呢达知佛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要呢广学多闻，就是要学多一点，了解呢多一点，是了解真理的，对真理要了解多一点，认识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本心，通达知佛的妙理，都能够通达。和光呢皆悟，就是在凡尘就是和光同尘，跟凡尘一样，能够呢皆悟那个应对进退中都不失真理，和光呢皆悟，无我无人，没有那个分别心。所以这个不容易做，就是我们分别心不容易去掉。那这边呢就跟我们讲说，无我无人，直至菩提，一直呢到达菩提都是呢这个现象。真性呢不异，我们的真性就是呢不改变，名解脱呢知见性。所以这个解脱知见是最难做的。善知识此相呢各自内熏，莫向外觅，觅就是寻找。所以呢我们这个相呢各自要内熏，我们呢这个内心自己把那个自己心里面去熏习。这个就讲5分的法身相。那么底下呢又于汝等呢受无相忏悔，灭呢3世罪。我们呢就是了解说3世罪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令得呢3业清净，就是我们的身口意3业都清净。善知识各随我语一时到，这个六祖呢就要呢这个在位的随着六祖念，说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呢不被愚迷染，这个前念后念今念都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的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所有的恶业呢愚迷这些罪
我都承认，我都忏悔，愿呢一时消灭，永不复起。那么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呢及后念，念念呢不被骄狂染。从前所有的恶业骄狂冷罪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永不复起。所以那个重点呢都是在永不复起，不会再去犯，不再做了。弟子等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呢不被嫉妒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呢一时消灭，不复起。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最重要就是愚民、骄狂跟嫉妒。这个我们众生最严重的就是这三个愚民，然后骄狂、嫉妒。34以上是为无相忏悔。那么引何名忏？这个六祖就加以解说，什么叫忏？那么引何名悔？什么叫悔？忏则忏其前天，就是以前的不对我都承认，以后不再犯了，所以忏其前天就是忏。从前所有恶业依迷、骄狂、嫉妒等罪悉皆尽忏，永不复起，永远都不再起，是名为忏。那么悔者悔其后过，就是往后绝对不再做了。从今以后所有的恶业依迷、骄狂、嫉妒等罪今已觉悟，悉皆永断。现在已经觉悟了，绝对让它永远都断掉，更不复做。所以这个才是重要。假如说有忏没有悔那个往后所有的以往的那个忏都没用，那个全部都来要本身去接受。那假如说以后都不会再犯了，那之前所忏的是一些罪他因为没有缘来配合，所以不现象，就不用接受果报。悉皆永断永不复做，是名为悔。故称忏悔。凡夫愚迷只知忏其前愆，知悔其后过。所以我们差别都是在这里。承认以前错了，可是以后不敢决定自己不会再犯，就是那个心都不够坚定。那么以不回顾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因为后面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遇到现象结果又重蹈覆辙，又犯了。所以前罪不灭，后过又生。前罪既不灭，后过复又生，何名忏悔？所以那个不算了，这个不算忏悔。那我们今天这个上课的地方就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就是还剩下15分钟给各位这个问问题可以要问的吗？好，请说。拿麦克风，让那个问题给大家听到。请问一下李讲师这些科我通哪里听？可以。谢谢。所以我们在平常之中是要有慈心，慈心就是道场，那个道就是性佛性，所以慈心就是我们佛性的场所，非常宽广。那我们有慈心，只要你时常用，它会进入身心，进入大悲心。你有了慈心、身心、大悲心，一条路就到菩提路。所以慈心就可以到达离天。还有吗？
好，要再说。我们自己的知见跟心通的差别是很微小。哦，好，请说。我们自己的知见这个跟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从小一直所接触的所学的、所看到的、所经过的，都会一起融入成为我们的知见。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从这一些知见之中会形成我们的一些行事风格，它会慢慢的定型。它慢慢定型以后，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真理的话，不知道它跟真理差别的地方在哪里。既然不知道，我们呢会误用，就是我们的知见就是正确。到后来呢就会自以为是就会比较自大，也比较骄傲。那假如说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富有的话，那个会程度更严重。那假如说我们能够研究真理，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一切形成都是因缘际会，有因有缘，因缘际会才呈现。那因缘际会这个东西都虚幻不实在，不是真。那所以我们把不是真的东西就不要那么固定的一直呢呈现在自己心中。因为呈现在这个心中呢，那个叫我见。那我见很强的话不容易听别人的那个谏言，人家别人怎么样劝我们都不听。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自己会迷失，还不知道。那假如说我们能够时时刻刻都接近真理，接近真理的话，我们自己会调整说真的地方在哪里，让他能够走入真理世界，这样就很理想。还有吗？好，请说。刘讲师好。好。那或许听过有些人他研究佛经，他会说弥勒祖师来的时候是可能是很久56亿年后。那我们现在说弥勒佛已经来到人间。那刚刚刘讲师也提到说，迦叶尊者现在入定等了以后，弥勒祖师出者都躺在那。所以在这些有些情况下不理解，那我们道场的讲法，然后跟佛经里面的讲法有没有一些冲突的地方，还是说我们有需要跟他们解释的？好，请说。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现象跟是一种真理它是有某些地方的隔阂，有某些地方的不一样。那我们为什么会讲说有迷跟有智跟领悟？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是弥勒祖师掌天盘，虽然说还没有这个以形象来示现给众生看，可是现在已经就是弥勒天，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天盘弥勒祖师在掌管。那么在掌管之下因为佛菩萨他呢就是以各种方式、各种形象、各种事情来让我们这个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去了解、领悟、到达那个弥勒的那一个真理世界是什么样的状态，就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就已经呈现了，不是说要等到56亿年以后了，因为我们不可能有那么我们的身体100年就不见了能够留下来就是不生不灭的真性佛性。那个佛性本体我们弥勒祖师的佛性本体并没有两样，是一样的佛跟众生
佛性是一样的。那既然是一样的，我们就要去领悟到在我们这个身上就有弥勒祖师的影子。我们就是要去发挥弥勒祖师他首要办的事。我们呢当弥勒祖师的徒孙，就是要你要去做啊，不是说叫你在那边等56亿年以后再来做啊，不是那个样子是我们呢要了解到这个佛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现象不同事情来启发我们，让我们呢能够呢当下就了解当下就已经是不是在等那个56亿年了因为我们要了解说凡人尤其科学家都是以眼见为凭，要呢已经看到才算了。那我们就想以现在人的身体可以不用呼吸不用吃饭，可以经过56亿年，那已经是什么？就是常住。那我们呢要了解说我们当下都已经是常住，因为常住的意思就是没有来也没有去了。我们来从哪里来？各位姐姐，我们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我们从里天来要回到天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就已经是常住了。所以我们在讲说时事古今不离当年。时事就是过去式、现在式跟未来式。那过去式又有3世，现在式又有3世，未来式又有3世，那合起来9世，加我们当下一念一世，这样叫时世。古跟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一个念头，这样知道吗？过去式它有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我们现在式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未来式有过去式、有现在式、有未来式，9世。然后加我们一念，就叫时世。时世呢，古今，古时候跟现在就在我们当下一念，一念之中计备万年。所以56亿年以后，也就是现在了。还有吗？还有5分钟，太短了，你没有说太短了，给你们太长了又不问。好，请说。电视可以看到，他们叫我们也都在研究六祖坛经，那年以前也是在教门出来的。他们不承认我们一贯到后来的18代祖师，因为后学曾经也认识一个教门的，他们是另外一套六祖坛经以后，不是我们现在的18代祖，你认为呢？因为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到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见解啦我们也不要去强辩那六祖强调说这个道不在争不在语言方面去争，要在实际的你有那个作用，有那个功能，有那个本体呈现，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能够让大家公认的上天的指派那个一代一代的祖师有传承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去考据追寻，这个都不可以骗人的啦
骗人哦，因为我们要了解到，骗人的那个它不会很宏展，它宽广不起来。那现在我们了解说，我们佛老师呢，最幕后一早，所有的知天仙佛都打当助道，所以才有办法办得很宏展。假如说不是呢，这个仙佛在打帮助道，我们人哪有那个能耐？要办的这个全世界都能够普遍的话，那个不可能的事啦。所以这个是上天办的事情，那我们呢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大家呢都把不生不灭的佛性修得很光明，恢复到本来。我们老师呢就是大济公我们都是小济公，能够呢度化众生呢，使众生呢离苦得乐，这个是最重要的。那些分门别派我们倒不用投入那个心思那个投入进去一肚子气不需要我们就点点的好，以为做大的去大，都不用去辩论，那个都无关紧要。还有2分钟，还有问吗？好，请说。有讲师好。好。那个有讲师在讲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跟我们这里百物不施，当令愿解，就是有什么差别？对。好，请说。对，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说明，因为百物不施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起心动念，刚才我们有讲到六祖说的，是我们真如能够起念。它百物不施，百物不施就是要把这一些念要把它遏止就是要遏止它。那我们的万缘放下是放下外面的所有万缘，并不是把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要把它扼杀。这样能够分别吗？有没有能够分别？万缘放下跟百物不施是很不同的那个情景。我们那个是万缘不攀缘，不攀凡尘的万缘，可是我们保持那个以知法相都能够了了分明，可是我们不起心动念，是这个样子的，是很灵活的佛性都保持在。那个百物不施是要把它扼杀，把佛性的功能作用不让它发挥。这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六祖为什么那么反对我们凡人去打坐，就是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呢，我们的真如本体非常的奥妙。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那个真如本体非常奥妙，它起心动念，所以不要去把那个念扼杀，不用不断烦恼进入内盘。我们就是能够了解到本体本体了解以后我们从本体发挥，那个才是正确的。你本体都不要了，本体的功能作用都不要，当然连本体也不要了。不要的话，就是一念觉念觉这个已经不在了，就要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就是你这个佛性已经把它扼杀了，你这个佛性要到别的地方去受生了，就是那个意思为什么六祖那么反对我们凡人打坐？就是不知道真理，打坐是错的越做就越错。这样了解意思吗？下课。谢谢。就开始这个讲解六祖坛林。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哪边呢？50页哈，这个是50页的最后第2行嘛。哦，善知识，哦，这个忏悔完了以后嘛，是不是？哦，施弘愿以后，这个善知识呢，既忏悔语，就已经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之中呢，我们了解很多都是不知不觉的一些过错，我们呢不知道，所以要就是要时时刻刻呢都要能够有忏悔的心，有知足的心，这样呢我们才时时刻刻呢都会活在天堂一样。忏悔了以后那么以善知识发这个四弘誓愿，就是四弘愿我们的这个修道人都需要发的这个四弘愿。那么各须用心正听，就是要正确的来了解它里面的这个含义。自心众生呢无边誓愿度，六祖呢又把那个四弘愿呢这加上呢我们这个自心它本来呢原来是只有众生无边呢誓愿度，本来它的原来四弘愿是这样，它六祖又加上2个字自心，就是我们自心的众生度化外面的众生那个倒在其次我们自心的众生要先度。一个念头就是一个众生所以我们自心的众生无边非常多念头非常多。那我们自己自心的众生呢，要先把它度，都全部度到清净的彼岸的，这样我们呢佛性就清净了，就可以发挥它无边的那个利用。自心烦恼无边呢先断，这个烦恼无边事业断呢也是在自己的自心自心产生烦恼，我们的心的烦恼要呢先把它断除。自性法门呢无尽誓愿学，这个法门无尽无量的法门，我们呢要誓愿学。那在我们自性之中呢，我们要了解说，所有的法门呢都是在自性之中，所以我们誓愿学。那自性呢，无上佛道誓愿成，无上的佛道，就是成佛的那种果位在我们自性之中，我们要誓愿成，一定呢要成就。所以只要我们对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能够透彻了解，那我们就有信心绝对可以成，可以成佛，时间早晚一定呢可以成。这个呢是四弘愿。善知识大家呢起不到众生无边的誓愿度，六祖就讲说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众生无边的誓愿度四弘愿的第一个怎么到？六祖就讲怎么说呢？那个内容是怎么说呢？且不是呢慧能度，不是呢这个祖师一代的祖师来度化众生。善知识心中的众生呢所谓的邪迷心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自心的众生那个不正的那个观念全部呢都是心中的众生。邪迷心、狂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呢，尽是众生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全部呢都是众生。所以我们了解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尽可能的不起心动念。我们呢不起心动念都是在那个
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当中，都是觉，没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是不觉，不觉就是无明啦。所以我们了解时时刻刻呢都是要觉。那么各悉自性自度，我们自己本性呢自己来度，自己的心呢自己来度。所以所有的那个负面的不好的心我们前面都把它呢度化，让它呢都变成好的，是名真度。这个呢就真正的在度。所以修道呢就是要先能够修自己，自己修好了，自然呢我们周遭环境会变化。跟我们在一起的亲朋好友，看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呢他就会学。所以有时候呢不用语言的文字人家呢就会效法了。那么何名呢？自性自度。六祖又讲说什么呢？叫做自性自度，即自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众生呢，将正见度。就是呢我们心中邪见，只要是呢六对六尘产生六识那全部呢都叫做邪见。所以这一个观念我们凡尘的人士都不容易接受。为什么这样是邪见呢？那佛有解说了，说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都是因缘际会，它会时时刻刻变化。那我们的心不是那个样子不是时时刻刻会变化，时时刻刻会变化的是妄心。那我们那个妄心产生出来的见解当然就叫邪见。所以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这一些呢都是很自然而然的产生可是我们都不承认，不认识，不知道知道这个是不对的都以为是正确的所以认为说是正见。那正见呢我们就要了解正知正见就在我们这个把心中的所有物跟事革除以后所以那个呢就套用那个儒家讲的格物物已经革，把心中的事跟物革除，心中没有物，心中也没有事，这个时候心中就清净了。那心中清净以后那个从佛性本体产生的那个念头叫做正见。各位了解吗？正念的产生就是从佛性本体直接生发，那个才叫正见。那我们不是，是从根尘相对产生，那个是邪见。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日常生活都是根尘相对。我们眼睛看到形象的产生念头，那个叫邪见我们耳朵听到外面声音，然后才产生念头，那个就叫邪见我们鼻子闻到气味，想到吃，那个都叫邪见，不正确。那正确的呢，就是心中没有事，心中没有物，已经没有。心中没有的时候心中清净，心中清净没有念头，没有念头，那个就是我们的正念。从正念而来的，那是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出来的就叫正见，也叫做佛知佛见，佛的知见那我们不是要开发佛的知见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是要开发佛的知见，就是要这样子做把心中的事跟心中的物全部都去掉没有了心中没有事也没有物，心中清净。那心中清净呢，我们佛性本体发挥，那发挥出来那个叫正见，正确的知见所以我们在那个37知道品里面最后一个那个八正道的第一个正见
正确的见解就是这样来。那由正确的见解，我们呢，进入思维。第二个叫正思维，然后第三个呢叫正念。正念都是没有念头了，没有念头叫正念，有念叫邪念了，还没有念头正念。然后我们从正见、正思维、正念来讲话，那个叫正语，正确的语言都是符合真理。所以那个八正道是要我们回归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这样听得懂吗？那我们接着从正语连带下来就正业，身口意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清净。那身口意都清净就叫正业，正确的我们的行为。然后呢，从正业呢，我们再完成生活。生活呢，正当的职业赚的钱不是那一种不正的方式得到的金钱都是正确的，没有偷，没有拐，没有骗，没有用那一种观天文地理，然后呢替人算命，没有用那一种下九流职业，这个呢叫正命，就是正确的职业。然后呢，再接下来我们要正精进。最后一个是正点。所以那个正精进就是要进入到不生不灭了，才叫正了。那假如说我们有时候很努力，可是有时候就很懈怠，那个是相对的不算精进，所以要加一个正，正精进是已经走入不生不灭。所以这边呢，这个六祖就讲说，我们呢要用那个正见来度我们心中的邪见、烦恼、愚痴众生。我们心中呢都有邪见，都有烦恼，都是愚痴就是无明。我们要把这一些都认识。我们认识以后就是等于去掉去掉这一些邪见、烦恼、愚痴。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呢就不会沾惹，那不沾惹就心中清净，心中清净就恢复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已经恢复回来。那么既有正见呢使般若智打破愚痴迷妄的东生。我们既然有正见了，就要使般若智，因为从佛性本体生发的那个叫般若，般若妙智慧叫般若智。我们用这个般若智来打破愚痴迷妄的众生。只要我们从佛性启发出来的妙智慧，那个呢很好用从佛性本体发挥出来，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智。那我们佛性呢是理，理跟智它是合在一起，理智一如，是相同的。一个呢是本体，一个是妙智慧。那我们呢就是从佛性发挥那个妙智慧，来打破愚痴迷妄的众生。各个自度我们都是各自己度自己，邪来正度。我们有不正确的那一些见解来的时候我们用正用佛性本体把它度化。迷来悟度，迷昧一来了，我们用领悟把它度化。愚来自度，愚痴一来了，不了解这个真理的，我们用般若妙智慧来度。恶来善度，如是度者名为真度。这样就是真正正确的已经把它度化。那么又烦恼无边誓愿断，这个第二个，第一个是众生这个无边誓愿度。
将自性呢般若智啊，辞却，希望思想心事业，那个烦恼无边呐，我们呢誓愿呐把它断掉，断掉呢我们那个烦恼，无边的烦恼，因为烦恼的产生啊，都是我们想，住在形象才会产生烦恼。那假如说我们知道形象呢都虚幻不实在，它呢无常变化，一直呢在无常变化，那我们就不住相了。那不住相了以后啊，心啊就可以啊自由自在。因为住相呢，心才不自由自在。那我们呢了解相假的，假的呢虽然相是有，可是我们心啊都已经可以离开相了，那这样呢就没有烦恼。等于我们能这样用啊，就是那个啊般若妙智慧的呈现。能够这样用呢，就是自性啊，般若妙智慧的呈现，可以呢辞却虚妄的思想心。所以我们了解说，日常生活呢，我们所用的心啊，都是虚妄不实，不实在。这个呢，第二个。那么第三个用呢法门无尽啊，事业学。那么悉自见性啊，常行正法，是名啊真学。所以这个法门就是成佛的方法。从我们了解呢，这成佛的方法有非常多，非常多的法门无尽啊。我们的这个虚愿学，那么呢一定要呢不离心性，要呢自己见自己的本性，见到我们本性，见到我们真心，真心本性呢都能够自己见到。那常行呢正法，所行持呢都是符合真理，那个呢常行正法，是名呢真学。这个呢学真真的在学。所以我们时常也会用到这个你要认真哦，认真哦。各位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听过？我们有没有认真？我们都认假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在完成那个认真都没有，都是认假。在假的形象上面我们很用心。对真的佛性我们都因为没有形象都把它忽略所以都不认真，都认假。只是在讲的时候时时刻刻我们交代别人你要认真哦，尤其对自己的那个晚辈这个子女一定你读册要认真哦，有没有都是要叫他认真，对不对？他都是认假，所以差别就在于我们的认知不够，我们知道不正确都是认假。所以从这个幼年，然后呢慢慢的青年，我们都有经过那个学生的阶段，有没有？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学不学生学不学？还是要学死？我们是学生呢，还是学死？我们在凡尘就是要了解到就是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学死啦。这个学怎么样死比较这个复合价值。各位有没有想过怎么样死比较符合价值？都会死嘛对不对？那我们要学怎么样死会比较符合那个真正的价值这个死有时候呢好像呢这个鸿毛很轻，可是有时候好像泰山很重重如泰山所以那个生死很关紧要。所以我们在这个了解说为了要完成我们呢对真理的那一种透彻要贯彻真理，有时候会
为真理而死，那个就重泰山了。那假如说我们看清自己的生命啊，然后草草把它结束自杀掉了，那个就鸿毛很轻啦，也都是人道修成。有人的身体竟然不修道不脱离这个苦海，所以要了解说，到凡尘来都是有使命任务啦。一方面呢，我们被业力推来；一方面呢，我们都有那个愿。像那个新年各位都会唱嘛也都有听过对不对？他不是有讲吗？这个在老母年前啊，我们不是有立愿吗？有没有？要把这个理想实现啊？有没有？各位都忘了啦，有没有忘掉了啊？会想说那我哪拢无印象？大家在老母年前立愿，有没有？有没有立愿啊？各位，现在我们要知道我们落入凡尘最开始啊，那个佛的本位，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那个时候啊，我们到凡尘来那个时候都有立愿，都是我来凡间佚佗者就回来，都有立愿都要回去啊。可是，一到凡尘来以后啊，迷恋的凡尘就忘了，就不想回去了。那假如说我们努力来研究真理啊，就会了解说真的需要我们需要回去。然后回去呢就是要带所有的一同下来的兄弟姐妹啊，全部把它带回去啊，所以有立这个愿。可是我们久了都忘了啦，那已经千生万世了。各位在凡尘生了几千世了，在凡间佚佗偌久啊？老师不是有跟我们讲过吗？我们这个圆会是6万年了3个圆会呢？多少？久了因为我们这个圆会在上期的圆会啊，上期那个圆会啊也没有修成，在上期那个圆会啊我们也没有修成在上期那个圆会啊我们也没有修成所以已经不只有6万年了，6万年是一个圆会，所以要了解到南极老先生来的时候时常会讲说，自从我成道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几次了？那我们看到几次？我们都没有看到，对不对？所以就知道说，我们最起码也7次没有回去的。这一次愿不愿意回去啊？所以要努力努力呢，把心中的物跟事革除。因为我们格物了以后就会自知。那个自知就是使我们的知见正确，就是正确的知见那我们的知见正确，格物自知，然后就成义，那个义就很沉。那义成了以后我们就身修，心正了。义成以后心正，心正以后呢就身修。然后身修以后就家齐，家齐以后就国治，国治以后呢就天下太平，对不对？所以最开始第一个就是格物，格此物义把我们心中的物跟事全部都去掉，这样会不会？我们心中有没有物？有没有事？都有啦。我们就是被这个事跟物放在心中，所以性才不清净这样了解吗？那我们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把心的物跟事把它革除，让它呢不占据呢我们的心。既然都不占据我们的心就清净。那心一清净就可以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回来。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自己的心被凡尘染得污垢了，五颜六色染得很多所以不清净。那现在呢，我们说原来要使自己的心清净。各位浅显，什么叫清？一尘不染嘛，不是有讲过吗？可能都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什么叫净呢？对，就是一念不生啦。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就清净了。心一清净那就回到本来。这样容不容易？竟然也不敢说了，很困难吗？重点就是在我们有没有心要做了。他说我们有心做的时候就不困难，只怕说不想，想不想成佛啊？这佛学讲课讲了20几年，从没有喝过开水。在我们这个地方很特别。所以从格物开始就可以平天下。那我们要了解那个平天下是我们性分之中的天下。性分之中全部呢都天下太平。全部呢都在我们这个性分之中。又无上佛道誓愿成。那么既常能下心行也真正。这个无上就是最高的了，没有比它更高的。无上的佛道誓愿成，一定呢要有那一种很大的决心意义一定呢要成。我们认识真理了，明心见性了，那个绝对会成佛了，时间早晚我们呢这个假如说业障比较多的话，那就会比较晚一点要去除掉这一些业障。那假如说我们呢都时时刻刻使自己的心都清净，那就会很快很快呢就到达佛地进入真理世界。所以这个无上的佛道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一定呢要成就。各位有信心了没有了啦已经第12次了，已经有一点懂了对不对？有一点点懂了。那现在呢我们北部呢浅显又有DVD 又有 MP3 我们可以时时刻刻复习，这样会更快北部也浅显也都这样用了一直在反复的听就会懂了就会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会进入。所以各位拿回去听，然后又都拿回去给亲朋好友很多啦一直无限量供应，就怕我们不拿。竟然上次说要个拿修什么剩下那么多一箱有50套，3箱有150套然后这个礼拜又寄2箱，1箱就是单片的啦。之前有拿他没有上礼拜的，所以你就拿单片的单片也有300片，有拿的你就拿。那我们这个礼拜讲的，下个礼拜就有，下个礼拜你就又都拿，这样大家可以传播了，这个叫成全成全所有我们兄弟姐妹。他们有的没有时间来听嘛拿回去给他看给他听这样他也有机缘又能够了解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没使按多嘞，听得懂意思吗？
暗斗什么意思？自己好就好了哈，不管别人，那个叫暗斗。哎，那我们这个好互相要通报，假贺道相报，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假贺道相报各位呢都拿，因为我们北部的前线啊，他都是开始的时候先拿一套自己看自己听，然后过没多久要一套给朋友，然后过没多久要2套，要比较远的朋友，再没多久爱4套，这样的一直增加，因为我们都会会想到谁啊然后就想拿给他，那个样子，他或许也是鼓励啊，都拿，只要呢我们看到说没有了，就会记下来，不要怕不够了，只怕我们不看，不去存钱呢，我们兄弟姐妹，你肯的我们都会记下来，绝对够。那鼓励各位啊去买那个MP3 的那个机器，就是那个手提的收录音机啊，那个现在一部那个 MP3 才500-600块而已啊，很便宜。好一点的才1000多块。因为那个 CD 啊，我们一片的 MP3 最少要10片的 CD 啊，10片的 CD 容量还达不到1片的 MP3， 所以我们1片就好。你要 CD 就要10片。以后我们讲的话讲到假如说到20次啊，会又做第2片的 MP3， 你 CD 呢，你就要20片的。那往后我们一直讲到一两年下来啊，你要多少的 CD 啊？已经1拖拉库啊，非常多了。你 MP3 不用，它一片可以容量到30个小时，30点钟啦。咱 CD 就有法度容纳1点钟，才1个小时而已啊。所以我们要去买，现在很便宜啊，500-600块就一台啊，放了都会听的。那个影片放影片的那个 DVD 啊，一台900块呢，900块了。你买一台，等下就看那个袂记哩啊，就可以看得很久。一放进去，那个尖端一插在电视啊，就可以切出来看了。可以反复看，看到你懂为止。捌啦，我知呀。这个捌啦就很亲切啦。就会知道说原来是这么简单啊。像或许那个时候啊，从13岁开始到43岁啊，怎么这么简单？那安尼尔啦，就在当下。上个礼拜我们那个郭讲师不是问说我们弥勒祖师不是要下生嘛等56亿万年，对不对？那我们呢，从真理的角度来看，14古今啊，不离当念。我们不是有讲3世吗？3世之佛有没有？3世啊，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3世。然后3世它各有3世，过去世有3世，现在世有3世，未来世有3世，那个是真理里面具备，这样9世了，对不对？然后再加我们现前一念就刚好10世啊。那10世古时候跟现在10世古今不离当念。我们当下的念头啊，它具备了万年，所以不管多久之前，不管多久之后，都在我们当下这一念啊。这样懂不懂？所以我们当下这一念啊，重不重要？所以我们活在当下，重不重要？所以56亿万年以后就是现在了，就是当下这一刻。
所以弥勒祖师已经下生了，这个是真理的，哦，现象有了。可是呢，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走入真理世界，走入真理世界啊，没有形象，可是我们都了了分明，这样了解吗？我们要追求啊，就是追求这个了了分明，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了了分明。现在就具备啊，有没有啊？可能这个没有时常这个接受啊这个真理，所以听到以后呢，内心啊会很震撼啊！那安呢，我们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过来看，我们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它没有念，它离开念头。这样我们在修持的过程要离念就很容易啊。佛性本体没有念，它是离开念的。那我们这个念啊，就是所有念都不起，所有念都不起，这一念具备了万年，万年前、万年后都是这一念，都是这一念。我们起心动念就已经离开这一念了，就已经不是了。这样懂意思吗？所以当你这个听了以后，你再反复看，又会反复听啦。听到你原来是这样，懂了。那只要我们现场一讲，过去啊，对不？过去的印象无深啦。你若个第二听到作息的时阵啦，你就会行入迄个真理的世界。你走入真世界以后啊，我们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所以可以把它记得，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万年就在我们一念之中。这样听懂意思吗？懂不懂？万年就在一念之中。我们都住相，所以走入身体，身体有生有死啊，对不对？所以那个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啊，就体会不出来。一定要走入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才能够体会说一念万年，万年一念。那我们已经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这个身体的现象，身体的消失，就已经呢不关我们当下这一念。这样了解意思吗？反复看，反复听，既呢常能下心，就是呢我们既然能够常常都低心下气那个下心就是低心下气，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没有骄傲。可是我们人就是有我相，我相在都会不知不觉的骄傲。那我们呢，假如说能够这个下心低心下气呀就呢能够跟真理相应。那在生理来讲，我们的心始于火，我们的肾始于水，水是往下流，火是往上延，往上烧所以心火，我们不是时时刻刻看到心会加多，有没有那就是生气的时候了心火呢往上延，然后我们的肾水就往下流，两个就一直离开心火往上，肾水往下，是不是容易死掉了？那我们能够低心下气把那个心火往下压到肾脏之下来烹饪我们那个肾水，那个水一经过火一烧会怎么样？就变成气对不对？或许有一次那个时候烧开水，那个时候没有那个饮水机用那个地锅加滚水竟然把材料挖出去下可以记哩啦，
袂记讲咧遐滚水啊，遐到吼，迄地沟的水拢干去啊，都干了哦，连那个地沟嘛，甲浮甲红红哦。去看到那个地沟的时候，哦，那边呢红红的，赶紧哦，我是进去也定掉，内底什么水都无，就是被火烧光了。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吼，那个我们那个心啊，能够低心下气啊。低心下气在我们生理来讲，就是你把那个心火下压，它呢会烹饪我们肾水，肾水受到心火的那个烹饪，它就转变成气，气呢会任转全身啦，所以在生理来讲，就是对身体有帮助啦。所以你看那个时常发脾气的人啊，他的寿命也不长，他的形象也不好看，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心会真多，拢去反正倒啊打去，所以那个枯干了，疙瘩，听懂意思吗？一定是脸色黑，然后又瘦瘦的，时常生气呀。所以那个胖胖的人倒是没有时常生气才会发胖，时常生气都胖不起来。那么行以真正行的时候就真都是正确，都是正道离迷离觉，离开了迷昧，然后也离开我们那个妄觉。我们了解到觉呀我们讲觉的时候呢，大部分都会想到佛性啦。可是觉在我们身上是生昧的，我们觉得冷，觉得热，觉得肚子饿、肚子饱，那个觉它是属于生昧的。那么这个离觉就是离开我们那个生昧的觉。像现在那个外面都在卖那个那个炸鸡排啊，你只要说从旁边走过去你会闻到说很香，对不对？是不是觉？这个觉会引起怎么样？想去买来吃，对不对？我们就是要离这个觉要离，要不要离呀？就是不要去去迷那个味道。所以现在有很多很胖的就是很喜欢吃那个啦炸鸡排，那个都是从那个美国直接用人工柜进口，那我们台湾就这个买来吃啊，那个味道都很香，小孩子也很喜欢吃。他吃了以后因为他们都用那个生长激素促成它生长，然后才赶快卖钱。然后我们把它的肉吃进体内在我们身体里面它也在生长激素促成我们生长，结果一个人就变成2个人大，很胖。所以你叫他说不要吃了，你那么胖可以1-2年不吃，就会瘦下来，大概1-2年不吃就死掉了啦。要他不吃都那么胖的孩子在吃，那个就变成不知不觉的一种习惯性，不知不觉，无吃都动不掉，肚子还就饱。可是有没有那个经验？肚子已经很饱，嘴巴一直想吃，有没有？有没有那个经验啊？怎么办？是满足这个口欲呢，还是听肚子的话？那个讲怎么样？能够有理智那个讲，那个很难得要有很大的那个恒心毅力，才做得到，不然拢会讲无搁吃一块再吃一点点吃一个嘴巴甘甘安就好，对不对？
我们人呢都会有这一种情形出现。所以呢，我们要离迷啊，离觉，长生呢般若，就是要有那个本性啊所具备的妙智慧啊，要使它呢时时刻刻啊都能够生发。只要我们呢有那个般若妙智慧啊，我们所有的那个行为啊都在真理之中，不会偏离的。就怕我们没有般若，那没有般若妙智慧啊，就会被现象诱惑，我们就造了业，结果呢就受了苦。那么持真呢持妄即见佛性。这边呢那个六祖就讲这个真，因为是对妄立的真啊，所以这个真不真，有相对的都不真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它是离开两边，没有相对了，所以要持真持妄，真跟妄啊都把它持掉，没有真没有妄，这样了解意思吗？没有相对啊，没有相对，那个才是我们要追求。即见的佛性，没有两边的就可以见到佛性。即言下呢，佛道成。那个言下就是当下，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十五经啊，不离当念，那个言下，言下呢就是我们当下，当下就是言下。所以呢，六祖都一直鼓励我们呢，就可以做到的言下呢，佛道成。那常念修行施愿力法，我们呢要时时刻刻啊，都呢要想自己啊在修行，一定要啦。佛性本来有，可是我们不修就成佛，所以一定要呢修行。修行是辞掉我们累世以来的那一些我们这个习惯性，不合真理的习惯性要把它除掉。所以要常念修行是愿力法，是我们的那个愿力我们呢从这个理天下来的时候都有着愿力。善知识今发是逢愿乐已经呢众生呢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呢誓愿断那个呢佛道无尽誓愿学，然后呢无上呢菩提先成。四弘愿已经呢发了。那么更以善知识受无相三皈依戒没有形象的三皈依皈依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依赖我们要来依赖什么？就是呢皈依。善知识皈依觉那个觉就是佛啦，皈依佛就是皈依觉。六祖把它换一个名字皈依觉，两足真就是比较上尊贵的这个两只脚呢最珍贵的。那么皈依正这个正就是法，皈依法离欲真，已经离开欲望没有那一种欲罪莫大于可欲，欲就是最大的罪过。那我们呢就是不要有的一种这个欲望，没有欲望呢时时刻刻呢都知足逼就知足就常乐。那么皈依见，这个见呢就是生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就是三皈依啦。那就主动把它转过来，转到我们身上来，皈依觉、皈依正皈依见三皈依也都到我们这个自身自性来众中尊众人之中呢最珍贵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皈依觉就是归到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皈依正这个正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就可以离欲离开呢那个欲望，离开呢完成的诱惑。那么皈依见这个见
我们就是了解是生是我们的行为，那我们的行为啊是很清净，很清净的话，自然而然啊就可以啊回到呢本位都是佛，所以这个是三皈依。那么从今日去啊，称觉为师，从今以后，我们呢称觉为师为老师，更呢不皈依啊邪魔外道，不皈依啊那个不正的那个邪魔外道。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啊，正的那个诱惑力量呢不大，那个邪魔外道的力量大。所以我都会被他诱惑，那我们不要不要听呢那一些呢邪魔外道那一种这个内容，我们要以真理为依归。那么以自性的三宝常自证明，我们用自性三宝佛法僧呢都是自性三宝，我们呢常自己来证明欠善之事呢皈依自性三宝，就是呢要这个皈依自性的三宝，佛法僧，佛则觉也，法则正也，僧则净也，所以六祖呢把这个名称这个转到我们身上来，自心呢皈依觉，邪迷不生。我们的自心呢皈依觉了以后那个邪迷都不生，少欲知足。欲望呢很少，都能够知足，这个就是有般若妙智慧啦。有智慧呢，我们就少欲知足。了解说凡尘呢，我们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所以不要一直去追外面的物质。我们生活之中呢，都能够过得去，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遮风避雨，也就可以了。因为来凡尘的时间都不长，都不超过100年，很快呢，就跟凡尘说再见了。所以不要投入凡尘事，被凡尘染得五颜六色不值得。我们呢要把本性呢修得清清净净。能离财色名两足真，能够呢离开这个财，离开色。所以我们在凡尘大概是2个字对我们的诱惑力最大。这个财跟色这2个字最诱惑我们所以我们最容易就陷入深坑也就是这2个字。那我们要透彻认识它是假的。钱财我们带不走，生也没有带来。那色呢？那个是更是误会所以为什么他们印度的一些修行人能那么坚定的这个修道，就是因为他们有环境可以使他们能够去观察。他们有一个尸灵尸体死掉以后没有埋葬。然后拖到那个一个地方都堆积尸体的地方，就是要布施给那一些野兽吃他们这个修道者就到那个尸体的地方去观察那个尸体的变化。我们人死掉1个礼拜以后身体就会膨胀。2个礼拜以后它就裂开了，那个里面血水它都流出来了。3个礼拜以后我们那个肉它就生虫吃肉。4个礼拜以后那个肉都被虫吃了啦，就剩下骷髅剩下我们骷髅。然后呢到几个月以后因为是风化，那个骨头拢腐起假如说我们把它埋葬起来那腐起都要2-3年较慢。你放在野外它是很快就风化了。风化以后风一吹就变灰尘了。
所以他们可以亲眼看见整个身体的变化。所以我们在说爱这个色，男女之间很相爱。你去那边看看以后再想他尸体的变化，爱不爱？爱不爱？那个很吓人的嘞。尤其那个血水崩开以后那整个都已经不认得了，整个形象都变了所以要了解那个真的是观身不净身体很肮脏，肮不肮脏？所以我们各位先生，我们内心都有一种自体爱，自己很欣赏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没有啊。那个是比较内心深处的一种思想，都会这个叫拢门户关关的，家己来照镜，欣赏自己所以我们了解说，对身体都有某一种程度的依赖。那我们修道就是要了解说，身体我们是要借它来修真，所以呢，用般若妙智慧来指挥身体的所有一切行为，这样呢就是借假在修真不要被这个假的身体拉去享受因为我们呢对色声香味触那个感官的刺激都很迷恋。所以男人他一赚钱了以后，他要去找那个花粉味，听懂意思吗？他可以一掷千金，很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一闻到那个花粉味，就好让后你很慷慨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耳闻所以那个叫感官的刺激要赚钱最好赚的就是这个钱最好赚尤其要赚我们坤道的钱就是化妆品。你看这不久不是都那什么百货公司在什么周年庆嘛，有没有？都是化妆品大家抢着要了。都是很贵的，我都讲这个等到大家拢叫你阿嬷，那个时候大家形象拢赶快所以也不用什么化妆，那个时候你再怎么化妆也不会漂亮，大家变成阿嬷的，一定都是这样，很快的你看幼婴开始然后就叫小妹，然后真紧小姐，真紧欧桑，真紧欧巴桑，不来阿伯快不快？很快哪一个也逃不了，都是这样嘛，看他透彻嘞，你免化妆啦，唔免。迄拢假了你甲洗洗清气最漂亮的那个卖化妆品的骂死我了。假的啦身体都是假的，所以呢不要呢在身上用功夫，一定要在心性在心性呢用这个功夫才是正确。自心归一境，一切的尘劳爱欲境界呢自性皆不染着。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归一境了以后
皈依清净的我们的真心呐，一切的尘劳，凡尘的劳劳碌碌爱欲，不管是爱还是欲，那一种境界呢，我们自信都不染着，不会去染。所以我们凡尘要我们染真的是很快。我吃荤饮酒，假如说我们没有抽烟没有喝酒的人真的是也体会都不出来。那个荤有什么好吃嘛？歹食到死酒有什么好喝嘛？啉了还蒙醉蒙蒙。可是你看一抽烟的要他戒好像要他的命。爱喝酒也是一样。一染了以后就不容易去掉。所以我们了解说为什么有的很好修，有的就很难修。就是假如说我们全部都不染污垢是不是很好修？修得很快，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染五颜六色了，好不好修？就很难修所以就不一定有的很好修，有的很难修，就看它累世之中的那个染尘的程度，染完成的程度很深就很难修像我们也没喝酒没抽烟，要我们来戒烟戒酒容不容易？容易，这个好这个我马上就做到了那假如说他们已经抽了几十年，喝了很久的时间，你要他们戒烟戒酒容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就是差别在这里。我们都时时刻刻都很清净，修起道来也就很快那假如说我们赶了很多没关系，只要你认真理了，只要你努力去做了，恒心毅力切力了，你可以成也不怕收不到，只怕没有心所以这个心很重要只要你切定了，就可以达成。名重中珍重最珍贵，若修此行是自皈依，凡夫不会我们自皈依自己依到自性来，我们凡夫呢都不会从日至夜，从天到晚上受三皈戒受这个三皈依的那个戒律。若言皈依佛假如说我们讲说皈依佛，佛在何处佛在哪位？各位请写佛在哪位？因为这个我们讲现象佛在哪里？佛是没有形象，对不对？就在我们心中嘛。所以佛在自心心外无佛心外都没有佛，佛在我们的自心之中。若不见佛，凭何所归？都无看到佛，你要皈依佛所以这个呢言却成妄，变成妄言无看佛来要皈依佛可是我们自性虽然没有形象，可是我们可以了了分明，对不对？皈依我们那个觉就是皈依佛了我们的觉时时刻刻保持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没有沾惹凡尘的尘垢这样呢就是已经皈依我们心佛自心就是天真佛。善知识各自观察，莫错用心我们也要各自观察，不要错用心。经文分明言是皈依佛，不言皈依他佛所以经文有讲说我们要自皈依佛，自己皈依自己的天真佛，不言皈依他佛，不是外面的佛外面的佛是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我们来效法。自佛不归无所依据我们自佛自己的佛不归的话没有所依所以我们依赖在外面那个不对不正确
今既呢自悟啊，能够自己领悟，各须啊皈依啊自心三宝，皈依我们自心的佛法身。佛就是觉了，法呢它是般若妙智慧，身呢就是我们的清净行为，所行持出来呢都是清净，是自心的三宝。那么内调心性啊，外敬他人，我们自己的内啊就调心性，然后呢外面表现出来啊，尊敬他人。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尊敬他人就是供养之佛啦。所以只要我们对众生呢都尊重、都恭敬，这样叫呢供养之佛。我们呢对众生埋怨，对众生不满，那个叫做诽谤之佛。是维摩诘基数讲的啦，维摩经里面有记载，不是后学说的。是呢自皈依也，我们要自皈依。善知识既皈依啊，自三宝净，净就是完了，已经皈依好了。各个呢自心依我说呢，一体三身，自现佛。令汝等见三身啊，了然自悟啊，自现，自己呢能够领悟啊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总随我道，这个要呢那个会场的跟六祖一起念。以自色身呢皈依清净啊法身佛，在我们这个色身啊，色身的里面啊有一个清净的法身佛，不用呢把这个色身破坏掉，不用。色身的呈现啊，就是因为有法身佛在。有法身佛在呢，色身呢才会出现。那么以自色身呢皈依圆满报身佛，在我们的色身呢就皈依圆满报身佛。这个果报身啊，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呈现的也是果报身，我们造了业以后呈现的果报，所以自色身呢皈依啊，我们是还没有圆满嘛，可是呢我可以皈依我们这个报身佛。以自色身呢皈依千百亿啊化身佛，在我们这个色身皈依啊千百亿，因为我的行为啊一表现出来啊非常的多了。在日常这个行为之中啊，假如说这个在马路啊有那个小孩子要过，车子很多，你把他牵过马路啊，这一个行为啊就是一个化身啦。所以我们什么的行为，都是我们的化身，这样了解吗？行为是不是很多？是不是化身很多？所以我们自己的色身啊，就可以看到化身佛。善知识色身呢是色宅，色身呢就好像房子一样，不可言归啊，不能讲说呢。归到呢这个房子来。那么相则啊三身佛，我们呢相面向的那个三身佛在自性之中啊，我们面向的三身佛就在我们自性之中。那我们自性没有形象我们身体啊色身代表因为呢佛在，色身才能够有行为动作，对不对？所以我们从色身上啊见到法身，见到报身，见到化身，这样了解意思吗？再多欣喜也好，没关系。汝等听说世人中有这个在自性中呢，世人中有，我们凡人一定都有。为呢自心迷啊，不见内现。我们自心都是住相，所以迷灭了，不看到呢我们自心佛性不见内性。外密三身如来在外面要找那个密就是找找呢三身如来，不见呢自身中有三身佛没有看见我们自身中呢就有三身佛汝等呢听说令呢汝等于自身中见呢
自信呢有三身佛，所以六祖啊要会场的这一些呢听六祖讲，说呢他要让呢大家能在呢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那么此三身佛从自性生，这个三身佛呢从我们自性产生，不从外得。那么何名清净法身佛？什么呢？叫做清净的法身佛。那么世人性本清净，我们呢所有众生呢性本来就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这个万法呢，都从我们呢这个自性产生。思量一切的恶事即生恶行。所以我们之前都有讲过说，这个小心你的思想。我们这边是没有背下来，北部的道亲呢都有把这个背下来。因为我们的行为从思想来，对不对？所以小心我们的思想，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它不久就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融入思想，这样就圆满的。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过去有讲过了，只是没有要求各位说把它背下来。各位呢现在可以借着那个这个 DVD 借着 MP3 把它背下来。你只要能够了解到这个内容，按照内容来做，就可以在真理世界之中生活。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思量恶事就会生恶行。思想怎么想，我们就怎么做了。这个不知不觉的。那么思量一切的善事即生善行。我们想好事呢，就是变善行了；想坏事呢，就变恶行。都是自然而然。那么如是之法在自性之中，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自性之中。如天常清日夜长眠。假如说这个天呢没有乌云，常常呢都很这个清的时候，那天清这个日夜长眠就很光明。为浮云覆盖覆上明下暗。假如说呢有这个浮云浮云盖覆了覆盖了以后上面云的上面是很光明，可是云的下面竟然是暗的。那么呼吁这个风吹云散，遇到呢这个风吹云散上下俱明，把那个乌云吹开了。所以我们了解呢这个风散了以后风吹乌云一散开以后就整个光明又恢复了。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修持。我们经过修持以后就好像有那个风吹那个浮云，万象皆现。这个很光明这时候万象呢都呈现。那么世人的性常浮有。我们凡人这个性都是飘忽不定性呢都是常常浮有。如彼天云，好像呢上天的那个乌云一样。善知识自然如露。我们的那个智慧就好像太阳。那么慧呢如月。智慧好像日夜。智慧常明以外呢着见被呢自念呢浮云覆盖自性。所以我们要这个智慧呈现也就是日夜都能够光明。智慧能够常常都呢使用的话，就不会呢外着见内着空了，就不会。
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我们没有用般若妙智慧啊，一外呢就着境，着了境以后啊，被自己的念头啊那个浮云覆盖自性，不得明朗。我们自性啊没有办法明朗，那么没有办法明朗那个就在无明之中，那无明呢就造业了，造业就要受苦。若遇善知识啊，闻真正法，遇到呢这个善知识，所以我们就要有行善的那个本钱，累积善，累积善呢，我们才比较有机会能够遇到善知识啊。假如说我们本身都不累积这一些善，那遇到善知识的机缘就不多，没有善知识开导引导，那我们呢要修上乘佛法不容易。那自己本身呢都有在行持，上天呢就会借着视这个物来点化我们，所以我们比较容易遇到善知识，可以听到真正的成佛方法。那么自持迷妄，自己可以除掉呢迷妄，内外明彻，不管是内心外境都很光明透彻。于自性之中呢万法皆现，在我们呢这个自性之中呢万法呢都呈现。见性之人亦复如是。我们见到呢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也是这个样子，时时刻刻呢都不要呢被无明覆盖。我们起心动念呢就叫无明，时时刻刻呢我们都在起心动念。那么此名清净法身佛，六祖呢就讲说我们能够内外明彻自性之中万法呢都能够呈现，能够这样见性呢，就叫清净的法身佛。善知识自心呢，归依自性，是呢归依真佛。我们自心呢，归依自己的自性就是归依真的佛。自归依者呢，除却自性中呢不善心、嫉妒心、残取心、无我心、狂妄心、亲人心、慢他心、邪见心、共高心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一些心六祖都把它讲出来。那个不善、嫉妒、残取、无我就分别心，狂妄就是我们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看别人呢都看不起，就亲人。然后慢他，慢呢就是骄傲，就是呢看重自己看轻别人的意思。那么邪见，是见解不正确，共高也一样就是呢自己自大。急切时中不善之行，我们呢都是要把这一些都能够吃掉，不要它。常自见己过，最不容易呢就是见到自己的过错了。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错，就是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错了。这个很现实，对不对？自己的过错自己都不知道了，人家一讲了还气得要命。别人的过错我们倒是看得很清楚了，很会检讨，就是不会检讨自己。不说他人的好，他人好不好我们不去说，因为别人的好行了功德不会分给我们别人的恶造了业我们也不用去承担，所以就不要去说他好不好。可是我们人都习惯性不说嘴也尿，都喜欢说所以我们要这样做，就是自己的过错，不说他人好恶，是呢自归依，我们自己归依自己。常息下心，就是地心下气，这个很重要。所以六祖都一再讲要下心，这个地心下气，不要骄傲。普行恭敬，普行恭敬呢，就是供养之佛。我们供养之佛才能够累积那个善根。即是呢见性这个通达，
见性就能够通达，不会阻塞了。更无自爱，没有那个阻塞挂碍，是呢自归依，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归依自己的那个本身本性的佛。那么何名圆满报身？譬如一灯能持千年暗。所以这个佛有讲过说这个千年的暗示他已经居住了千年，不愿意去掉了。那个佛就问舍利佛说呢，可不可能那个千年的暗示他占据那个房间不肯离开？舍利佛说，只要点灯了他不去也得去了，对不对？各位先生，假如说那个千年的暗示已经暗了1000年，你去点灯的话，它的暗消不消失？绝对消失，对不对？绝对消失。所以这个就是在讲说我们不管以往在怎么样的愚痴迷昧都没关系，只要般若妙智慧出来，是不是那一些那个愚痴那一些迷昧都去掉了，对不对？所以鼓励我们过去就过去，不管它了，再怎么愚痴，再怎么迷昧都没关系，只要现在呢把自性的般若启发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所以以往都好记就好不要去想它，不要有过去心嘛，不要去想它，然后呢不要有未来心，未来心你一直策划赶不上变化，变化快，你策划的太慢了那我们说把握现在把握不住了，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了，你抓得住吗？抓不住了。所以不要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就已经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呈现出来，这样了解吗？就最怕我们这个活在过去尤其年岁越大，那个过去的心越浓厚，所以你见到他给你讲的话就好像那个倒带，你一直听你下次再来听他也讲这一些啦，你再下次来听他也讲这一些啦，都一样的。所以他活在过去没有办法呢去承担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我们在自己能够有主宰的时候赶快修，使自己的佛性能够自己主张，付给他前边各位的佛性现在有前边了没有？也未可以拢也搁伫咧感官的手头对不对？在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拢6根在当家，对不对？对不对？还对要佛性出来当家不要给感官当家。感官当家它有喜欢讨厌就有取舍，有取舍就造业不好。我们要给佛性当家一灯能持千年暗，一字能灭万年雨。所以我们万年雨没关系，一字一个般若妙智慧就可以灭掉它所以我们就赶快培养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日常生活之中尽量都不起心动念万念都放下把心的物事都割除，这样就可以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那么莫思现前这个六祖讲说呢以前过去的不要去想已过不可得啦，过去心不要有这个莫思向前，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一些那些不要去想。那么长思以后要想到往后，所以我们要想到往后我们要回归本位想到以后念念圆明使我们的念都圆明圆满光明。所以这个念就是没有念，
活性的本体没有起念，一起念就离开本体了，所以念就是全部都没有起心动念，都是呢保持在活性本体当中，所以念呢都圆满，念都光明，就恢复到本来，所以我们要念圆明。一起心动念就没有办法一念万年了，万年一念。我们的心体呀，它本来就离开念头，心体没有念了，我们起心动念是不觉，已经不觉了，不知不觉不觉就叫无明，这样了解吗？因为那个不觉呀，也是佛性在背后支撑假如说没佛性那个不觉就没有作用。无明就是因为有佛性在，无明才有作用，所以无明的实性即是佛性。无明无明的实性就是佛性。为什么起无明？就是不觉。为什么不觉？不研究真理为什么不研究真理？没时间为什么没时间？赶死赶死。为什么要赶死自然被自然主宰了，所以就有这种现象。那我们呢，就是要回光返照，让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呈现。所以六祖讲自见本性，念念圆明自见本性，善恶虽殊，那殊就是不一样，善跟恶呢不一样，本性无二。我们本性没有恶，善恶呢是两端可是本性没有两边。无恶之性呢，名为实性，没有恶，那个没有恶就是我们的实性。于实性中呢，不染善恶，此名呢圆满报身佛。在我们的实性之中不染到善，也不染到恶。那个呢，就是我们圆满的报身佛。自性呢，起一念恶灭万劫的善因，那个劫是很远。我们这边有没有讲过一劫有多少时间？有没有讲过？没有在那个佛的词典里面他讲我们一劫时间怎么算？就是说我们人的平均寿命有10岁。为什么这么短呢？才10岁因为人心很恶，地生长的东西虽然可以养生，可是都有毒都会害身，10岁就死掉了所以女孩子生下来8个月就要结婚了，因为很短很快就死掉了。然后呢，这个恶己失善，要想行善，然后行善也没有那么快就增加寿命了，每100年增加1岁，每100年增加1岁，然后增加到84000岁，这样就够年。84000减掉10，再乘以100，然后84000岁是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然后那个时候善已经到极点了，就又想恶又做坏事，每100年又减1岁，一直减到10岁，这样一增一减叫做一劫。看多少步？各位回去的时候计算机拿出来算一算，看看一劫它有几年，可以算出来
所以自性起一念恶啊，就灭掉万劫的善因呐。非常久万劫的善因呢都被我灭掉。自性起一念的善啊，得恒沙恶尽。只要我们起善念，恒沙的恶啊，一粒沙一个坏事，恒沙的恶都已经尽了，没有了。直至无上菩提，一直到无上菩提。念念自见不失本念，我们呢这个念念自见不失掉本念，名为报身那个果报身，不失掉呢我们那个真不昧的真心佛性，叫做呢不失本念。那么何名千百亿发生？什么呢叫做千百亿发生？若不失呢万法，性本如空。我们呢不失万法，那个性就跟空一样，跟这个所有宇宙虚空都一样。一念思量，名为变化。我们一念的思量，念头起心动念，在思，这个思量，这个时候呢就叫做变化。思量恶事呢化为地狱，我们思量坏事的话呢就变地狱，思量善事呢就呢这个化为天堂，就呢变天堂。毒害化为龙蛇，慈悲呢就化为菩萨，智慧化为上界，愚痴呢就化为下方。自性变化呢甚多，我们自性的变化很多，迷人呢不能醒觉，不能反省，不能察觉，念念呢起恶，就念头都是起恶。那么常行恶道，一想念头恶行为就会恶。回一念善智慧即生。只要我们呢回光返照。照到佛性来的时候那个善自然就产生了。有善呢，智慧就有。有智慧了，我们呢就会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样呢就不会行坏，一定呢会做好。那么此名自性化身佛，是我们呢自性的化身佛。善知识法身呢本具我们那个法身本来就具备。念念自性自见即是呢报身佛。我们呢这个自性自见就是报身佛。从报身思量即是呢化身佛。从报身来思量，就是化身佛。自悟自修自性功德，我们自己领悟自己来修持，我们自性的功德是真皈依。我们真的皈依了，皈依佛了。归我们自性佛。皮肉呢是色身，色身呢是宅舍，就是房子不言皈依，不是皈依这个房子。但悟自心自性的三身，即是呢自性佛。我们认识自性具备了三身，法身、报身、化身，自性都具备。这样呢就认识自性佛。无有欲呢无相颂，这个六祖的颂都是无相颂。若能呢这个颂词言下令汝精进迷醉一时消灭，能够呢这个当下所以讲言下，就是我们讲那个十世古今不离当念那个呢当下。颂曰：迷人修福不修道。迷昧的人呢他修福不修道。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修福报那个都是有期限的啦，期限呢都不长。我们种了多少那个善因得到多少福报。他修福报在凡尘当然是高人一等可是那个都不值得我们羡慕。我们羡慕呢就是离开苦海这个知道凡尘呢都是苦，纵然福报也是苦。那么只言修福便是道，这个凡人都讲
都咧做好事啊，修福啊，迄就是道啊。所以有没有一样？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研究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是不一样的啦。我们心地好，那个好都好啊，吃什么菜？不是时常听这一句话吗？大鱼大肉吃，讲伊心好，心外好。所以没有研究啊，就不知道那个内容。那我们一知道以后，就是跟一些也是众生啊，大鱼大肉嘛拢众生，结恶缘呐，要来还。你吃它呢，吃它8两要还多少？半斤，8两就半斤布施这个供养福无边呐。我们布施供养那个福啊，福报很大。心中呢3恶啊，缘来造。3恶是什么？就是贪嗔痴啦。我们心中的3恶啊，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啊，就一直在造。弥将呢修福啊，亦灭罪；后世呢得福啊，罪还在。他呢这个修福的人呢，就是想说将这些福啊来灭掉他的过错一些罪业。可是呢，我们后世啊再来还成，得到福报了，可是罪还在，罪都在。但向呢心中啊除罪缘，我们向我们的心中除掉呢会造罪的因缘。我们造罪的因缘是什么？不是刚讲过吗？就是那个贪嗔痴啊，那个就是心中的罪缘，会犯罪的因缘都是贪嗔痴啊，都是那个最毒的3毒。各自性中呢真忏悔，就是我们要呢自性之中呢真忏悔。忽悟呢大圣真忏悔，遇到呢这个大圣佛法的真忏悔。就进入那个呢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了。持学行正啊，即无罪。我们把邪都除掉，行呢都是正道，都是真理，这样呢就无罪。邪道呢常以自性观，我们学道，我们修道呢，就是呢要时时刻刻都观自己的本性，自性观，即与知佛同一类。就跟佛同等了，相等类的，都一起了。无绝传呢，此顿法，就是历代的这个祖师呢，都是传这个顿法，顿教法门，让我们可以从凡夫直接到达佛地。普愿呢见性同一体，这个六祖就讲说普愿。这么广泛的这个愿力能够大家都能够见性，明心的见性，都同一体这个性本同体见性了以后就可以归入同体了。若欲当来立法身，假如说我们要呢找到自己的法身，离知法相心中喜，把所有的法相有形有相的在心中把它呢都全部洗得干净，没有住相了，没有形象了。努力自见莫悠悠，我们要努力自己来见到自己的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不要呢这个悠悠的过日子，那个就是虚度光阴悠悠就是虚度光阴，一天过一天很快就过去了。后念忽觉一世修，等到呢我们呢这个后念呢觉了，那一生呢就过去了，很快。若悟大圣呢得见性，我们领悟大圣佛法，见到呢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前恭合掌自心求，我们要很虔诚恭敬，然后要合掌自心来求，一定呢可以悟大圣见得见性所以一定要虔诚恭敬，然后合掌
这个合掌或许讲过嘛，什么意思？合掌什么意思？合掌什么意思？都不用心。我们右手做的事啊，左手做的事，是不是都还成事？合掌的时候还成事有办法做吗？没有办法做了，对不对？是不是把还成事啊都挪到背后去了？背成完成的事啊，已经都放到背后了，背成。然后我们双手一合啊，是不是把良心都掏出来？叫做和解。所以合掌叫做背成和解，这样了解吗？我们在还成就是要做是4个字啦，还成事都放到背后，结性也拿出来，跟解合在一起，跟成相违背。我们现在是相反，我们现在是背解，然后合成，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跟成完成相合啊？有没有？不承认啦最少内心深处不跟他合。那么诗言六祖讲，善知识总须诵取一定呢要这样来诵，然后呢取来用，依此修行，按照这样来修行。言下呢见性，就是当下就能够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那个都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各位有没有见到啊？哇，一个点点要见到要见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要用那个来修道。用不生不灭的心修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果位才会成就。虽去无千里虽然离开六祖有千里的远如常在五边，可是呢只要我们能够按照六祖讲的去做就好像就在六祖的身边。那么以此言下不悟虽对面千里。在这个言下不领悟的话虽然说都跟六祖面对面的在一起可是那个心隔了千里远这样了解吗？所以对面千里面对面不加近对不？可是心没有领悟就隔得很远因为心都不做所以隔得很远。那么合情引来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就不值得了不想做的话，不想修行也就不值得。尊重好趣就是要尊重尊重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一众闻法迷不开悟就全部开悟了这个很理想一听到呢上师佛法都开悟了欢喜奉行都全部这个欢喜奉行这个呢就是这个第6这个忏悔品。那我们呢这个积言品呢下个礼拜呢再讲剩下这个15分钟呢就是要给各位这个问题啦。那会手上有一张这个美国有一位前贤习美贵从美国传真过来问一个问题或许把他的问题这个念出来这个佛学于超拔母亲半年以后发生车祸颈腰椎间这个椎间盘结呢突出颈部的经脉异常已经呢10年。前贤呢帮或学拨筋很疼痛，或许很高兴的因为可以实习刘讲师所教，找不生不灭这佛性，也试着转移注意力。虽然疼痛程度呢有减淡，
可是呢，并没有清晰地调到不生不灭的佛性那一边的他写那一台，仍然呢停留在这个觉台。请教刘讲师，你如何调对台？要调对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这个超拔，各位浅显要了解到那个很关键要很重要，就是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因为我们超拔了以后，被超拔人所有完成的那一些罪业你要全部承担，全部要承担的。所以我们到后天庙去超拔，那个用了很多钱那个都没用那超拔不动。那我们这个先天的超拔，一超拔了，马上他就已经到理天了。可是他在凡尘所造的业他累世所造的业我们超拔的人要承担。所以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就是要那个好名相好听，所以他会超拔。超拔以后整个人承受不了的时候就整个人我们讲骨会拍落呀，听有整个他没办法修道。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这个大都的道场那个重修有一位点燃师他呢这个功德是很大时时刻刻在法会讲课呢，讲那个孝的感想，连老千都很喜欢听。他超拔不是他的亲人是超拔他的老师，那个是算是外姓。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因为我们超拔自己的亲人有孝的那一种成分在，所以上天会帮我们担当一点，没有全部我们都全部接受，所以那个比较容易我们去承受得来。那因为他超拔老师，那老师所有累世的冤亲全部在他身上整个呈现的时候，他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个点燃师马上中风，然后对我目睭戳，手卡手一卡一手，厉不厉害？我们看着大家都吓到了那样呢？就是要知道那个厉害。所以你要衡量自己的功德够不够，可不可以超拔，很重要。不要你为了好一超拔了，结果连道都没办法修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所以一定超拔时候要慎重。所以他说呢，超拔半年以后他就这个遇到那个车祸，那个就是已经超拔的人的一些冤亲都已经来了啦，找上你了，你就是要能够撑，要你能够把它熬得过来，全部都还得清了以后你才恢复到正常。所以这一种折磨，我们要事先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要经得起折磨。你都是假的啦，不真，所以在那一种这个很痛的情形之下，就是你要能够真的那个时候放下万念，身体都是假的，可以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不会痛这个只要你很坚定可以对那一些所有的疼痛你都有那种坚定的心去忍耐，
这个时候那个痛，它会变得不见了。像学那个开始学的时候啊，去那个脚底按摩，那因为或许身体非常不好，那个脚底按摩啊，可以说整个都是沙粒啊，刷了吧？各位知道吗？那个一压下去就是表示身体很不健康啊。它哪一个部位会痛，就表示哪一个器官不好。那或许那个时候在想，这个都是身体啊，都是现象啊，是假的啊。那我要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我说好，就全部把那个注意力啊，全部转移到我们那个觉，就是我们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的那个觉啊，全部转到那边。当或学做的那一个是很魁梧哦。他看到或学奇怪都叫是安那我那拢无一点迄个艰苦的表情，为什么都不哀叫？所以他就越用力越用力啊！那个时候找到窍门了，越用力我没有回到我身上的觉来啊，都是在那个佛性的觉啊，所以不痛啊，不痛到后来一压一的那个茶棍啊，有没有？压茶棍啊来安尼硬呢？一样啊，我也是在先天的觉里面啊，也不痛。人家伊讲换人。那这些我回神过来，拢放到转来身躯的时阵，哇，我就变袂惊路啊。痛，那个痛是妄觉，身体的觉啊，那个痛啊，都整个呈现了。所以我们了解当你找到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啊，那个欢喜的程度啊，是不得了的。所以可以克服所有脚骨袂痛，痛到袂惊小事，竟然是小事啊，大事还是小事。会惊可是没多久，我又可以走路了。为什么？因为我要把它调到佛性回来。身躯拢假啊，行路脚骨敢若去打到迄个米啊，踩下去啊，那安尼，佛性在行，不是身躯在行，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我们有那一种坚定的心啊，一定就可以达到。所以他讲说超拔以后遇到那个灾难车祸，那个是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是正常的。所以不要怕，承担就好了。还有，等一下再问，还有。这个刚我们上过离迷离觉，觉的解说呢，和归一觉，同样的一致啊，解说的为何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有讲，说呢这个觉啊，用在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也都是用这一个觉，所以这一个觉就是佛性的本体。可是我们用在身上的觉。那个觉是妄，是生灭。比如说，巴肚就腰，是不是觉？这个觉咱来吃物件，伊是不是也消失？对不对？它是不是生灭？是生灭的。我们说，这个身体觉得冷，然后我们穿衣服啊，那个冷会不会消失？就消失了，对不对？所以那个觉是生灭的，是。那我们那个佛性是不生不灭的，同样的字啊，不同意思啊。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经典里面的都是这样，同样的字，不同的意思。那要了解，了解就好。我们了解了就好啊。那个离开迷就是不要迷昧离开觉就是不要忘觉不要。我们就是要那个真觉，就是要我们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是真觉啦。
那个身上的结呀，说痛啊、饿啊、冷啊，那个都是生美。生病的时候痛，会消失啊？会，是不是生美？所以那个不要住在上面，那个叫理解。这样的字啊，不一样意思。有问题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有两次好数学那有一个观念要请教有点好，你说。我们道的事情没有善恶，那教呢，它是用教化人心来做一个善感导恶向善。那如果人人都能够得到善感的话，那就是纯善恶。那这样的话是否道理？好，请坐。那因为就是没有恶，所以没有比较，那就是一个纯善。那我们说，或许意思说，如果说人人都纯善的话，那这距离道的距离多远？好，请坐。我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就是都还不够了。所以要了解到我们本来在理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纯善无恶啦，全部都没有坏。可是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落入现象，在这个现象界里面，这个现象会产生那个诱惑力量。那我们受到现象的诱惑，会违背良心去做。那违背良心去做那个就变恶。那我们顺着良心去做，就叫善。所以从佛性发挥出来，那个是同一个位置可是发挥出来已经就不同了。违背良心就恶，顺着良心就善，就变成两边。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把这两边去掉，没有善，没有恶。全部呢都存佛性，存佛性的时候是一个绝对体，叫做已经回归到本位。那假如说我们是保持一个善，去掉恶，那还在两边，还没有回归到本体。所以我们修持的那个过程就是要持两边，要有持掉两边的智慧。不落入善，也不落入恶，就是中道，就是在本位，在佛性本体之中，用佛性本体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凡尘的万事万物我们用佛性来应对，事来则应，事去则静，这样都没有两边没有善恶，也没有造业，也不用受苦，这个才叫真理那假如说我们凡尘有某一些观念呢，都会偏，偏了那个不正你一直去修持的话，那个叫福报，修福报，不是在修道回到本位回来，这样了解吗？还有1分，好，请说。有两分请问，走到真心佛性之后，可以身体避开那个疼痛的感觉，伸缩自如，那它可以发挥什么功能？因为我们平常已经呢跟我们的身体这个密合度还高，它没有把那个重心我们的注意力拉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来。所以现在呢，各位就是要培养呢，我们时时刻刻都注重呢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身体看清。所以或许有讲过老前不是都不吃药嘛然后这个已经发烧到很烫的时候那个跟老前住在一起的等下跟三彩就打电话给大姑嘛。那或者开车载大姑要上台北，已经走到一半苗了。那大姑接到电话以后说：“梁叔，我们回去。”就回到福山去看老前人。那大姑到福山的时候就驱前去
摸老千额头，就跟老千说：“哦，你脑很烫呢，就是那个额头很烫。”老千回答说：“就让他烫吧。”所以由这个话，我们就是了解到，老千呢不把重心放在身体，他把重心放在佛性了，所以身体就让他去烫吧。我们有没有这个承担？有没有？要是后学就没有了，赶快吃药。所以那个不是这个叫什么？这个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不是一次可救，一下子就到达，是要我们经过长久的努力，时时刻刻呢都把重心放在佛性，对身体自然看清了。那身体的遭遇，身体的一切自然不值得我们重视，就会重视佛性了。那个时候佛性就有力道，你了解吗？我们修的就是修这个啦。下课。好，谢谢。好，我们来讲这个《六祖坛经》这个机缘品。这个机呢，就是根基缘呢，就是殊胜因缘，缘分这个机缘。像我们现在这个遇到上天大海普渡这个是非常殊胜的这个机缘，能够求到的，我们就能够呢这个回天，所以呢要努力修持。各位都翻到了吗？这个师是王美德法，六祖从五祖那个地方王美德法回呢到少州曹伯称人无知者，就是大家呢都不认识。那么时由鲁氏刘之类，那个鲁氏就是曾经这个做大官，然后已经呢退休了。那个学者刘之类，礼义呢甚厚，就是对六祖能够知道是有德有道之士。那么之内有孤为女这个之类有一个孤为女，名字呢叫吴进长。这个吴进长现在呢是肉身菩萨。还在呢大陆衢江山上庙里面，所以往后呢有到这个大陆去的时候去找找看，在庙里面还可以找到吴进长的那个肉身菩萨。他的家境很好，可是他修那个苦行，就是呢一天只有吃一餐，晚上不倒单。不打干，各位知道吗？就是不躺下来睡觉，要睡觉就坐着睡觉。各位有没有坐着睡觉过？坐着睡觉，像那个广清和尚他也都是不倒单，他要睡觉就坐在那个藤椅这样就过晚上，这个修苦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并没有鼓励我们众生修苦行，就是因为苦行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众生也没有利益。可是呢，我们有时候会采取那个修苦行，就是磨练自己的心智。因为我们的身体都会有那个苟且偷安，都会不想劳累，所以要磨练自己那个心智，会采取这个修苦行的方法。那么这个吴进长呢，他就是修苦行磨练自己，
家境很好哦，又呢能够哦一天只有吃一餐，然后晚上睡觉哦又不躺在床上睡哦，这个都是一般人哦做不来的。那他呢哦就是能够做到。那么常诵呢《大涅盘经》哦，这个无常呢诵这个《大涅盘经》。《大涅盘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要进入涅盘之前一天一夜哦所说的那个经典。那么诗暂听呢极之妙义。因为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涅盘经的时候就已经呢要进入涅盘了，所以在平常有一些没有讲明的，或是讲得不够透彻的，在涅盘经里面呢都有交代。所以呢我们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看大涅盘经。那么六祖暂听这个无尽常比丘尼诵这个大涅盘经呢，一听了就知道里面的妙义。那么遂为解说为这个无尽常来解说。那么无尽常乃执卷问字拿了那个经卷，然后问这个六祖。六祖就讲说字即不是义即请问，说这个字文字我不认识，那里面的义理你就可以不了解的地方就可以这个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修道呢，不关学识你念得多那有时候也不见得说能够了解佛理。那么无尽常比丘尼呢就问这个六祖说字尚不识焉能会意？说文字都不认识怎么会知道真理呢？怎么会知道意义六祖就讲说知佛妙理非关文字，知佛的妙理跟文字没有关系。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平常我们众生都会高推圣境，自居卑屈，就是把圣境推得很高，然后我们只觉得说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我们呢要知道这个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佛跟我们众生一样的，只要我们能够领悟了就可以只先做佛。那么无尽常比丘尼经义之遍告理中其德那个其德就是年纪很大有德性的人其德。这个呢其这个日一个老底下一个日，然后呢讲他是呢60岁到70岁，然后蝶茂其蝶茂那个蝶呢就是智一个老底下一个智，到达那个智，然后茂呢就是一个老底下一个毛其蝶茂，60、70叫其，70到80叫蝶，茂呢就是80到90叫茂其蝶茂，都是很老的那个意思然后呢这个无尽常比丘尼就遍告理中的其德，然后跟他们讲说此是有道之事以请供养，就是呢要来供养这个六祖。那有魏武续生呢曹叔良，这个魏武续生呢就是曹操了。曹操各位知道吗？周丑曹操的年代是西元250年，西元250年那个时候曹操。那么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曹叔良的时候是已经到西元690年已经呢他的这个贤孙已经很多代了。
那么及鸡米进来呢瞻礼，就是全部都来这个供养六祖。那么使宝林古寺自隋末兵火，那个在六祖出生之前，六祖呢出生638年，那么出生之前在62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兵火把那个宝林古寺就已经毁掉了，就是没有人居住，没有人管理。那遂于故基重建换在原来的地方呢又盖这个寺庙。那么严师居之请六祖去这个居住。而成呢宝方就是很快，这个而成就是很短的时间就完成那个寺庙。那么师至9个9月一路是这个9个多月。又为呢2党行主，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一些要追那个衣钵的这一些人就是一定要得到，不然我们一般呢追了到3天追不到就放弃了。那我们呢要了解说追了3个多月还在追的话，那个心就很笃定，就一心想要那一种很强烈的那一种心那么师乃顿以前山，也就是以顿这个藏起来。那么背脊众佛这个焚草木这个一走进那个山里面呢，是一些恶人就想说，我用火把你烧，一定你会出来没办法呢住在里面。那么师隐身呢挨日石中得免，六祖就能够进入那个石头里面，就不会受到伤害。所以这个都是要有那个神通才可能把身体的隐遁进入石头里面。那么史今呢有诗这个呼咒的漆痕及呢布衣之文，现在都还在。因名避难石，那个石头就叫避难石。那么诗意无子怀慧子长之属，六祖呢就想到说无子有跟他讲，说弘怀则子意慧则长，就是到那个怀集智慧的地方呢，你就住在那边，就隐藏在那边。那么遂行呢云以2言，就在这2个县这个隐遁。这个呢就是要交代那个过程。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第一个这个生花海，这个基业品第一个把所有这一些弟子所问的一些问题，从问题里面领悟那一个关键都把它记载，让我们能够去效法。因为这一本六祖坛经就是华海写的，所以他第一个他把自己摆在第一个问问题。少周曲江人也，吃餐子师问曰，这个见六祖时候就问，说即心即佛愿垂求欲，希望六祖能够呢此次能够让他呢能够了解。六祖就讲说，前念呢不生即心，后念呢不昧即佛。说前念我们呢这个之前的念不生不起心动念，那个就是心。那么后念不昧，后面的念头都还在，没有昧，那个即佛。那或许说我们把这2句把它合并，然后我们把它重组。组织不一样的，前念皆后念，不生皆不昧，即心皆即佛。这样意思就很容易我们会知道了。各位学点这样知道吗？前句的前念皆后念，后句的后念
前念后念，不生不灭，即心即佛，安尼意思有照出来无？有没有？就是前念后念啊，没有，没有一念接一念啊，因为不生它也不灭。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念头啊，之前不是我们讲过吗？直视古今啊，不离当念，还记得吗？记不记得？就是这个三世啊，过去是、现在是、未来是三世。那么三世各有三世，前世也有三世，今世也有三世，未来世啊也有三世，那加起来就9世啊。那9世再加我们现前的一念啊，叫做10世。那10世的古今，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的念头，就是我们万年前啊，是我们现在之一念；万年以后啊，还是我们现前之一念。这样了解吗？这个是从真理的角度啊来讲，我们呢这个一念啊，具备万年。我们的一念啊，它具备万年。所以我们前面都有讲言下事至本心，见至本性，有没有？有没有印象？这个就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啊，就有讲说呢，我们呢这个言下要见至本心，要事至本心呢，见至本性。那个言下就是我们当下眼前之一念，这样了解吗？我们把我们眼前现前的之念能够掌握住，叫做我们呢那个觉性啊，时时刻刻啊都保持去。那假如说我们把现前的之一念忘失了，那个叫无明，这样知道吗？重不重要？我们时时刻刻都无明，对不对？有没有啊？不承认。无。因为我们把眼前之一念啊，忘失了，才会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啊，我们要了解到就是无明。那我们保持眼前之一念，不起心动念，那整个佛性啊都呈现，我们整个佛性都圆满，跟佛都没有两样，都整个呈现了。那所以保持这个觉啊就很重要，所以我们时常会听到活在当下，有没有？我们活在当下，那个意思啊，就是当下的佛性都具足圆满，没有缺陷的，跟佛没有两样。可是我们就是因为没有去把握智，是一个觉，当前的这一念啊，没有去把握智，所以就不觉了，不觉了就起心动念。我们心念一起啊，各位先生，我们的行为就跟在后面，我们的行为啊都跟随我们的念头，对不对？所以之前才会讲，小心你的思想啊，它不久就会变成你的行为；小心你的行为啊，它不久就会养成你的习惯；小心你的习惯啊，它不久就形成你的品格；小心你的品格，它不久就造就你的命运。所以由思想到命运啊，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要研究真理，把真理啊融入思想，这样整个就圆满。整个思想都是真理，都是真理啊，就是我们当下现前之一念。所以都是啊，有可依赖。各位听得懂吗？我们有依赖的地方，就是依赖我们的觉性，依赖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只要我们肯这样做，一段时间，累积一段时间啊，
我们本性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那就会产生。般若妙智慧知道吗？就是我们本性所具备的，不是我们在凡尘所学的那一些聪明，不是。因为我们聪明都不肯吃亏所以我们会把浩然正气都用掉，就变成没有浩然正气。那或许师长讲没有浩然正气我们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没有感觉可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感受就会很大。在没有人的地方会感到害怕，那个就是缺少浩然正气。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时时刻刻呢都跟觉性在一起浩然正气都在，不会消失。那假如说我们要培养，那培养浩然正气最好的方法就是吃亏。能够吃亏的话，浩然正气就可以培养。所以我们台湾有讲说人讲天拢袂欺负人，你若人跳天在做水头，有没有听过？所以我们太聪明了这个要了解到，肯吃亏的话，浩然正气用掉了，用掉以后那个无形的，我们空间有很多无形的那一些呢幽冥鬼魂、魑魅魍魉，他看到你没有浩然正气呢，就想揍你一拳那我们被那个无形的一揍到了以后，身体就不舒服，可是没有形象只是不舒服。那我们去找医生的话，医生检查不出毛病说你什么这个器官都正常，那个指示都正常，可是很难过各位有没有遇到这个现象？还有那不好不要有那个表示说我们这个平常之中都善事不做没有那个吉神拥护所以那一些这个幽冥鬼魂、魑魅魍魉、凶神恶煞才会找我们麻烦。被他找上了就是要受一点灾难。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一些呢我们都可以去掉，这一些灾难我们可以不要。不要的话呢，就在我们这个本体我们佛性本体之中建立浩然正气自然有，就是人格都很清高。我们这个人在天地之间跟天地是间一样，天地人为三才之一是很这个殊胜很大的。可是我们现在人都不敢讲因为我们没有带天来显化。各位有没有带天显化？拢无信心。所以我们已经都求到了，然后也都这个投入蛮多时间来研究，然后呢了解一下真理，就要带天显化。天不言地不语，就是人要来讲，所以讲的话就要符合义理，跟真理相应，然后能够劝化世人。我们凡尘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善良的很多了，可是坏的也不少。各位有没有遇到那个诈骗电话？蛮多他们你看诈骗电话的那一些人都是年轻力壮，头脑很好，可是不走正路不知道因果厉害，所以他们都要到三恶道去，好不好？这个入地狱唯恐不深受苦的时间唯恐不长。那骗来的钱不要还吗？要不要？要。因果是定理的，决定的
哦，再怎么久它都在。哦，你骗人家的钱呢，就是要还，在还之前还要先去地里去受，那个地狱受苦都是多余的，出来还要再还的。哦，你欠人家多少要还多少。像我们吃鱼吃肉，吃人一命爱害人一命的。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在还没有明理之前就吃了很多众生的肉，要不要还啊？要还。你看我们一生不要说一生一天就好。吃草的人，你看一天伊吃几条呀？好些都吃，迄母仔鱼若一盘几条死命。哇！你刚吃一嘴就骨头尾啊，对不？是不是要还了很多生了？所以难怪我们佛经里面时常看到，一失人生万劫难复。什么？都刚吃遐济所以那一些呢，被我们吃的一些性灵，他就讲，有德超我身，无德还我命。我们够不够德啊？我们都不够建立的德都还够。所以呢，就是要努力努力帮助众生能够了解真理。尤其上天大开普度能够这个度化我们亲朋好友，一定要求道。求道以后呢，好好修道，可以成仙做佛，脱离苦海，凡尘不好玩的。我们现在凡人都会觉得说，凡尘还不错现在交通很发达，可以到各国去观光，很累人的。各位有没有去玩过啊？好不好玩啊？玩是很好玩很累对不对？所以我们把心神投入，了解自己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把那个注意力全放在修我们的佛性，叫前现起修。前修呢再现，前性起修就是把全部的注意放在修道，然后呢注意力的重点全部放在现，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也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让他时时刻刻都觉，没有不觉的时候了。这样呢我们在凡尘新的业都不造了，那旧的业我们随缘就了缘了。帮助众生呢那一些都是了缘把那个凡尘的这一些债全部都还清。一还清了以后我们呢就可以解脱就可以呢成仙做佛。这个呢是我们研究了心理心法以后，可以自己在内心决定的。各位现在信心有了没？有没有说我决定可以成佛？有没有啊？有啦，没啥啦。还不够力道。所以还是要用要用，时时刻刻呢尤其我们这个心理心法了解不容易这个要反复的一直听，一直复习，然后才会懂，不是一下子就懂了。或许回去北部呢问问前贤说，你们听多久才懂啊？大部分这个根基比较好的都讲1年多了，1年多，1年多还很努力这个反复的一直在听，然后也有已经呢5、6年的，5、6年已经很熟了对这个真理很熟悉，已经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呢不会造新业，那个就很理想，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
别人没办法帮忙，一定要自己努力。哦，自己兴奋的东西啊，要自己努力。我们在日常生活，时时刻刻呢，都把那个外部的心神收回来。最不容易呢，就是这个啦。这个造化引诱我们精神外放，那我们呢要把精神收回来。记得说外放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仙佛。只要精神收回来，就可以成仙做佛。一外放了，就当众生了。所以我们要呢这个怎么样？人一死之苦，这一生努力的修，让他成就啊。那往后一成就了以后，证悟本性的，可以千百亿化身啊，可以无量无边的度化众生，可以长久啊。多呢，可以到所有的佛世界啊，去度化众生。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自己要决定。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这个成一切相，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的这个心啊，可以生出万法。那万法呢，都是从我们的心啊，成就，所以成一切相。一切相形成啊，就是我们呢，那个真心。然后我们不住相，可以离一切相，离一切相即佛。这样知道意思吗？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一切相的形成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啊？都会有一种疑问啊。不知道呢，这个万象三而大地啊，都是我们真心所呈现，是我们的真心所呈现的。三而大地啊，全部都是。所以那个成一切相，就是我们的真心。然后我们可以不住相离相的，离相呢，就是佛。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凡尘的万象啊形成，它是因缘际会，缘际则生啊，缘散就灭。因缘际会啊，形象呈现。因缘消失的时候啊，那个相就不见了。所以要了解说，那个缘际则生，缘散则灭，那个当体啊，它没有性，它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说谁在主宰这个相的完成，相的那个消灭，没有。这样懂意思吗？不懂也没关系呀，有一天终会懂的。只要呢我们这个努力的投入啊，投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就会完全了解。五漏俱收呢，穷劫不尽啊。六祖就讲说这一个道理啊，假如说要全部具体的把它说出来，就是讲所有的内容，那穷劫就是非常远的、非常长的时间呐，非常长远的时间呢，都讲不尽、讲不完。天五句六祖呢就讲这个句，说即心呐，明慧。即佛乃定，就是我们的心呐，就是慧，智慧。所以这个本具备的那个般若智慧，就是我们真心呐，真心所具备的般若妙智慧，那个即心呐，明慧，都不是呢从现象学来的，从凡尘学来的，不是，是我们本性呢所具备。那么即佛乃定，那个佛就是定，所以我们本性里面就具备这个定。要学那个禅定啊，就是要学本性里面的那个人本来具有的那个定，那个才是我们要努力去学的。那么定慧等持，定跟慧啊平等来受持，定要有定，要有慧，平等的来受持，意中呢精进，是那个意啊，
那个达摩西来一至五啊，全凭心意啊，用功夫那个意啊，全凭心意的意，意中呢要清净。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呢，这个意中清净了以后啊，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呀，就呈现了。我们意不清净佛性本体呀，就退隐了、隐藏了。悟持法门呢，有如虚性，能够呢领悟到这一个顿教的法门，那么有如学习这个呢，就是让我们进入那个习惯性有如习性，所以这边的习性跟我们这个六道轮回所带来的习性不一样，虽然文字是相同的可是它意思不一样。上次呢我们不是有讲那个身的觉跟佛性的觉文字是一样的，怎么意思不同？有没有？那个已经懂了没有？佛性的觉跟呢我们身体的觉它文字是一样可是那个内容差别很大。佛性的觉不生不灭，身体的觉是生灭。所以身体的觉我们就不要住。那个佛性的觉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够保持。这样呢就不会起心动念。所以这边呢这个习性就是我们学习了因为学习了以后是从有为，然后进入无为。像说我们呢这个小孩子开始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也不会吃饭，那慢慢教导，对不对？教导到他自己会走路自己会吃饭，慢慢的他自己是不是已经很习惯那个养成那个习性习惯性。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反省自己习性里面有不合真理的地方，我们把它改掉改掉不要。那假如说我们的习性里面跟真理是相符合的，我们可以保留。那都这个我们累世以来不是说所有习性都不好，是有的太离谱的比如说贪嗔痴我们佛性里面有没有？佛性里面没有贪嗔痴可是我们习性里面就有所以把那个改掉认识能够改掉。那么用呢本无生我们呢就是了解说我们在用佛性呢发挥功能作用的时候这用它本无生没有生灭所以我们就是要用本体没有生灭的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双修呢是正就是那个定跟慧要双修，这样呢才是正确。那么法海言下大悟就是六祖讲句了以后那个都已经领悟了。所以我了解那个言下就是当下那一念。以记赞曰即心呢言是佛我们的心就是佛。所以这个即心即佛这个心不是我们六根对六尘产生六识那个心不是，而是呢我们把凡尘的所有生灭全部都去掉，不用了以后我们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那个时候我们不是有一个了了不明的心吗？有没有？那个心就是佛了。这样懂意思吗？很重要的不能用生灭的那个心来修道，一定要用不生不灭的心。所以即心言是佛那个真心就是佛了。不悟呢而自虚我们不领悟了，不知道说佛就在自身上，我们身上就已经有佛了。不领悟而自屈自己很委屈。我们这个佛性非常委屈的都不让它出来。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是用六根在当家。各位有没有用六根当家？
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意念，它呢都呢当主人了。那佛性它就退位，没有办法发号施令。那我们现在修道就是要把这个六根认识的透彻。他面对六尘以后，根尘相对才产生心那个都不真，虚幻不实在，一直在变化。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用佛性来当家。佛性当家的时候那个是非我们是了了分明。对了就做，不对呢千万不能做。用佛性当家，不造业。所以我们说六根已经当家很久，现在呢要换到佛性来当家，真的是有一点困难。而且六根会反扑它会本来都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这个喜欢看喜欢听有一些不符合真理那佛性当家的时候会就是不允许眼睛看，不允许耳朵听。这个时候平常他都已经当家习惯了，那现在佛性出来干涉他会不习惯。各位有没有这个实验看看？有没有？或许都讲这个坤道，我们乾道还好一点这个坤道到那个橱窗看到那个有服装的地方，那个眼睛已经被他吸引了而且看到他刚好很适合穿的衣服他不进去去买去看去试穿他会很难过。难不难过？那个谁在当家？就是眼睛在当家。眼睛看到了爱都是会爱这个很厉害很强烈。他想一想厝的那个衣橱内底衫裤一大堆买来拢还未穿嘞那较好看，就想买，所以眼睛当家。佛性当不了家，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那有一些那个电器那个音响那个展览他那个一个喇叭竟然那么贵十几万。不过进去听了以后会被它吸引真的好听。这个时候又谁在当家？我都在当家。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说这个六根这个当家还真厉害他都足用的啦那我们修到了以后就要了解说这一些东西呢都虚幻不实在衣服朴素有的穿就好了。现在大概这个要说没衣服穿大概不可能了大家都是整个衣柜古耶龙以前或许住在天母的时候那个旁边那个那个垃圾那个要给那个垃圾车来载的以前不是那个不落地，以前那有一些服那个牌都还没有剪掉，就已经在垃圾堆了。那或许嘛在给可能咧无代无志样调开看要创啥，看一看说这拢遮贵咧，竟然说买来没有穿就拿来要给垃圾车载走，偷贼真的是偷贼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有钱呢不要乱花那穿的已经呢可以这个蔽体的就好清洁洗好整体穿好看的朴素重要的都是在我们内的内心的那一种德行比较重要。所以在凡尘我们要有所选择啦慢慢的让自己对那个造化的引诱
我们这个做生意的人啊，他一直要挖我们口袋里的钱，能够把它挖出来就是生意做的成功了。然后我们呢就要自己守住那个口袋，不该买的就不要买，这个钱要用在这个刀口上，可以省下很多钱。尤其那个坤道那个化妆品，我都是讲化妆品，因为那个太贵了，都唔免装你吃到老拢赶快，看一看这个女生一到年纪大了那个面相看起来拢差不多呢，拢赶快，大家拢差不多，所以免什么化妆，它自然跟老来的拢一样，一个样，所以保持那个朴素最美了，朴素是最美，不然你化妆我谁都看真水化妆真水，我看了讲跟妖怪很像，眉毛睫毛本来都安尼差不多就好嘛，现在拢要倒你翘看到以后真的会觉得很奇怪，他把睫毛这个围安尼牵一牵，有没有？然后那个指甲个倒足啊，不知道要怎做下回都不能做，不能工作，十二整甲拢有足啊，拢个倒倒出来安尼，负不负担？真的是负担，花钱找罪受。跟他伫地下，像不像？然后今嘛，年轻人鼻啊咧刮这个耳朵戴还算一般平常可以接受。今嘛一下给到伫咧挂珠啊真的可能或许是LKK 看拢没关系，经过老一辈的那一种那个道德的洗礼，大家都守住那个道德，不像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可是一看起来就很身都不自在。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不领悟不领悟我们的不生不灭真心佛性，而使他很委屈自屈自己都很委屈。我知呢，定慧因双修离之物这个法牌就讲他自己已经知道定慧因是从我们呢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出来然后双修。定也修，慧也修，然后离之物，离开所有的物我们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着走，所以在凡尘的时候尽量能够使自己一无所有。我们是凡人都拥有越多这个越觉得快乐，对不对？那我们修道以后刚好要相反要拥有的越少越没有负担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等到我们一无所有，外物都不依赖，所依赖呢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一定成佛，成不成绝对成。可是我们现在都依赖外物，依赖外物哪一样可以带得走？没有一样可以带得走，所以就不用依赖。佛制定戒律要呢这个所有这个修道的弟子就是吃了3衣1钵以外，不能有东西那个真的有它的道理在。那么法海的部分呢我们讲完了，讲第二个那个升华达，逢州人几岁呢出家
所以以往有这么年轻的小孩子就已经出家了，7岁。各位先生，我们7岁在做什么？可不可能说我们7岁就出家了？还个里头下在北，所以在西元0年到西元1000年这个中间那个修道的风气很盛，所以7岁呢就已经出家。那唐宋法华经来历呢祖师就是来见六祖。那么头不至地就是那个五体投地，我们2只手、2个脚跟头、额头全部都卡着头卡，安尼叫这个五体投地，那个是礼节的完整。可是呢这个华达一看无卡着头卡啦，那六子就骂此何曰？礼不投地何如不礼？讲你若无要行礼，就免行。不行礼的话就不用了。如心中呢必有一物你一定有依赖你心中有依赖一个东西就是靠谁？靠谁才行礼无把迄个礼数做搞。这样懂意思吗？你心中内底就是靠谁？运气何事也？讲你是咧靠谁什么？你呢这个心里面运起什么样的事情？华达呢就讲说念《法华经》以及3000部这《法华经》妙法莲华经它有这个27品，念一部努力的念一天可以念一部，无较努力的一天一部都念不完较骨力的一天才有法度念一部。各位浅浅，3000部要多久？要多久？要10年爱10年呢，所以10年上10年10年的妙法莲华经已经这个诵集这个3000部。那么六子呢就讲说，如若念这10000部你念到10000部，得其经义，去了解它里面经的义理经所讲的真理你都了解，还要呢不以为胜。所以先生，我们要了解这个不以为胜很重要，不要说我这样就胜过别人没有，你全部都了解真理，还要跟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这样才可以所以不以为胜。那么则以武即行假如说是这样能够得其经义又不以为胜那跟六子就一样了就同等地位了。那么如今付处事业你现在念这个3000部都不知过，都不知道自己的过错在哪里。所以我们了解说，在他自己本身以为念了10年的妙法莲华经我们都会讲那个上经的功德真大，有无？有没有？那个我们要了解到，一般呢我们鼓励鼓励这个所有众生来这个诵经的话，鼓励他说诵经的功德很大，才有那个诱因他才肯来诵经。那是要接触让他接触到佛所说的真理能够从经里面进入引导所以呢等到他已经能够诵经了以后跟他讲说诵经不如对，上经不如该经该说经的义理这个是第2个阶段。
然后呢，等到他能够了解经的意义，然后才跟他讲，说这个该经啊，不如依经行，按照经所讲的道理来做，这个是一个循循善诱啦，所以不能说上经啊，无讲对。然后我们研究呢，这个上乘佛法，就是要了解到，诵经呢，我们来说，就呢这个事认识啊，经是佛讲的啊，你讲我佛听，佛讲这我讲的，你哪使去讲我听？你免讲我就拢知啊，是不是这样？就事论事来讲，所以那个是要引进众生呢，接近真理，才这样跟他讲。那假如说我们以为诵了10年的那个经啊，功德就很大，这样是不是啊？自己膨胀，自己认理不清，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了解说他呢就是已经呢用了10年的功夫在诵，而且这个3000部真的很不容易啊，一天才1部而已啊。各位有没有看过《妙法莲华经》？有没有？真的很长哦，那个要诵1天一部真的是要很努力哦，一天诵1部有没有听过那个普门品？普门品是里面的一品妙法莲华经里面的27品的1品1品，那我们诵就蛮长的，对不对？所以要了解说那个诵3000部真的是不容易啊。可是他自己心里面已经有所得心了，就是说我已经诵了那么多的妙法莲经功德很大。然后呢，六祖就跟他讲说，听吾句曰，这个讲句一样，给这个法达听，理本则慢闯，就是理呀，我们的行理就是折服啊，我们那个骄傲。慢呢就是骄傲，这个理本呢则慢闯，头膝不至地，这个行礼的时候五体投地这个头呢都不到不呢这个达到这个地上，有我最极深，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执我已经诵3000部的妙法莲华经有这个我在。所以有我最深，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就是那个我相很强，他把我相又加强到骄傲，所以有我最极深。然后王功胡无比，你把那个诵经的认为说功德很大，那个功把它王功，就是没有，你诵了以后没有什么功德。那个功把它忘了，这样呢无比，懂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认为说那个功很大，功德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呢这个引进度化众生爱来佛堂求道，那我们也会以为说功德很大，对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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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你把它引进来，就可以地府除名，天堂挂号，是啊，功德很大。可是你要保证它成就，不能说他出来求道，他就给他等了。我们不是都这样吗？要怎么走，有告诉他吗？有没有？求到了以后，你都要按他走这以前不该讲。各位先生有没有这个内心亏不亏欠甲人出来求道，拢无甲人带，讲要按怎成佛，都没有跟他讲说你要怎么做，这样这个众生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没有把那个行得完整，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要做得完整。那我们不要把那个当成是很大功德，
兄弟姐妹啊，受苦了，我们都呢不忍心，然后呢带他求导，让他能够脱离苦海，这样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我们把那个功啊，把它忘掉了，苦无比啊，就很大的那个福报，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假如说我们记在心上的话，那心就不宽广，因为我们会算啊，多一个、2个、3个、10个、100个、1000个了。啊，你即摆若多啊1万个时阵疲不疲劳啊？疲不疲劳？我已经多1万外个安尼，会先袂？你把它记在心上啊，你做的力道就没有。你把它忘掉了一个嘛无多，哪一个众生是你度的啊？佛在讲都没有众生啊，众生都没有，是众缘积聚啊而显现的生相，那个都虚幻不实在啊，哪一个是你度的？你度了他成佛，他佛性本来就具备啊，哪是你度的？这样了解吗？我们又忘掉了一个嘛无多，有6个。让生出来对吧？所以我们当前面的看到的这个事情啊，都是我做的，你一定很疲累，你要向后转，后面你一个事也没做，力道来了没？来了对不对？过来走，有力了。你看头前做这只无力了，那个是人之常情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时候需要向后转。后面你一个事也没做，就要努力了，对不对？所以记在心上，功德就不大。你全部都忘了没有，哪有什么功德？这样才功德大。这个道理很奥妙你拢记条条拢无啦，你若拢甲袂记功德真大，知道吗？像我们住相布施。布施100块帮助人，你拢记条条，你的回报得100块你即马布施100块帮助人，放互虚空，我拢无记伫个脑海内底。你100块甲虚空做伙，已经虚空的果报，互你大不大？就很大虚空的果报给你，让你成仙做佛，大不大？很大，所以不要住相，不住相的布施啊，功德才是大住相以后，你布施偌济，得到偌济，那一定的。那么六祖呢又讲师又曰：汝名什么？问他的名字啊，法达就回答说我叫做法达。六祖呢就讲说你的名字法达。何真的达法？讲你的名好了真好啦，迄法拢达。可是你都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那个佛法各位浅显，什么叫佛法？对，成佛的方法。这个回答得很正确啊。什么叫佛法？成佛的方法。简单扼要，我们要记得什么叫佛法，成佛的方法。那么复说句曰：汝今名法达，群众呢未修歇空诵呢但寻身所以呢六祖跟法达讲，说你的名字叫做法达你很努力的每天都在诵妙法莲华经群诵。未休息拢无休困10年拢无休困。可是呢，空诵但寻声，你伫咧上经的时阵拢咧听到遐个声上经的声，迄个音嘛真好听安尼啦。空诵但寻声，我们这个诵的时候都会有那个韵，有没有？那个韵就是着重在那个韵。明心呢好菩萨，所以一定要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呢，才能够成菩萨。心要明。如今呢有缘故啊，现在呢既然来到这里，就是因为有缘。五经呢为汝说，就是跟你讲要怎么样去做。但信啊佛无言，莲花呢从口花。这两件摆在一起呀，真的是很有意思啦。但信佛无言，我们要相信这个佛他呢一句话也没有，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没有所以呢，但信佛无言。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最上圣的佛法，就是没有语言没有语言文字那个才最上圣佛法。那有语言文字呢，是引导我们能够呢接近接近那个轮廓这样呢容易让我们进入。那么底下呢这句莲花从口花我们要做这个莲花座这个佛菩萨不是都有莲花可以做吗？有没有？像我们看那个不管是雕塑的也好是画画也好，底下都是做那个莲花，对不对？这个莲花我们要做就是要努力的来度化众生。那努力的度化众生呢，就是要用嘴巴去讲莲花呢从嘴巴努力讲，然后你才有莲花宝座可以做，就可以成仙做佛。这样了解意思吗？上面一句呢说但信佛无言，没有语言。下面一句呢，莲花从口花，要努力说。一个是没有话，一个要努力说。这样了解意思吗？知不知道？在真理部分就是没有语言。在真理的部分没有语言。所以语言文字那个都是工具，那个都是因缘际会才有不要住全部呢都去掉没有语言。然后呢要成仙做佛，你要努力度化众生，就是需要嘴巴来讲。这样懂意思了吗？所以我们嘴巴来讲，就是要符合真理真理的部分我们就是要了解。所以在呢很多的经典我们都可以看到4个字叫不可思议，有没有？不可思议是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那我们平常以为说这个不可思议就是不能去解说它。可是我们可以体会呢这个不可思议是什么状态就是离世句解百回。所以各位天贤现在来体会不可思议。我们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什么？是有呢还是没有？是有呢还是没有？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是有还是没有？是有是没有？没有不是着空了吗？是有还是没有？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我们体会那个不可思议是什么样的状态？在这一种状态就是不可思议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着哪里着在哪里？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样怎样不？我们的佛性本体都是这样啦，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奥不奥妙？就是很奥妙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是这样就是不可思议
想得出来吗？想不出来。讲得出来吗？讲不出来。嘿，这样懂了没？有较亲切不？答文句啊，华答听了六祖讲这个句以后啊，回血曰：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所以经过六祖一讲以后啊，说而今而后啊，当谦恭一切。这个能够谦卑，然后呢恭敬，谦恭。啊，无伊句安尼上10年的妙法莲花经安尼接的拢比人较悬，拢已经很了不起安尼啦。啊，即马六祖就安尼讲的我一点点都拢无，安尼都爱谦恭啊，迄心拢已经降低啊啦，迄骄傲拢无去啊。那么弟子诵法华经呢，未解经义虽然有上的这个法华经，可是呢没有了解经里面的真理，那个经义经里面的真理没有了解。那么心呢常有疑啊，互伊安尼上10年啊，佫3000多，佫心常有疑啊，很矛盾遐尼依赖啊，讲佫心常有疑。和尚呢智慧广大，在称赞六祖，说和尚智慧广大，愿类说啊，经中义理，开列的来讲，那个妙法莲华经经中的那个真理所在。那么六祖讲说法达，华极甚达，汝心不达，这个法本来就很达到呢，最上升。可是你的心就没有办法达到，经本无疑经本来没有那个怀疑的地方，汝心呢自疑你的心没有了解自己产生怀疑，那么汝念呢此经以何为宗？你念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呢以何为宗旨？追求什么？什么呢？以什么为宗旨？那么法达呢就讲说邪人根性暗钝，从来呢单依文诵念其旨中去。这个他也是蛮能够知道自己的那个斤两，所以说讲依文诵念，按照文字来念，不知道呢那个宗旨跟去向。伊的宗旨气象都不知道。那么六祖呢就讲吾不是文字如视取经诵一遍，吾当呢为汝解说。说呢我不认识文字，那你把那个妙法莲华经诵一遍，然后为你解说里面的义理。那么法达极高深念经，一直念到呢比喻品。六祖就讲都词好安尼大家都会使。此经呢原来以因缘出世为宗，这个就是这个因缘出世为宗因缘出世呢为宗旨，重说多种的比喻亦无越于此。在讲很多的那一些比喻都不会超过这一个呢出世为宗的那个宗旨。何则因缘？什么是因缘？经云：知佛是真呢，唯以一大之因缘，故出现于世都以一大事的因缘出现呢在凡尘。一大事则佛之知见呢。各位先贤，这个一大事因缘是什么？一大事因缘是什么？我们在凡人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对，就是生死。所以生死是最大。我们在凡尘一大事因缘就是生死。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时时刻刻将生死挂心头。生死挂在心头，一口气不来就死掉了啦。
那我们现在假如说以现在的遭遇、现在的心境，现在一口气不来，甘不甘愿？一定不甘愿的，也没了，我还没做完呢，对不对？还没有领悟啊，还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要时时刻刻呢，将心死生死啊挂在心头，这样呢，我们就会努力呀，朝着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去努力，这个方向就正确。所以这边呢，六祖就讲，说一大事啊，这佛的知见，一大事因缘就是生死。那我们要了解要能够处理生死啊，就是要有佛的知见。那佛知佛见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说，万念都放下，我们一念不生，那时候就叫正念那个正念就是佛知佛见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就是为了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本体，为了那个时时刻刻都把它启发，让那个一大事佛的知见都呈现。那我们了解呢，这个佛知就是三际心不可得。佛知三际心不可得。佛见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不执一义。一二三的一义呢就是一个田在一个风那个义，不一样的那个义。不执着一，不执着义，不一不异这个就是佛的知见。佛知三际心不可得，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三际心不可得。那我们三际心不要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我们没有不离心，就不会造业。然后呢，我们不执着一，不执着义。像说我们的身体跟佛性呢一不一样？不一，对不对？不一就是义就是义了。可是呢，没有佛性就没有身体，就是义所以不一还有不义，这个就是标准答案，知道吗？清皮时啦我记慢慢听到就了解。世人外迷着相，内迷着空。说我们呢这个世间人都外面被形象着迷，外迷就着相，然后呢内迷着空。我们都说免计较啦，迄个拢免计较，迄死的拢无半项拢会按讲对不？那个就是着空啦。外迷的着相，真正的事情到来的时候，要不要计较？要不要？我们嘴巴会讲说不要，现实呢？要不要？不要，不要的马上吃亏了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反正呢，这个心口不一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不一样。若能呢，一相离相，最理想的就是一相离相。在形象里面形象有，可是我们不住相，不取相，就能够离相。那么移空离空，在空离空。所以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个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就是在讲这啦。还有了解不？移相离相的移空离空。所以我们在讲的佛性本体说有形象不对，说它没有形象不对，说它亦有亦空不对，说它非有非空不对，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这样懂了没？佛性本体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这样奥妙。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凡人的那一种想自杀，就是着空那个消极什么都没希望啦，是不是已经着空了？那我们凡人很烦恼，是不是着相了？我们凡人在凡尘
不是着相，不是着空，很明显啊，有没有？那我们现在不着相，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全部不着，最理想的啦，成就。即是呢，内外不迷，离相离相，离空离空，是内外都不迷了，不迷昧。若悟此法，一念呢心开，是为开佛之见。我们能够领悟这个无生顿法，最上圣的佛法，只要我们一念心开，心已经都能够领悟的，这样呢就是开佛的之见。那么佛有觉也，那佛就是我们的觉，那个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就是剩下那个觉啦，这个觉就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时时刻刻做，让它时间久一点，般若妙智慧会产生，有般若妙智慧我们容易领悟真理，真理一领悟，定力就有。定力一有了，真理又更深入了，这样互相帮助互助。那么分为四门，开觉之见、视觉之见、悟觉之见、入觉之见。所以这个佛这个六祖把它换成觉，这个开佛之见，视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开示悟入，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要开开呢，我们那个觉那个知见，是我们的那个知见跟觉性是相合的。然后呢，视佛视觉知见，然后能够悟觉知见，进入觉知见。开示悟入，我们就是要自己开，自己试，自己悟，自己入，都是要自己这个别人帮不得，没有办法帮的。若无开示便能悟入举解之见，本来真性而得实现，能够呢开示悟入的时候，我们的真性呢就可以出现显现出来呢，都是我们的真性。如圣物错解经义，就是不要呢这个错误的来了解经里面的意思，见他道看到他在讲开示悟入，自是佛的知见我辈无分，若作此解乃是呢谤经毁佛也，所以这个。六祖就讲，那个开示悟入是在跟我们讲，不是佛，这不是呢跟佛讲的。认为呢是佛的知见的话，那么这样呢，就已经呢在谤经毁佛。彼既是佛呢，以具知见，既然已经呢证本性的，就叫成佛。那么已经具备了知见，何用呢分开？不用呢再开呢开示悟入。那么汝今呢当信佛之见者执汝之心。所以佛的知见就是我们的自己的真心我们自己的心，更无别佛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佛，已经没有在别的佛。盖为一切众生自闭光明。我们的一切众生呢，自己蒙蔽自己的光明，那个自性的光明都蒙蔽了，贪爱沉静，我们对凡尘的景象都产生贪爱，贪爱沉静，外延内扰，外面的那一些尘相，内心呢扰乱不安，就是内心想要，然后外延在诱惑。那甘受呢驱驰我们就这个甘愿接受呢那一种驱驰。
受到物质的那个奴役呀。我们本来呢是在使用呢这个物质，可是呢这个我们一追求超过了以后啊，变成当物质的奴隶呀，像不像？我们就变成了工具啊。本来是可以当家做主的，那我们呢一变成这个贪这个物质的享受啊，我们那个佛性啊，就很委屈了。身体要享受啊，佛性都委屈呀，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把主人翁请出来当家。遍劳他世尊呢，从三昧起，种种苦口呢，欠令啊取习。所以这个六祖就讲，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从三昧起来，示现在凡尘，然后呢讲经说法49年，种种的苦口啊，都欠令我们众生啊，要请习呀。这个所有的妄念啊，那个思想都让他睡觉了，会不会呀？我们人这个需要睡觉也要使我们那个念头啊，都使他睡觉。睡觉休息的寝息啊，那个寝就是呢这个睡觉的意思啊，就是不要有莫向外求。我们呢不要向外求佛，佛呢要在我们自己身中求。那么以佛无二，跟佛都一样，没有两样的，故以呢开佛智见，所以这样就讲，是我们已经具备了佛的智见。那么无一切呢一切人，六祖就讲说，我也来见一切人，以自心中呢常开佛的智见。在自己的心中都开佛的知见，不要开众生的知见了，我们都开众生知见。那么世人心邪啊，凡人这个心不正，愚迷造罪，所以说那个呢诈骗电话都是愚迷在造罪啊，对不对？很正确的，愚迷在造罪。然后口上心恶，嘴巴呢都会讲，可是心很恶。嘴巴讲出来都是好听的话，心里面都想要人家的钱，口上呢心恶，贪嗔呢嫉妒，这个呢都具备了贪嗔嫉妒啊。人家有钱嫉妒了，就想拐骗人家的钱，因为贪嗔，贪呢我慢。这个都是我们凡尘很容易见到的现象，残令我慢。亲人呢害物自开众生的知见，我们自己开众生的知见，没有开佛的知见。若能正心常生智慧，所以我们就是要能够正心，心要正所以呢心要正就是要学那个儒家讲的格物致知，把那个心中的物都革除，然后我们的知就良知可以呈现，格物致知，然后这诚意就正心了，心就正，然后心正呢就会常生智慧，智慧常生，关照呢自心，止恶行善。我们关照呢，我们自己的心，把恶呢都停止，能够行善，是自开呢佛之知见，这样就是开佛知见。汝须呢念念开佛智见，勿开呢众生知见。六祖呢苦口婆心就是跟呢法达讲，要开佛知见。开佛知见呢就是出世，开众生知见呢即是世间。世间就是苦海，然后出世离开苦海。如若呢，但牢牢执念以为功课者，何意呢理牛爱尾？假如说呢，这个牢牢执念执着呢，一定要诵经的话，就好像那个理牛爱尾，那个理牛的尾巴很漂亮，
他自己呀、在欣赏那个鲤牛啊，都会转过头去欣赏它的尾巴，那个叫鲤牛爱尾，就是自己爱啦。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吗？这个门一关起来没有人的时候啊，我们都在欣赏自己，有没有？那个就是鲤牛爱尾呀。那么答曰，法达呢就讲，说然则，那是安呢？若是这样的话，但得解义呀，不劳诵经也。说只有来解说义理、解说真理，不要诵经了吗？六祖就讲说经有何过？经有什么过错？取障辱念，它怎么会障碍啊？你去念它，只为呢迷雾啊在人，迷雾啊都在我们人，我们人迷了，做的事啊不合真理，领悟呢，做的事啊都跟真理相应，审益啊由己，要损害呢还是要利益啊，都是由自己。口诵呢经行，即是呢转经，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诵经呢要口诵，要心行，嘴巴念经呢，然后心来做，即是呢转经，把经转到我们身上来，这样呢就可以得到利益。那么口诵呢心不行，嘴巴念呢心不做，那么即是啊被经转，这样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呢，被经啊转。就没有得到利益了，就损害了。那么听无句曰，六祖讲句语，说心迷啊，法华转。心迷昧的话呢，一直诵经，一直诵经呢，被法华经转了10年3000部啊，都心迷。那么心悟啊，转法华，心领悟了以后啊，把那个妙法莲华经转到我们身上来，我们得到佛法。那个华就是呢莲花了，那个妙华已经呢都呈现了，可以自己呀受用，所以心悟啊就转法华。那诵经呢久不明，假如说诵经呢很久都不明了经的义理，以义啊做仇家，跟那个义理呀结成冤仇家了，无念呢念即正。所以我们都没有起心动念了，那个念头就是正念，一起心动念了就是邪念了，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的时候啊，时时刻刻呢，都无念，无念啊念即正，有念啊念成邪，起心动念就已经不正，是邪念，有无啊记不记啊，常欲啊白牛驹。这个有跟无啊，全部都不去计较它。那我们呢，就已经呢，常驾着白牛驹啊，在度化众生，然后度化自己，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么答闻记啊，不觉悲泣呀，所以我们人啊，这个大事未明啊，如上考妣，大事已明啊，也一样如上考妣啊，就哭泣了，悲泣，所以有声叫哭啦，无声呢叫泣，悲泣啊，就是没有声音。那么言下呢大悟，已经呢领悟，而告师曰：法达从昔以来，实未曾呢转法华，乃被呢法华转。说这个10年啊，诵3000部啊，都没有转法华。都是呢被法华转，所以没得到利益。那么再取曰，经营四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推量，共度量，皆尽思呢共度量，不能测佛智啊。这个法达呢问六祖说呢，四大声闻乃至菩萨，皆尽思共度量，不能测佛智。这个心呢令啊凡夫但悟呢这个自心辨明呢佛之见，这个是印没有印好的还是这个字？今念凡夫但悟自心，还是念？今念
金令对哈，金令凡夫呢，当务自心，辨明呢佛之知见，智慧呢善根，未免呢愚谤，这个法达呢不了解，会觉得说它里面呢意思啊没有很清楚的写，这样呢会有怀疑跟诽谤。又经说呢三居，羊鹿牛居呢，以白牛之居如何区别？愿和尚呢在垂开示，希望六祖呢能够呢再开示。那么六祖讲说经义分明，经义他讲的都很透彻，汝自呢迷悖，你呢自己迷昧违背。知三圣人就是呢下圣、中圣、上圣三圣人不能测佛智者，患在度量也，老一金师共推，转家学远。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三圣人不能这个测佛智不能了解那个佛的那个智慧，就患在他不对的地方呢，就在度量，就是我们去用这个框去了解佛的智慧，然后让他劳逸尽思共推呢，就是让他们全部能够尽思共推的话，那么转家学远，就是我们越集思广益越差得很远这样懂意思吗？那一种佛智是不能用我们那个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讲，就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六祖讲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用那个头脑来想，用论义来论。这个呢，尽思共推就是集思广益了。这样懂意思吗？佛的智慧不能落入思量。不能落入呢那个嘴巴议论，这样会越来越远。佛本为呢凡夫说，不为呢佛说这个佛都是为凡人来讲，不为佛讲。因为成佛了不用讲。那么此理若不肯信者，这种道理，假如说呢不肯相信的话，从他退席，就是让他离开了，不要听了。殊不知呢，昼却白牛居更以门外密山居。就是呢，我们要知道说，我们现在呢就做白牛居，可以这个载着自己成佛道，又可以载很多的那个众生成佛道。白牛居所以那个羊鹿那个不能自己都载不了。那个羊居、鹿居迄伤来伤细，再家己就再袂叮当佫再众生佫较无法度。所以羊居那个鹿居跟牛居，牛居呢是可以的，它可以载这个众生能够载得动，可是它缺少那个上乘，白牛居是使以上乘。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现在呢都已经呢做这个白牛居，然后更以门外呢密山居，咱都已经坐上好的已经可以在自己成佛了，又可以运载众生呢离开苦海，都已经最好了。可是呢要去找那个门外的那个山居这样知道意思吗？就是讲已经都足好的，得到足好的已经在真如世界是安那会搁伫咧行倒退往回走的意思。况呢经文名相如道经文有明确的记载，唯一佛圣无有余身，若二若三，就是唯有一佛身。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了解，所有讲的这个下圣、中圣、上圣那个都是循循善诱也是要他们成佛。可是一下子讲得太高，他们做不到，先让他们能够做得到去做，做了以后由下圣呢引到中圣，
由中圣呢引到上圣，由上圣呢引到最上圣，这样全部都是一佛圣，这样懂意思了吗？没有说那个若二若三，没有说三圣了，全部呢都是一佛圣，这样懂意思了哈？所有的讲出来啊，都是要众生成佛了，众生的程度不同，所以讲的法就有比较深的，比较浅的，浅的呢是引导出机，深的呢是引导立根者，都是要所有众生成佛，脱离苦海，乃至呢无事方便，有非常多的方便法门，都是呢要引导众生呢脱离是法皆为一佛圣，所有的法呢都是一佛圣，都是要众生成佛，如何不行？为什么呢？不自己反省，这个自己反省呢就会知道，三机是假，为习死故，那个三机是假，假名词啦，为了往昔那个迷灭的时候，才能讲那个三居，一圣呢是实，一佛圣这个就是实在的，为今时故就是根器已经呢培养到成熟了，可以进入了不生不灭佛系的本体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实，一圣是实，为今时。只教如弃假归实，所有的这一些方便法门都是教我们把假的去掉，然后归入这个实相。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凡所有相呢都是虚幻不实在啦，把假的去掉，假的去掉呢，就可以回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那个就是实相。那么归实之后实亦无名，我们归到呢我们佛性本体以后这个实实相也没有名称无名。那么应知所有的真财尽实于汝，所有的这一些真财，就是呢我们这个佛性所发挥的那一些功能作用，都是我们的真财，全部呢都实于汝，都是我们自己本身。有汝受用，我们自己本身受用，更不做复想，亦不做呢执想，这个不做复想执想就是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的比喻啦。它比喻呢说长者非常富有，很多呢这个子婿后代很多，可是呢住的那个家宅已经呢着火了。那因为呢所有的这一些眷属都玩得不亦乐乎不想离开了。这个这个富的这个呢富有的这个富做老爸伊就讲我这后代今年拢都爱赶救要救他们可是他们都这个叫不动怎么办？所以他就想出有很多的这珍宝好玩的东西拢伫咧门口，恁大家紧出来摕，把囝孙拢拐出来，这样懂意思吗？就是那个《妙法莲华经》里面所讲的，所以才有那个互想执想里面的比喻的。那亦无用想也没有用想，所以我们了解那个用是从佛性本体发挥的那个功能作用用也不用再另外要呢产生那个思想来这个运用，是名持法华经。这样的话呢，就叫呢持法华经，从劫至劫就是不管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手不释卷，这个手都没有离开经卷，都是呢在诵法华经。从昼至夜无不念10夜，从白天到晚上，什么时候呢，都是在念法华经就是已经呢，不用那一些呢经文字已经呢都在自己心中了，所以什么时候呢，都是在诵经。那么达蒙启发
踊跃欢喜，以记赞曰：经诵3000部，潮汐一句往。所以诵经已经诵3000部啊，然后进来这个潮汐见六祖啊，他能这样讲话了以后，一句就往，把那个3000部都放下了，那个往就是已经放下了，不执着了，不认为他那个依赖的那个3000部是正确的，已经知道了，把它放掉了，所以一句往。心就空了，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这个很高兴这个我们一直依赖我想3000部那个心那个依赖很强，那现在都把它放掉了，心就空了，到达真空，那个很理想，所以就讲说潮汐一句往。未明出世子，假如说没有明了，要脱离苦海的宗旨，宁缺累生狂。假如说不明了，出世的那个宗旨，那么怎么可以让累生的那个狂让他休息，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累生的那一种狂，那个狂就是我们在生活之中的。那个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那个叫累生狂。羊入牛犬舍吃中后善养。这个羊居入居牛居那个是方便，那个犬就是方便方便施舍，引导众生用方便法门。那么吃中后善养，这个就是吃善、中善、后善发扬。那个把它连贯吃善、中善、后善，连起来吃中后善养。那么谁知活载内，说什么人知道我们这个活载，就是妙法莲华经有讲那个活载，可是这边它的活载意思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那个活载我在我们身体里面言是法中王，言就是本来就是法中王，法王，法王就是佛啦，那个这个法王子就是菩萨，法王就是佛，所以法中王就是讲咱身躯内底有佛啦，有佛的这样了解是吗？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佛，那么。六祖诗曰：如今后方可明念经生也。说从今以后才可以讲说叫做这个念经生也。答从此这个领贤子贤妙的宗旨，亦不辍诵经，也没有说中断了那个诵经竟然超过时间。我们要留给各位问的时间超过2分。各位同学有问题吗？有没有要问的各位大家好。好。感谢我老师，感谢同工学习跟讲师。那美国很多时候的同学习能够在美国跟大家一样，能够学习信理事宜，能够受益良深。美国有2位学姐，请同学在这里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平常我们研究道理用理解跟记忆的方式，然后能够了解，但是我们修道是要从心里面去悟，然后去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前贤他的父母亲都已经不在世了，那他会用感恩的心去怀念父母。所以我们讲缘起缘灭，当缘尽的时候，我们应该让他去，让他过去，学习忘记放下，一念不生。这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冲突？谢谢。好，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说，现在的一些科学家他都比较重视有形有相，然后实际去
这个实验了以后产生的答案，他才相信啊。那个是我们科学家所采取的那个态度。可是呢，我们这个研究心理心法刚好跟这个相反。我们呢都是从离相没有形象的那个真心佛性这个入手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到因为科学家着重的那个形象，不知道那个相的由来，形象的由来是怎么样来，他会认为很多的那一些那个原子电子然后核子然后所产生的。那我们要知道说在心理心法来讲，这一些能够呈现现象的那一些呢物质都是我们的那个性分中呢所具备的。我们呢那个真心佛性里面具备了这个天地山河大地，所有的万象都在佛性之中。所以研究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这个呢会来的比较能够达到那个根源。那么以现象来说的话，现象呢都是无常在变化，所以我们就是了解研究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可以超越，知道呢现象也是由我们的佛性生发出来，它呢是由无然后呈现有了以后呢又归于无，然后呢我们了解整个呢都在呢我们佛性之中，这个呢没有研究的话就不会了解了。我们研究以后呢就会知道说原来天地之间这么奥妙。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的主间跟我们要了解说，能够呢做一家人都是有这个因缘，都是呢互相呢我们台湾话说呢讲互相拢相欠债有欠债有瓜葛才会形成一家人。所以我们呢这个要了解到我们这个形成一家人以后又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摩擦出现。所以这个最多的大概就是产生一些怨埋怨这个跟家人相处会没有埋怨的大概是很少了除了那个爱你入骨，那已经爱到骨头去那个什么样的那个都已经不计较了以外，大部分都会有很小的事情都会产生一些这一个摩擦。那我们要了解说有那个因缘际会了，我们要能够转，不管它什么缘都一定要转到善缘，不要这个互相之间最亲的家人又有那个埋怨在。那既然说已经都过往了，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在照顾孩子的时候那个投入的那个心都是真心，照顾你那边会大汉，那个都是真心所以我们用这一种心来这个感恩我们的这个祖先上一代那上一代也是为我们付出因为有上一代的付出才有我们在传承社会的那个立足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感恩。那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这一个互相之间呢都呢这个佛性都是平等祖先的佛性跟人佛性都是一样，都是平等所以呢祖先也会他呢也会到这个别的世界去受生又出生了。那假如说这一种现象之下，跟着我们这个凡人在凡尘那个他的后代祖生呢那个有什么关联？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后代的祖生假如说你能够
很孝顺啊，你的那个长辈啊，祖先，那么这个样子的话，会使你的祖先啊心里面很安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一个不孝顺的人啊，那个祖先啊，他会把你压抑，让你不成功，不希望你成功了，因为你都不孝顺了，让你成功的话，那世人凡人啊会受苦，受到你的牵连，所以他会压制你，让你做事都不顺。那你假如说非常孝顺了自己的这个长辈，自然的你会慈爱你的晚辈，那你这样做人就成功了，就没有亏欠了。所以我们修天道呢，由人道做起，一定要人道齐全，天道呢才可以到达。所以我们呢做事的时候就是要考虑到，一定要心存敬畏祖先，然后呢慈爱来教导我们的晚辈。这样的话我们人道呢才能够没有亏欠。那人道不亏欠了，我们自然修习天道就会很得心应手，就会如意，是这个样子。还有吗？还有5分钟，好，请说。老师好，想请问上次课堂中有2次留下的疑问，难道不知道是现在是谁在场？想出来了吗？想出来了吗？还没啊？因为要给大家印象比较深一点啦。他今嘛咧拜天公拜啥啦？就是啦，就是关圣帝君在管啦。有吗？还有4分钟。好，请说。拿麦克风。好，谢谢大家好。我们刘讲师好，你说。何谓大圣5位啊？大圣有5位啊，5个阶梯啊。那实地菩萨等觉妙觉最上圣，那5位是在菩萨前也是菩萨后，还有那个释迦行位这些。是搞清楚一点，我们在研究我们这些都不懂。好，请坐。我们这个修道呢，从实信，然后实住、实行、实回向，这样已经有40个位阶了。然后再上去就是释迦行。释迦行呢，它是始于这个软。顶人4第一法，这个是地前啊，地前就是那个菩萨前，在释迦行以后啊，就算这个入地以后，它有10地啊，1地、2地、3地，一直到10地。10地菩萨叫做等觉，它等觉再上去啊，叫做妙觉，妙觉才圆满了。所以它的位阶就是从那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然后释迦行44位，然后呢在实地54位，在一个妙觉55位刚好圆满，55个位阶了。那现在我们研究《六祖坛经》啊，它是以顿法就是从凡夫地直接跳到妙觉佛地没有经过中间的这一些位阶，所以那个叫顿法，无生顿法。那我们就是2边都修了，顿法离在顿悟，然后事在渐修。事情呢我们这个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掉的那一些脾气毛病慢慢改，那个叫顿修渐修。渐渐的修持
啊，理一定要顿悟，所以殊胜的在这里，不然那个光前面那个实性啊，就要20-30年，都很久的时间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这个进入那个佛教啊，那个头发一理袈裟一穿啊，不是说马上研究经典啊，你要开始那个早晚课啊，然后所有那一些僧人要做的一些工作啊，20年都还没办法接近经典，20年很久，那我们就是三道天师的，所以我们讲这个基缘品啊，这个根基缘分啊，我们能够求道，各要了解，都是有根基缘分的，没有根基缘分没有办法求道。根基让我们求到了，缘分呐，就看我们呐要不要修，有修才有份呐，没有修就没有份，所以我们是沾到这个上天大开普度啊，沾到天人师德，能够呢得到了根基呢都好，所以这个能得啊也很不容易的。或许之前有讲过啊，像那个害死岳飞那个秦桧啊。他现在转世在台中，在我们台中是个坤道，然后生了4个小孩，先生已经过世了，道亲要去度他求道，他那个佛堂在2楼，要上楼梯的时候啊，我们外人是看他原地踏步啊，可是他一直在讲说你们的楼梯这么高，都爬不到。那我们外人在看，哎呀，没累啊，都跟他地底的踏步了，那个就是他没有根基，没有缘分。请问认识吗？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在这个转世坤道前他转世牛，从他害死岳飞以后啊。转世牛转世到现在，民国的时候还当牛，在民国以后啊，才转成人的身体啊。你看多久？都那么苦，受那么苦很久的时间都一直在受苦。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根基缘分啊，都很殊胜。下课，各位点师各位讲师，各位前贤，大家好。或许站到天师的老前大德，请感谢各位前贤给或许机会学讲。我们就讲这个《六祖坛经》。这个65页刚好那个开始讲智通，对不对？这个生呢智通，寿州呢安丰人看呢那个楞伽经约1000余遍。这个楞伽经就是达摩祖师呢从印度带到我们中国来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以这个楞伽经为主要的那个经典，因为它呢比较深，是施以那个菩萨那个修持方法，所以一直呢传到五祖的时候才把它改成呢金刚经。那楞伽经呢，它里面或许就是说有一个一段对我们这个修道人来讲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大卫菩萨问这个释迦牟尼佛，说我们怎么样才算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各位姐，怎么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好像呢，我们听起来这个问题是很普通、很平常，可是呢，大卫菩萨呢，竟然这样问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用一个句语回答。那现在呢，或许把那个句语这个讲出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观察自心所现，远离生住昧见。善知外法无限，专求自证圣智，就是讲这个句。
所以要做到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修道人。那或许呢，稍微把那个内容这个详细解说一下。第一句话呢，就是观察自心所现。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啊，就是凡尘的所有一切，这个山河大地万象万事，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呐。那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自己呀，真心所呈现的所有一切。真正要修道的话，就是要做。我们也要知道山河大地啊，都是我们性分之中所呈现的。所以呢，我们一般没有研究的话，会以为啊跟我没有关系呀，以为说山河大地啊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我们要了解山河大地也是我们性分之中呈现。所有万象也是啊我们性分之中呈现，我们真性里面所呈现出来的。所以要观察自心所现。这样听得懂吗？可以了那么第二句呢就是远离生住昧见。我们呢产生我们的念头生了，然后住在我们念头，昧了就消失了。要远离生住昧见，要远离。因为整个凡尘就是我们真心，所以没有对待，它不用生出念头，所以我们生出念头就不对了。所以要远离生住昧见。我们的见解假如说全部都放下，万念放下，一念不生那个就正确了。只要我们起心动念就叫邪念，都不正确。所以不正确的那一些念头引起我们造业，我们造了业才受苦，在凡尘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不产生，没有念头，没有生住昧见，都没有，都远离了，那我们就不会受苦，因为没有造苦因苦因我们不造就不用接受果报。所以要远离生住昧见。所以各位在日常生活中就是空闲的时候尽量能够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不要起心动念。我们时常呢这个没事就会胡思乱想。各位贤姐会不会都会这个是我们人的常情想赢嘛加减妄想免拿钱对不对？不用付钱所以就胡思乱想。那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落入凡尘，就是一念妄动，就是胡思乱想来的。所以我们要回我们本位每一位都是佛，我们都是佛，要回到佛的本位就要先把那个念把它放下，不要起，不要有念，不要有念了，我们就回到本来。很容易是很容易做，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愿不愿意做？把念头都放下不要起心动念。起心动念都是我们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然后遇到外面的这一些六尘景象，然后才产生念头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这一些都不真，都是因缘机会才有，都是假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假的念头都不要把它放下。放下了以后我们心就清净，然后一清净就回到本来。它本来我们就是佛了。只要能够长时间都很清净的话，就整个佛性都非常光明，很理想。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了解到真理越努力走就越偏得越远。那我们了解了以后，透彻知道真理，所以有一些是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原理。
真的知道了吗？业好，我们要了解啊，念头啊就是业，我们起心动念啊就已经造业，这样知道吗？平常我们不会去想说，起心念头太容易了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所以就没去管制啊，都一直让它起心动念，一念接着一念，所以就造了很多业，所以六道轮回啊脱离不了。那现在呢知道说原来轮回的源头啊就是在起心动念，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尽量呢就不要有不要起心动念，所以那个第二句啊就是远离生住灭见。这样知道了那第三句呢，就是善知外法无限。我们要善知，善恶的善，知道的知，善知外法，外面的万法，外法无限，它没有佛性，外法都没有佛性，所以看到万象万事啊，它都是虚幻不实在。没有佛性在啊。那我们知道那个外法外面全部都没有这个佛性在的话，我们就不会住相。那不住相我们就不会产生念头。没有念头呢，我们就恢复清净。所以这个佛也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修道人就是要这个样子。那第四句呢？就是要专求自证圣智，专门的来追求我们自己证悟自己所具备的，我们就是圣人，圣人的智慧，我们本身就有，只要把凡人所学的都放下，那我们本身所具有的那个智慧它就产生，叫做般若。那我们有般若了，就有这个知道凡尘的事要怎么应对，应对呢这个凡尘的事用般若就不会造业，所以真正的修道人呢，就是要做到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句，观察自心所现，远离生住灭见，善知外法无限。专求自证圣智，这个是楞伽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在。那我们之前也有讲到楞伽经的那个五无间各位有没有印象？五无间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波和身、恶心出佛身血，有没有印象？那个也就是那个无间罪，我们造了无间罪，要进入阿鼻地狱可是佛在解说的时候竟然把它完全都解说不同，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所以各位要拿那个 DVD 回去看，看得熟一点嘛你家里有那个可以看影集的那个就是可以看这个 DVD 的啦，一样的你一放进去它就开始开始做了不了解呢可以再重复看，一定会懂的啦懂了以后你会很高兴，会充满欢喜不懂的话好像离我很远，一懂了以后好像就这么亲切，在我们自身在自身上所以那个无间罪跟那个无间的修持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在楞伽经里面还有记载那没有看过的人他会说那有安呢那怎么差那么大？那个进入阿鼻地狱呢跟你能够修无间的话，你就可以成仙做佛了，马上成佛了，是不是差别很大？一个要进入那个最苦的地狱一个可以成佛，差别很大所以完全就是在内容内容不一样。我们把那个无明杀掉无明就是父杀父就是杀掉无明，
可是我们凡尘的话，假如说我们杀掉生我们的父母啊，那个知狗不如了，比那个禽兽都还不如。我们要了解说生理的来源就是父母亲，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辛辛苦苦啊把我们抚养长大，这个报恩都来不及了，哪可以杀他？所以那个完全是在讲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个修除方法，因为我们无明啊才会造业，造了业才会受苦，所以要把这个无明去掉，叫做杀父，是不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研究都是要透彻的，那贪爱就是母，我们把贪爱杀掉就是杀母，所以那个完全都不同了。那个杀阿罗汉就是自私啦，我把自私的心杀掉，都是公心一片，是不是很理想？那个破和合身就是我们不要蕴积五蕴，我们在生活之中啊，都在蕴居色受想行识啊，然后我们呢现在了解不要蕴，我们呢在凡尘生活，第一个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怨，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怨很容易产生？有没有发现？可能都不知道了，它产生的时候也不知道。只要不顺我们的心啊，都会怨。有没有？这个印真的是好像跟随得很紧啊，跟着我们很紧。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印啊，它有毒。不知道清楚的话，那个毒性呢越来越强，就变恨，怨恨，有没有？恨是不是比较严重了？对不对？那怎么来？就是从怨而来。怨不知道清楚啊，就恨了。怨恨、恼、懊恼、怒、烦，都有毒啦。我们在生活之中已经在酝酿这个毒。在我们性分之中，下一生转世的时候啊，就是毒蛇，全身都是毒。所以只要我们充满那个怨恨、恼怒、烦，人家敢不敢跟我们接近？是不是敬而远之？那个人最好不要跟他碰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不要不要酝酿。这个五蕴，所以呢，那个破和而生啊，就是不酝酿这个蕴。那恶心呢，诸佛生前，就是想害佛，那个就是嫉妒啦，祸一生夫，我做众生，然后嫉妒，想要把他害。那佛说呢，我们要把这一生啊，当成是最后生，这一生的身体是最后的生了，我以后不再来了。所以要把它杀掉，杀掉那个佛身血，所以完全真的是要我们成佛的一个修持方法。我们有没有那个决定的心，说我这一生是最后了，以后不再来了？有没有？发愿来可以了不要被业力推来。可是我们大部分这个99.9%都是被业力推来的没有来完成啊，这个还不行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业全部呢都消除。那消除业最好的方法就是万念放下，念不生不产生念头，不起心动念。所以只要我们一直告诉自己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妄想，我们久而久之念头一起来，马上会发觉会起念吗？发觉了以后它就不会延续呀，不会一念接一念。那我们没有发现都会念消失了，又一念新的来，没有停止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佛呢告诉我们说，凡尘真的都是我们的真心呐。我们因为落入凡尘被形象诱惑，我们呢去追求形象，不知道所有万象都是我们真心。那我们既然都知道以后就不用分别，都是我的真心。我们没有心就没有万象了。
是不是看万象啊都是心，对不对？没有心就没有相，看到什么知道什么，那个都是心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在教我们的他都是从真理的角度啊出发，绝对都不会错。所以呢，或者说这个楞伽经啊，或者记得比较强烈的就是佛的事迹，就是大慧菩萨问什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这样各位知道了吗？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真的修道人了吗？知不知道？有办法把它讲出来吗？事迹啊，刚才讲的。很不错哦，这个马上就能够记得下来，这个很好，这样写了，绝对都可以成佛的。那么这个智通呢，看了楞伽经啊，1000遍啊，而不会呢，三生四智，就是楞伽经里面啊有在讲三生四智。那么李师啊，求解其意啊，就是拜六祖说，希望六可以把那个解说三生四智的那个内容啊，解说。那么师曰，六祖就讲说，三生者，清净法身，汝之性也；圆满报身啊，汝之智也；千百亿化身呢，汝之行也。所以我们就是了解三身，这个三身就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就有那个清净法身呢，就是我们的那个性佛性。那么圆满报身呢，就是我们的智，就是般若妙智慧啦。所以那个圆满报身啊，我们是要了解，也是从我们那个佛性生发的。那千百亿化身呢，就是汝之行，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所作所为啊，就是化身因为所作所为非常多了，所以千百亿化身这个三身呢都在我们身上。那么若离本性啊，别说三身，离开本性就没有三身了。即名呢有身无智，离开本性啊，再来讲那个就只有名称而已啦，那个没有实际的那个真理所在。那么若悟呢？三身无有自性，这个三身的本身呢，它没有本性。三身本性啊，就是佛性。三身我们要了解它是一体的，不是分成三个的意思嘛。不是呢，说我们的那个清净法身有一个性，然后圆满报身有一个性，千百亿化身呢有一个性，不是是。全部是一个性化成三身，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呢从根源呢知道，若悟三身无有自性啊，即名是智菩提。这个三身都没有自性，全部呢都进入真心佛性了，是一体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到达四智，就是具备了有四智菩提。那个四个智慧，底下呢会说，听无具曰，六祖就讲具于自性具三身，花名呢成四智。我们自性具备有三身，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具备了三身。然后呢，从它这个发挥出来，让我们能够明了的成四智。从本性发挥出来有四智，那么不离见闻缘，它不离开我们的见闻，我们见闻的缘它全部都具备了有三身四智。那么超然佛地，我们了解呢这个三身四智我们把它应用到极致的话，可以超然可以登佛地。直接呢到达佛地。那么五经为汝说地性永无迷。这个六祖呢就跟智通讲
所以现在呢，为儒来讲解，你要呢，第十相信，这样呢就没有迷昧，没有迷惑了。莫学持求者，中路说菩提。不要学那一种这个持求就是向外去追求，向外追求三身四智那个都求不到的，只有呢在嘴巴讲，整天呢在讲菩提，他不知道实质的菩提是什么，不晓得。那么自动呢，在取曰，都在问，说四智之意可得闻乎？三身已经知道。那四智的义理里面的真理可以这个讲解开示吗？师曰，六祖就讲，那么既会呢三身辨明四智，了解了三身，法身、报身、法身，就呢了解四智，这个四智是从我们的那个八识转成来的，何更问也？了解了就不用再问，可是呢他就是不了解，所以问。那么若离三身别体四智，此名呢有智无身，所以三身四智它是合在一起的，是一体的。它把它分解来讲，应对的角度不同。那么即使有智完成无智，假如说呢把它分开呢，就是没有智慧。复说呢，句曰，又就讲句语，大圆净智性清净。我们呢就是把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或许记得说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时候就有先讲这一段，对不对？5867狗音转因为马上可以做功夫的，就是这一段。这个呢大圆净智性清净，这个大圆净智就是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大圆净智，那么平等性智心无病，平等性智就是第七末那识，第七识末那识，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潜意识，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是含藏识，含藏善恶的种子，含藏，那第七呢那个平等性智是属于我们的潜意识，我们呢日常生活之中都会用到了，就是我们皱起眉头在想事情呢，那个就是用第七识各位有没有皱起眉头在想事情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深的那个它属于一根第六是意识，第七就是一根。那一根呢，它依赖第八阿赖耶识，依赖那个第八呢是我们的那个主要它就是可以转成阿摩罗识，就是佛的果位了，可以转成佛的果位，转成第七识就变转成众生了，转到阿摩罗识也就转成佛了，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我们都转错了。没有转到那个阿摩罗识啦，都转到那个平等性智第七识过来。结果我们转成了平等性智都不平等，心里面都有那个差别，都有分别心各位心里有没有分别心？不但有呢，还强烈。我们那个分别心很强烈。所以才当众生当我们分别消失的时候我们就成佛了。所以那个平等性智是第七识。妙观察智见慧功，妙观察智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就是妙观察智。然后成手咒智同眼界，成手咒就是前面的五个眼耳鼻舌身五个，这个五个识眼识，耳识，鼻识，眼耳鼻舌身意这五个全部呢成为成手咒智，成手咒智呢同严禁，然后底下台讲
5、8、6、7啊，果音转。哦，那个5啊，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第8呢，就是阿赖耶识。哦，第6呢，就是意识。第7啊，是莫那识，就是意根。所以我们了解5、8呢，就是果；6、7啊，就是因。那我们是因才转得动啊。果是要等到一转了以后啊，果才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要从第6啊先开始做。那么第6呢意识啊，我们不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意识啊，就是我们这个根尘相对产生的那个叫意识。根尘相对，这样了解吗？我们6根对6尘产生6识，根尘相对，然后产生的那个就是第6的意识。那个是表面的很粗浅的那个意识。那我们不要用意识，我们用妙观察智。因为妙观察智啊，那个已经是用不生不灭的佛性啊来观察。观察什么？就是观察凡尘的所有万象。那么观察的时候啊，可以见非空，见到非有为功用啊。那非有为功用就是无为。无为就是咱的佛性啊。所以妙观察智啊，就可以见到佛性啊。从第6的意识要用，我们用妙观察智。那用妙观察智啊，观察就可以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能够见到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叫做始觉智，开始觉悟的智慧啊，已经开始觉悟了。所以我们能够转意识第6的意识啊，把它转成妙观察智，就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觉悟啊，用那个始觉智啊来关照我们佛性本体，就是我们妙观察智见非空，就是见到非有为功用的佛性本体那个叫做本觉。用始觉来关照本觉，然后合以大觉，就是我们那个觉性充塞整个宇宙虚空，非常广泛很大合以大觉，然后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这样子是吗？所以我们从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叫始觉智，来关照本觉理，就是佛性本体，然后合以大觉，我们那个觉性很广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合以大觉，然后成究竟觉究竟觉就是佛了，这样知道吗？知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有所以我们从第6意识我们日常用的那个意识我们不要用。各位浅浅，假如说我们用意识把这一些根尘相对都记得，都讲出来，都在想念，那个就叫戏论，演戏的台词知道吗？戏论，演戏然后论调，我们去讨论戏论，这样知道吗？都是没用啦，对我们没有利益那一次讲的足够啦的讲到已经都消耗精神了，全部消耗掉了，都没用，对我们没有利益，所以就不要讲也不要想，不要说了，不要想了把那个意识去掉了，我们就进入实际的妙观察，进入实际的始觉，开始觉悟了有这个始觉智，然后关照本觉理，关照佛性本体刚才讲的观察自心所现，那个都是本觉理都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能够呢这个关照整个我们佛性本体报答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全部都是真心都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本来就是很理想的状态，都是呢在真理世界。各位浅浅可以意会吗？
跟我们之前啊讲说呢，这个十世古今啊不离当念，还记不记得？哦，我们有三世嘛哈，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然后三世各有三世嘛哈，就9世了。然后加我们一个念头啊，一世，就加起来10世。那10世哈，古今就是古时候跟现在啊，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就是我们这个念头哦，1万年前啊是这个念头，1万年后啊一样这个念头啊，所以这个念头啊，它具备了千千万万年。啊，我们只要当下能够呢，这个掌握住在当下的那个念头，我们就已经呢进入啊千千万万年，这样了解吗？是不是很理想？不用受苦了啦。我们在你看这个1万年啊，那个受苦啊是几千万生啊，对不对？生生死死啊都是在受苦。落入凡尘有现象啊，都一定要受苦啦，苦不苦啊？凡尘很好玩吗？不好玩都是很苦。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到我们本来这个不用吃饭啊，也不用睡觉，也不用什么都不用，舒不舒服啊？以凡尘的角度来说啦，那个是不可言喻的，说不出来的舒服了。我们凡尘的舒服都是有对待，这个苦在后面啊，舒服在前面，所以我们了解说，一成就了以后啊，就没有那个常乐我净啊，进入那个最理想的状态。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到达，看我们愿不愿意啊？现在是我们愿不愿意？愿不愿意啊？是愿意的，但是力道都不强。力道很弱，因为凡尘还蛮好玩的这个在台湾的福报很大生活环境啊都不缺，所以还过得蛮舒服啦，所以没有强烈的想要脱离苦海。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现象变化无常，那我们有这么好的舒适的生活环境啊，也是我们累生累世啊所行善累积而来，才有这个此客观的环境都很理想，不管是医道环境，是直观的身心啊，都很理想，这个是我们累世啊所修起，那我们要把它延续，让它能够成就，让我们的那个佛性真的可以回到就是千百亿法身，永永远远都可以度化众生，而且不局限在娑婆世界啦，所有的佛世界我们都可以去度化众生，那个呢是最理想，所以我们呢朝这个方向努力。那现在先度自己要理，自己要度啊，先要把心收一收，心收回来，回光返照，完全都在照见自己的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的话呢，我们灵气的才不会神散。我们现在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神散，我们的精神分散，什么都要，什么都想追求，都追求这个享受。所以我们知道呢，是我们自找苦吃的，自己找苦来吃的。假如说能够呢回光返照，时时刻刻都跟佛性在一起，那这是生活在天堂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第一个，先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会不会转啊？这个倒是转去观察别人的那个是会比较容易对，我们是不是眼睛睁开以后就在观察别人的是非？有没有？虽然没有嘴巴讲，心里面有在做了啦。那我们呢就是了解到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
虚幻不实，都是一直变化。所以看到虚幻这个不实在的这一些景象都不值得我们依赖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回来。所以见非空啊，见到有为功用，无为就呈现了，佛性就出来。所以第一个第六意识一转就很理想。那么底下呢就是第七六七七也是因就是呢所以恒审思量。第七的莫那识它就是恒审思量，恒是毅力的恒，有恒那个恒审查观察，思量就是皱起眉头，我们在想事情，那个就是恒审思量，是实以那个意根第一识然后第七就意根。那我们要把第七的这个意根呢变成平等性质。所以这个平性质我们看这个修正者他讲话他称呼别人都一定是同等地位讲这个众生的话是讲菩萨摩诃萨六祖讲真的就讲三知识，三知识呢也就是跟六祖一样的地位同等地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是平等性，他有这个平等性的智慧我们就是要转那个我们一直在思索的那个恒审思量，把它成平等性。不管是人与人间是平等，人与物之平等，物与物之间也平等平等性能够建立，就不用分别，没有分别就可以本来。所以这个六祖就讲平等性质心无病。我们能够平等性的时候，心就没有病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各位就可以想一想，我们的心有没有病？都有病，对不对？因为有分别心所以分别心呢就是心病还不清除掉我们能够了解说能够平等一致不管他什么身份地位，有钱没钱没关系，我们尊重尊敬他，这样了解吗？咱拢尊重他尊敬他，这个叫做平等性但是小孩子他与佛性是一样我们也尊重他所以我们在那自己的亲属亲的中我们晚辈你要尊他很不容易，对不对？晚辈我当然要教导教导是一个角度，是你要尊重他的佛性，他的佛性跟我们佛性是一样的，不是说他生的我们就把他打，佛性没有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把那个自己的孩子当朋友，这样家庭就和乐了孩子以后在社会他也不会自卑他会尊重别人从父母的教导他得到那个启发父母孩子他会尊重所有跟他在一起的同学朋友，这样是不是很理想？那个平等性质就会呈现。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凡人都没有德？因为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德就建立起来。那我们有平等了所以就才讲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平等都是德。只要我们有平等性的德性就建立了培养那个平等性我们老师也说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我们的内涵，就是德性没有建立不是这样吗？是不是？所以老师佛老师要我们建立德，那建立德性就要从观念着手这个尊重所有众生，我不同意你的做法，可是我尊重你的佛，这样会不会？都会了这个他做怎么样我们不同意，那个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可是我们尊重佛性佛性也是相同的，是平等的所以这个性质心就没有毛病。然后这个六七的因已经转了转了以后用妙观察智跟等性智来指挥
指挥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5个，全部用我们那个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啊，来指挥。这样前面的5个听话。我们现在的毛病就是前个他不听话，他当家做主了。佛性没有力道可以指挥，所以前面的眼、耳、鼻、身他自己当家。他自己当家的话，我们眼睛喜欢看，耳朵喜欢听，鼻子喜欢闻，嘴巴喜欢吃身体喜欢摸，都坏事比较多了，要拉我们到地府去那我们不要给他当家，叫他发号施令，请佛性出来当家。那佛性当家都不会说要拉到地府去，不会带我们到天堂，带回无极里天，所以我们都可以回去，要启发佛性出来当家，这个很重要的啦。我们生活之中嘛，我们要生活生活的时候呢，不要给这个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不要给他当家，这样会不会？我们生活之中谁在当家？会写说尤其我们昆道这个年轻的一到那个服装店，看到那个服装很适合自己穿那个时候绝对是眼睛当家，所以都走不开的。也无到尾行遐倒在咧想，在咧想迄领衫好穿足下，有没有是不是然后我们社会人士现在那个炸鸡排，你走过那个那个炸的摊子外面你闻到那个气味，想不想吃不是说我们是社会人士想不想吃？很多人就去买吃了结果吃了很多，越吃就很胖，或者不是讲过吗？那个生长激素只在那个那个鸡排里面，然后我们吃到体内在体内生长，形成就很胖，出来所以现在有一些人那个胖得很超，那个心脏的负担很大，会较早死那个加海气，那个心脏负荷不了，会早死，所以我们是最好不贪口腹，不会说到那个就喜欢吃，不会给他当家，所以只要或者纵然是吃臭的人，只要他2个礼拜不要吃，卖吃鱼吃吧。卖，然后第3个礼拜你进去市场里面去买菜，你看到那一些那个有生命的那个鱼肉，你看了都会不忍心而且不敢吃味道你很怕，只要2个礼拜。吃鱼吃肉人因来卖吃伊迄个慈悲心的显现所以不是很久你2个礼拜不吃你去看很残忍。而且现在那个电动那个屠宰把那个鸡杀就剖成2半，它吊起来，像不像人很像有时候那个南肉北运到北部来，然后用那个大卡车嘛，用吊的，然后我们坐那个客运车就在它后面，它吊在里面摇晃晃。刚开始做看那是人去吊呀，不是人滴吧，吃肉，恐不恐怖？很恐怖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做得不好才去转世那个畜生的那个壳要还再还所以我们不当那个口腹之欲，不要给那个感官当家。鼻子闻到你要讲这个不行，这个杀害生灵不吃。佛性有没有当家？有马上来把那压下去了，对不对？嘴巴也不会撑动了，就很理想。
哦，所以我们修道是这样，哦，启发我们的心呢出来家，哦，不给眼睛当家了，哎，这样呢，哦，就很理想。那眼睛呢，我们也是啊，看到一些啊这个不义之财，我们因当家的时候啊，不想去据为己有。可是你佛性当家的时候啊，你就把那个不义之财啊，全部抛除，这个不应该我拿的，就不会有那种非分之想，对不对？就能够摒除的。所以佛性家不是眼睛在当家，不然你看到这个现场都没一大堆钱，走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心啊，就是从眼睛当家来。那我不给感官当家，全力当家。那佛性呢，一定是符合真理，就像我们天之间，春夏冬，白天黑夜，都是正常运转，那个就是不造业了。那我们听出来都不造业，就不用受苦了。所以用第六的妙观察智，第七的平等性智，来前面眼耳鼻舌身5个，都听话。叫成所作智，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成所作智。然后已经呢，前面已经都完成了，最后一个第8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呢是含藏，它含藏是的种子，含藏山河大地啊，所以都全部含藏在第8阿赖耶识。我们这个一口出来啊。第8的爱是最后离开，叫做这个气候来先，气候死去的时候，气候最后已经全身都不动了，可是阿耶识还在。来先呐，就是他来投胎的时候，那个夫妻做爱啊，马上怀孕了，那个投胎啊，第8阿赖耶识，气候来先做主翁。他当主人呐，那个阿赖耶识啊，他是当人。那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呢，一出生以后啊，就呢完全呢凡不沾惹成垢了。我们把那个第8的阿赖耶识啊转成已经呢转成大圆镜智。大圆镜智呢，就是我们好像整个就是一面镜子啊，大镜子啊，百折线，不气啊不流，那个叫大圆镜。我们有那个智慧啊，大圆镜，所以在平常日常生活，万象来的时候啊，我们就呈现气啊就不。可是我们为什么这个有一些业会造？因为我们没有启发我们大圆镜智啊，就是来后啊，让那个起嘞，现在已经起啊，要不掉，有没有？景象不见，可是还在脑海里面，有没有？这个是我们这个众生的一个习性啊，那些景象我们会这个深深的去守，然后从其中呢，我们想得到利益那个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性。因为这一些呢，生活习惯性促成我们造业，我们造业还知道，认为说是正常的，都正常拢安尼啊，正常拢正业。正常造业的不对所以研究真理后才知道，说原来是不对对的源头在哪里？就在我们念头，念头不知道，念头不知道那个是错的话就不能去进行，就是我们认为它对了，所以佛才会说我们呢众生颠倒，把那个重要的都看清了。把那个不重要看得很这样颠倒，众生呢都颠倒，所以我们现在呢追求真理就是要该注重的我们重，该看清的我们要看清，只要是落入形象都会变化，所以形象要看清，不生不灭的佛性不会变化，所以我们要看重佛性，不让佛性呢沾惹污垢，不要让它背负沉重的负担。那这样的话，时时刻刻使它清净，佛性一清净了，自然发出光明，光明遍照，整个宇宙世界非常理想的。
可是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要研究要了解所以呢这个5867有阴转，真的转了阴转了果转了，全部转了，我们呢凡夫到佛去了，都成佛了。但又名言无实性，就是这一些这个讲出来的名语言，那么名语言它没有实际的本性，所以我们借的这一名称语言，要实际去做那个有用，要实际做实行才有用。若以转处不由情，就是我们在转的时候我们那个意识用成妙观察智，不要留情，因为我们意识用的很习惯它有既得利益那我们要转成妙观察智，那既得利益都没去我们会留情那转的时候就不要留情一定要转过去，凡尘不好玩所以一定呢转世不留情，我们凡情凡心呢永求挪取那个凡法很兴盛就是我们到这个一个地方很凡法兴盛，那么我们永远都处在那个挪取就是龙天上的龙，龙呢就叫挪取，龙定但是大定，龙的定它很大，龙为什么没有成佛龙就是他在修道的时候很努力在修持，可是就是不守戒律所以才变成龙龙他也很肯布施所以那个兴风化雨那个力量大所以我们可以学那个定，龙的定龙不管在什么嘈杂繁荣的景之中心都不会被影响都在大定之中，就凡心永除挪取定这个呢就是六祖讲的这个句语。那么智通呢顿悟性就是领悟了很快就领悟这个性智会成具约他呢就讲这个句语说呢三身言我体这个三身就是我的本体，四智很心明，这个四智就是我本来的真心能够实现的光明四智心明，身融无碍三身跟四智融成一体，都没有障碍应物任随喜。我们用这个三身四智这一种来应凡尘的万事万物叫应物任随喜，就随顺着外面的形象起修呢皆妄。假如说我们起心动念要来修道，那个就叫妄动，已经落入生昧所度毁真，那个毁灰就是不是我们守住了也不对不是呢真正的我们要做的真经妙词因思想这个奥妙的宗旨因为六词然后才知道周王染污名终于把污的这个名把它消失了不染污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这个智通呢其他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见解这也是很符合你，所以呢也就没有再把这个说了。那么底下呢这个自常信州呢被西人田出家，这个条年就是很少年的时候，那个囡有已经出家所以以前呢他们都累世在修所以呢一到凡尘来就是修了。所以有一些我了解这个比较好他吃到这个分食的时候都会吐，有没有遇到过？那个依然脚踏车的头，那个就是累世已经有在修累世呢已经拢也受想所以这一生呢他那个已经性命之中容不得那一些分食。你分食把它吃进去了以后，它马上把它退出来。可是我们现在有的人遇到现象赶快去看医生希望医生呢助他能够留住那一些吃下去的东西
那我们从那个理的角度来解说的话，他不知道他根基好，累世啊都有修，所以都讲，我们不管是累世有没有修了，这一生这一世啊，很努力，纵然是三恶道来也没关系。那个1035年，那一个修道成佛的，这叫什么名字？弥勒如巴，他就是三恶道来修道，然后修得很苦，修到全身体吃那个野菜，吃到拢变青色的，辛苦变青。然后这个众生看到他，无你是人还是鬼啊？伊讲我是人啦，都无吃，没有得吃啦。修的就是很苦啊，修很苦的那一种过程，那个弥勒如巴，所以他呢自己讲说我是三恶道来转世的，因为有人你有法度修啊身份一定是有富贵啊，一定累世啊拢修来成就，伊讲不是，他开始的时候还杀了很多人，各位有没有看那个弥勒如巴的传记啊？因为以前在那个台北车站有那个赞颂，或许一看到那个弥勒如巴的那个传记啊，竟然是一大排，我拢感冒，我上德清看，我说这个很值得看，为什么会激励我们那种修道的那个信心啊？人家那么苦都在修了，我们这么舒服怎么不修？所以就把它搬回来。后来再去无啊，然后帮他等。所以假如说有那机缘可以看一看，它是以那个小说的题材来，不是以经典的那个角度来写。里面很多都可以我们做个参考。他说我们在这个凡尘时候多身体这个所局限的话，我们那个佛性永远不能够证悟了。所以不要在身体上面去追求那个生活的享受，就是借假然后修正，这个才是容易。然后他会讲说我们凡人世间的人每天的生活是其实要钻地狱，说入地狱唯恐不生，受的时间进入地狱受苦的时间唯那个弥勒如巴讲的。我们看一看现在社会真的就是这样，生活好的人他都假以其中入地狱唯恐不生，然后受苦的时间唯恐不长，所以多活一天多天的罪。按照那个如巴的说法他倒是期望我们这个凡人早点死早一点死就少遭罪看没那呢一失人生万劫难复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呢这个亲人能够马上就出家修道的话，也是都是有根基那么自求见性这个长呢他呢立志一定也要见到佛心。那么一日参礼师问曰：汝从何来？欲求何事？你从哪里来？要求什么事？那么他就回答处长回答说：这人呢近往弘州呢这个白峰山里大通和尚，蒙示信成佛之意。那么未觉狐疑这个呢远来头里福望呢和尚呢持指示就是呢希望六祖呢给他呢这个开导。那么六祖呢就讲彼有何缘句他怎么说？那个呢洪州的大通和尚怎么讲？如是这个看你把它呢说来我听听看。那个智常呢就说智常呢到彼还经呢3月或3个月未蒙示回，没有开示教导。那么为法却故他为心里面很着急，一系呢独入帐子进入呢那个方丈的房间。那么请问如何是摩胛本心呢心本性？
那个魔角是他自己呀，就是这个自己。那么大通呢，和尚呢就回答说：汝虚空佛，你有看到虚空吗？然后回答有看到。那么比曰大通和尚讲：汝见虚空有相貌有相貌佛，你看到虚空呢有没有相貌？各位浅显，虚空有没有相貌？没有相貌啊，那怎么知道虚空？虚空有没有相貌？有没有？还没有啊！你哪知道虚空？虚空有虚空的相貌，所以这个角度啊，我们是平常没有去注意。只要说虚空没有相貌我们不知道空所以那个虚空什么都没有，那空的相貌，这样懂意思吗？追求真理就是要这个打破砂锅呢问到真理才会出来，不能含混那个不行一定要了解到就对曰虚空无形有何相貌？就是呢虚有形象没有相貌。然后和尚呢就讲说汝之本性呢犹如虚空的本性跟虚空一样，了无一物可见不名正见，无一物可知不名真知。所以这个呢就已经由似是而非无有青黄长短但见本源清净，结言明，即名见性成佛，亦名如来之见。所以知道说有一些这个语言一讲出来以后，它就会偏我们一听会对讲对，讲对，以为他说对了。其实我们一研究以后他讲的不是这样那后面的这个六祖会有答案看看六祖讲。那么邪人未闻此说这个智常呢听到这样讲，大通和尚说的犹未这个了，就没有深深的相信这个取和尚呢开示这个希望说六祖呢能这个开示。那么师曰汝师所说由成见知，就是大通和尚所讲的存在的那个见跟知。所以我们自己存了有见有知那已经呢是自相自在形象自己心里面呢已经呢自在形象，故汝未了他自相所讲出来的话，让你没有办法进入真理。那么今视如一句现在六祖要讲一个句让他了解，说不见法存无见，已经不见一法，可是呢它存在心中里面存在呢这个无见这个无见已经形它的，虽然都没有形象可是它已经存在的意念之中它的意念已经有了无见的这一个观念在。那么大是浮云遮入面，它的大就像那个浮云把那个太阳整个都遮住了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存的知见存这个无见的这一个念头它呢就浮云好像天上的云，把呢整个顶都遮住了。太阳就表示智慧了你有那个存在的什么见解，有见解就是智慧已经不见了，般若没有了没有般若。所以呢这个六祖遮入把那个太阳的光全部呢都遮盖了。不知一法所空之不知道这个这个不知道呢道的本体不知道呢我们心闻之中不生不灭的那个状态，不知一法，然后所空之守着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无尽那空之，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说什么都没认为说安尼上对啦，这样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那个佛性不是什么都没有是真空妙有，空中不空妙有没有形象
真空妙有，所以我们要了解按照他讲出来这样全部的都是空无形象凡如呢太息生闪电，他这样呢就好像呢在太息之中呢生闪电，闪电一闪就去了。此之知见披然心，这一种知见就是呢这个就是很短暂的时间看到错认这个已经呢就是错认合成呢解方便，就他不知道方便法门已经错认了把我们平常所讲一些呢用语言来说的那一种法门当成究竟了，所以合成解方便就是不了解法门我们要知道说方便法有，可是我们要知道真理方便法门是引导的。汝当一念自知非你要知道一念自己知道不对了自己灵光常显现，我们自己觉得说我不对了，所以各位先生，我们就是不肯承认自己不对了，所以灵光就显不出来。那假如说我错了，什么地方错？起心动念，我们不认为起心动念是错了。各位先生，起心动念错不错？错不错？认为它是错吗？所以我们都还不肯承认它是错的，所以因为在生活之中时时都在起心动念那承认起心就是错，那我时时刻刻都错。假如我们肯一念自知慧这错了，灵光就显现了。所以往后要起心动念要记得错。他还来你就告诉他错，念头就不出来了，对不对？念头不出来就不造了业不造了业，念头出来就造业了。我们念头一个念头一个业，一个念头业，所以我们要有一些或者都在讲一些欧巴桑年岁很大，他会说我又没有做坏事，又没有杀人放火，说我这么坎坷这么不好。所以我们从他的那个遭遇来观那个现象，就是他有空闲的时间太多，然后脑筋胡思乱想。那我们要知道，我们就讲这个念头它呢跟我们累生累世它有关联性。那我们所业都是在累生累世都有，不能说不造业有业，可是它在空中。我们没有实际的现象到那现在在想，现在想的跟那个以前所造的业也汇合以后就是要接受果报，这样了解是吗？假如说我们不起心动念，没有念头，我们以往六道轮回之中所造的业，虚空之间没有缘，没有因缘它不会汇合，不会现象。一定要好像我们那个镜你若无甲摕点伊袂发芽了解意思吗？你甲放喺迄个仓库库嘛是镜，拢袂变化。但是你若个摕来放喺土的各有氧各有水分，伊会发芽所以就是缘因缘汇合伊的现象咱即马你想甲以前迄六道轮回因全部都拉来汇合一起我们要接受果报了。接受果报什么我又没有做坏，为什么这样坎坷？他有没有做坏事？做什么坏事？终于成了起心动念就是坏事，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念头不起起心动念就是邪念嘛万念放下，一念都不生叫正念正念进入佛性佛性出来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是理想来应对凡尘万事万物，用这个心来应对，不造业不造受苦了，这样了解所以自己努力就可以解脱了就这样就可以解脱所以
这个了解到呢，这个一定呢自辉啊，自己的灵光啊彰显啊，确实是这个样子。那么文记呀，心意啊豁然，来述记，他自己也讲句语，说无端呢起之讲，这个我们起心动念都是无端的，无端没有原因呐。我们起心动念那个因都很小，促成我们起心动念那来源都是很微小。那无端起之见着相求菩提，我们呢应有起之见的着相落入形象呢，要来求菩提。各位浅浅，菩提有没有？因为这个出来都不讨好，最好拢点点。菩提是觉啦，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了解既然呢着相了，已经呢落入形求菩提就不会达到情存呢一念悟我们已经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有那个一念悟的观念在。这个已经就错了已经错误宁夜习时迷怎么可以夜往昔的迷昧？就是不可以的意思啦，没有办法我们要呢情存一念悟，就没有办法超越往昔的迷昧。自性呢觉源我们自性觉它的本源它的本体随造往牵流。我们随着那个佛性的功能作用随着它按照功能作用呢，就很冤枉在六道轮回牵流不息。不入子思事难呢去两头。假如说呢不进入六子的这个房间的话呢没有六子开，就没有办法呢了解这个真理，就往两头啦，两边啦。我们凡尘就是两边我们在凡尘呢都是在两边在讨生活。那么自常一路问曰：佛说三圣法，又言众生。那么弟子未解因为教授自常呢问六祖，说呢佛有讲这个法，那么又讲最上圣那自常说他不了解这个里面的意义，他希望六祖呢能够教导授予。那六祖呢就讲说：汝观自本心莫外法相。就是我们修道都是观自本心，观自己的真心要着外的法相，外面的万法万相。我们先把这个三圣法跟上圣做一个教导。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有的程度很低，有的呢程度高所以呢佛用不同的方法来引导。程度很低呢，把它慢慢引到呢这个圣来，所以下法那个敲打唱，然后呢引到呢中圣。中圣法呢就是速流动静，以学法观察天文地理，然后打坐，那个叫中圣法。然后呢再把它引导到上圣心理心法，到圣心理研究了解真理，再把你引导让你成佛，那个就是最上。这样知道吗？所以固定说你三圣法就一定是在三圣法，不是这样的啦，不固定。这样的意思吗？说固定一定是三圣，是一个过程把那度不够的慢慢引导过，到过的时候就是要他成佛，所以叫做一佛身，全部都是要成佛的佛身，最上圣呢就是一佛。所以六祖呢要这个自常不要着外的法相，有下圣、中圣、上圣那个有外面的法相像我们中圣不是有参禅打坐吗？我们社会人在学打坐能够有功夫那个就叫法相六祖说不要着法相，我们求明心见性这个性重要，心性重要，那个相不重要。那么法无是圣，人心自有等差，法没有都是好而已没有固定的，因为人心没有相同
有的呢程度低啊，有的高啊，所以就有那个呢不同的那个教法。见闻转诵啊是小乘啊，小乘呢就见闻转诵，我们呢一般凡尘在见闻转诵这个地方这个引导众生，那悟法解义呀是中乘，领悟呢这个佛法了解真理，这个是中乘，然后依法修行啊大乘，按照佛法，然后真的努力修持的那个呢就是大乘，万法尽空，万法界一切不染，离知法相，一无所得，名最上乘。所以我们追求呢，就是尽通，然后万法都具备在我们的性闻之中，一切呢都不染，我们凡尘所有一切都不沾染，然后又能够呢离知法相，所有的相，所有形象能够离，然后一无所得啊，都无所得，无所得就没有所失啊，没有得失啊，就到佛性本体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到达这个状态。名呢最上乘，那么圣呢是行义啊，不在口真，就是要去做，要实践，不是在嘴巴里面真，如是自修呢，莫问无业，就是知道了要去做，不要呢再问这个六祖，一切时中性啊自如，这个一切二六时中呢，整天啊全部都是呢在如。时时刻刻啊中道自性呢自如，全部呢都是如那个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那么自常理现之事，宗师之事，一直就在六祖身边呐，到六祖呢归功，都呢在旁边这个六祖。那么底下就讲这个僧之道，广州呢南海也。那么请欲曰：邪人呢住出家。染涅盘经呢19余啊，就是按这个涅盘经呐，已经呢有10几年了，未明呢大意是涅盘经里面的大意啊，还没有明了。那么愿和尚呢垂诲，就是能够教导。那么六祖呢就问他说：如何次未明？你哪个地方啊还没有明了？知道呢就讲不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呀，其灭为乐，以此呢以后啊，在这个地方以后，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叫开空道法，开是空的道理，开空真正的是真所在，就是这个距离，知行无常是生灭法，这呢生灭寂灭啊，即为乐，生灭灭矣啊，灭为乐，这个呢是最上的佛法。前面呢是讲说诸行常，所有的这个凡尘啊，万象万事，那个行就是千流之意啊，千流在流转，说我们呢有因有果，然后流在三世啊，过去世、现在是未来世，那很多，所以叫诸行，诸行，然后呢这个无中没有常住，没有常态，一直变化。所以叫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它呢都是生灭的。然后这样呢，生灭灭，所有的生灭啊，都灭到已经没有了，都已经全部的生灭都没有，就进入寂灭。那寂灭为乐啊，那个寂啊，就是如如不动；灭呢，就是灭掉所有现象，灭掉所有烦恼，没有现象就没有烦恼，所以那个寂灭为乐。所以这个呢是最高的我们要追求法。那么以此啊以后那个知道呢，说在这个地不了解，那么六祖呢就讲师曰：汝众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怀疑？然后知道呢就说一切众生呢皆有二身呐。各位浅显，这个说出来合不合理？一切众生皆有二身，但众生拢两个身躯啊。合不合理？合理呀。为什么？讲讲。是按照里面讲的吗？色身跟法身两身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真理。假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呀没有活性的话，在不在？
啊，这样是一个还是两个？假如说是两个的话，是不是分开？佛是佛性啊，然后色身是色身啊，是两个，两个要分开啊，不能说你佛性不在，色身就不见了啊。这样是一个还是两个？只有一个啦。哦，不要被骗了。哦，所以我们就要先这个认识，我们只有一个，只有一身，佛性不在的话，这个身不见了。假如说我们佛离开身体，色身还在，这样才真的有两个身啦。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所以咱的心都是佛性，无佛性身躯就是无去啊。离开了我们佛性离开身体啊，处理。不是埋葬就是要烧，因为它是天地的子嘛，还给天地了。所以只有一身，这个一口说众生皆有二身，就已经开口。我们要以后看要能够训练到自己看到经文说对，要有这种认知，讲唔对，安尼讲唔对，要蛮知道。他说呢，色身法身就是我们肉身跟那个佛性两个。那色身呢无常，就肉身无常，有生呢有灭，法身有常，这个无知无觉啦。我们法身是无知无觉嘛，又错了，对不对？我们的法身的觉才是奥妙很奥妙的，不是无知无觉。那么生灭灭矣即灭为乐。这个呢，这个智道呢就讲说呢，生灭矣即灭为乐者，不生何生即灭？何生呢受乐？他自己说唔知影是这个生即灭哪一生呢受乐？肉呢色身者，色身灭四大分散，他还指四大分散，显然是苦。那么苦不可言乐，肉法身即灭即同草木对那个法身认知认知不同，他认为呢草木一样，跟草木往时，那谁当受乐？什么人要接受快乐？又法性呢是生灭之体，五蕴呢是生灭之用，一本无用，生灭是常，生则从体起用，灭则色用为体，肉听呢更生。即有情之类不断不灭，若不听呢更生，那个不听就是不许的意思啦，不允许呢，它在更生的话，则呢永归即灭，同以无情之物，则一切之法被涅盘之所禁服，那么不得生何乐之有？所以他的认知已经呢偏得很厉害。那因为那个都负面的，所以我们呢不要长时间在那去钻。那么六祖就讲师曰：汝是世子，就像牟尼佛的弟子叫世子。我们是弥勒祖师的孙徒孙所以我们叫慈子，接的那个祖孙。六祖呢跟他讲说：汝是世子。习外道断常邪见而易呢最上正法。为什么修道学习的外道？那个断常，断我们就是了解那一了百了，那个断灭。然后呢，我们众生永远都是众生那个叫常见。所以有很多人说福拢有福棍众生的永远拢众生，是不是？不对他那样讲就入断常之见，断灭了跟常见都不合真理真理是中道，断也不长，不是断灭的，可是也不是长久的，我们呢要了解到这个断常错了，就叫邪见，而来议论呢障正法。那个已经呢认知错误了，拿来跟呢最上圣法比较，那个有罪过那么既所说即色身外别有法身，按照那个他讲的色身外面还有一个法身，离生灭求即灭，离开生灭来求即灭。知道呢，我们这个生灭之中就即灭，
具备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啊，它具备极昧的佛性啊，伫咧本来的社会社会伫咧，那么又推呢涅盘常乐言语身受用又那个涅盘常乐啊，有一个身体去受用师乃直令生死师呢就是这样呢是执着你吝啬啊住在生死里面所以那个完全都不对不正确单找是乐，已经呢全部呢都在凡尘的这一些快乐上面，一直追求凡尘的快乐跟那个我们进入那个佛的那种领域的快乐没办法去比较所以佛的常乐我净那个常就是不变化，常住了乐就是没有亏待的那个乐是永远远的，有相对的我们追求对都是生灭，那我们追求呢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到达常乐我净，那个是佛的果德就是到佛的境界呢才有那一种情形出现。那么如今呢是佛为一假迷人五蕴和合为自体相所以这个六指根这个知道讲说呢佛为一切的迷人任五蕴和合，现在的身体就是五蕴和合色受想行色呢就是看得见的身体，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精神有身体有精神，这个呢五蕴和合把这个当成是我们是体相就是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这个是天地的无耻是众缘际会借我们用的，不是本体分别一切法为外尘相这个呢分别一切的那个法为外尘相不知道呢这所有凡尘的一切都是我们的自心所显现，然后呢对这个凡尘的一切这个贪生呢饿死，就是好生呢饿死，就希望呢能够长生不死，然后念念牵流我们生活之中呢一念接一念一直在牵流，不知呢梦幻虚假不知道呢所有都是梦幻虚假，枉受轮回，冤枉接受呢六道轮回。那么以常乐涅盘欢苦相佛已经呢进入那个常我净的那一种状态，把它呢认定是苦相那个是圣的境界我们凡人很难追求得到的，竟然他把它认为，那么终日持求整天呢都向外去追求，不知道呢自身呢就已经是佛，向外呢佛，那么佛此故佛呢很明这样的情形，乃是涅盘真乐就是开始能进入涅盘真正的到达呢快乐永远都快乐，没有那个苦相的那一种境界。那么刹那无生相，刹那呢无有灭相更无生灭可灭，是则呢即灭也。所以呢我们了解说那个刹那就是很短的时间这个很短的时间之中没有生相，没有灭相没有可以灭那个叫生灭灭矣，所有的生命都灭到没有了这样的即灭就现前。所以我们要了，不是说外面所有什么生命都没有了，而是我们的心境已经到达了生灭，没有生没有灭，了解这个意思吗？万象我们要了解佛里面说世间常住我们知道世间相都是变化常，对不对？为什么他会说常住？已经呢进入到我们心里面，那凡尘的所有一切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不生不灭那个是常，然后呢了解到万象它是呢这变化变化无常，是呢它变化无常竟然有一个常轨，像说这个冬天过去了，今年有没有冬天？是不是变而有常？这样了解吗？所以佛在讲我们常而不变本体能够抓到，变而有常的现象你能够了解，世界常住这样懂吗？是有一点深了
常而不变啊，是我们活性变而有常是现象。变啊，一直在变，无常的变化，对不对？啊，它一个常就是变而有常。所以在讲世间相常，就是能够了解说它变而有常，现象的本身啊没有本性，演即则生的现象都虚不实在，都是假的。那我们只要都不住相，相都不住啊，这个呈现山河大地啊，山河大地我们是有这个变化的时候都会讲说沧海桑海，有没有？就是本来啊它是一个大海，可是变桑田，我们可以种植啊，是不是经过很大变化，景象都不同？我们要了解这一些景象不同的变化，它有一个常轨，就是这个今天白天过去，明天还会再来。今年的冬天过去啊，明年天还会再来。这样了解意思吗？就是变而有常。那我们已经呢能够掌握常而不变的，又能够了解变而有常的相，体跟相，那个体呀是重要，我们要先抓得住。然后相变化，我们不被它迷惑。那被它迷惑，我们会不会造业？就不会造业。我们是形象才会造业，才会偏离。偏离啊，我们应该去面对的那个常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一讲那个涅盘讲到呢常乐我净，那个都是已经我们修持一个追求一个目标的那个呈现。涅盘就是不生不灭啦。那我们佛性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所以一追求到最上升的时候就会讲生死跟涅盘是空法。我们有讲过那个张走那个悟道记说生死涅盘等空法，生死涅盘平等，都是空中的花啦。还记不记得？所以嘛，或者说鼓励现在很多两边很多人会去看，鼓励也看后面还整些的这边有领善的后面还要这个提灯去看提灯去给亲戚朋友看伊来听你等好看，伊免来听完了跟你同款所以不要吝啬唔通讲好就好别人无要紧。我们呢这个大开普就是广泛的能够让所有众生能够接触到福音能够了解到真理，能够呢苦海这个是大家所希望的所以这边呢就讲说极灭现前的时候就已经整个佛呈现了这个是最理想的状态。那么当现前的时候亦无现前者，我们佛性现前，因为没有形象所以没有现前的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已经有东西可以悟了，靠领悟的你领悟的时候哥天地之间都是我的真心，那是领悟不是说整个空间都写你的佛心这个写出来不是那个样子。那么哪位常乐，那么此乐呢无有受者亦无不受者，没有进入两边就在这个佛性本体。那么盖有一体有一体呢无用之名，没有那个一体无用，何况更言涅盘近乎知法令呢永不生，无迄个代志，没有那个师乃呢谤佛毁法你安呢都是毁谤佛，把那佛法都坏了那个罪过很大。那么听五呢这个句曰这个六祖呢讲说无上呢大涅盘无上呢就是最上，没有比它更高的加呢加一个大，各位先涅盘加一个大就跟那个生死涅盘的涅盘不一样。大涅盘都是咱的佛性本体那个涅盘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不生不灭涅盘跟生相对，大涅盘就绝对，大涅盘就绝对就是佛性一个就是无极状态无极的状态涅盘
所以这个无上大涅盘啊，圆明常道，它也非常的圆光明，然后呢常住寂就是不变之体，照呢就是随缘之然后呢这个照而常寂，寂而常寂照同时，就是我的大涅盘，就是无上大涅盘，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佛性本是很理想的。那么凡愚谓之死，一进入涅槃我们凡人这个愚昧以为是死掉，涅槃不是死掉啦，因为死掉就是死掉不见了，涅槃可以在示现可以在呈现没出来可以千百亿化所以不一样的。那么外道呢，执为断，道呢那个执着这个已经呢就断了就以为是没有了，死掉一样。求二圣人莫以为无咒那个求二圣的人他认为无咒一涅槃就无所咒。那么尽时以勤守记这个全部呢都是我们凡尘的那个凡情呢这个所这个去思守计较的62件本。所以各位浅显或者今天特地呢拿一张那个62件那个见后与思后2件，所以我们把这个彻底就是了解。那彻底了解了以后我们往知道说人家的那个观点，他的论点对不错在哪里比较透彻，不然我们只够不了解意思。本来呢是想说我们讲这一章见后思后那个62件也请把那个文字打来，然后我们又有讲义可以来去看。我看到时间已经剩下要给各位发问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就留着下来说。可以可以呢带回去看，写就已经很详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再加以解说。那有问题吗？把握15分。口道清好。这个考验他用那么小的字还不用戴眼镜。道德经故常无以观其妙有以观其假用常无不生不佛性，以观无的妙常有以观恰到好处的地方及以常无常有咒诀非常容易了解。这边呢或学不明白为何第30馆舍太上道祖降道德经白话注解，台中天比差生以欲望咒解如下所以我说人的心灵在清净清净连一点欲望也没有的时候，才能观察出一切万物的本来面目。如果在心中充满欲望的时候，所观察到的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所软朗所注思只能当参考知道难道这不一定？太上老君亲自自解，老师很有意思。这个问的又是蛮深的我们是准备说60坛经讲完以后呢，再讲这个道德经，道德讲完以后再讲金刚经，这样可以吗？或许有带那个讲义过来这边先印那印的讲义要给各位参考，不按照讲义算我们用经的本文来解说，这样会比较宽广。这边呢他已经可能有听或者讲了道德经的那个 MP3 有听过录所以他会把那个问题出来问，说那个第1章道德经有81章第1章的时候就讲道可道道，名可名常名就已经在讲那个道的本体也是都很高超了。
只是我们一般呢那个注解会把那个常无欲啊跟常有欲啊，他把它呢，因为古文都没有逗点记点，要自己加以那个逗点啊，所以把老子在常有常无是天地的真理，那我们把那个欲以观其妙，欲以观其巧，我们连上去意思整个都不一样啊。假如说呢，我们说常有欲，常有欲以观其巧，常无欲以观其妙。那常有欲跟常无欲变成我们人的情绪了。我们有欲望没有欲望，是不是人的情绪？常有跟常无啊，天地的真理。所以那个逗点差一个字啊，在常无下就逗点，常无的底下逗点。亦以观其巧，亦以观其妙。这样呢，就是常无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跟那个常有欲逗点，常无欲逗点，然后观其巧其妙，是不是差很多？差很多了。变成老子所说的天地里落入你们的情绪啊，情绪的有欲没欲，那个是小事啊。那个常无常有，天天的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就是常有跟两个啊，常有常无。我们要了解常无时候没有形象，观妙；常有的时候有形象，我们要观巧，就是巧，就是形象有刚好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个老子在讲，他是把天地的元素，就是常有跟常无，有就是妙那个无啊就是真空真空妙有就是佛性的本体。讲佛性本体，不是在讲情绪啊，了解意思吗？我们还没讲到那里这个已经这个事先问，所以我们会有一点说都都没讲的在。这个或许把它念出来说感谢天恩师德，或许在美国学道德，在美国学教道德经美国人要求呢想研究伦理听到你的这个讲解有呢矛盾开，豁然易解，甚至觉得呢错解其意窃取美国道经胡乱讲解，有美国人的难得学习精神。那么此周或许即使呢向美国道经呢更正讲解非常感谢刘讲师。或许想恳求刘讲师有机会讲解伦理孟子，事实中呢你已讲解大学中庸，何不也讲解伦理及孟子？因为如今事实呢非常重要，更何况呢能够深入浅出，并以不生不灭的真心佛系注解，才能契入真机。坊间很多名教授所注解的人更迷惑不解知佛经典不在文字恳请刘讲师暂考虑当仁不让，一遇学者万分感激。或许都一感儒家的那个思想，为什么？因为就是没有念书然后现在在讲台上讲那个述书的都是很高那个研究，他有很多那一些典故那个或许没有念典故都不知道那个典故不知道那个精髓就讲不出来所以那个要去学的话，是去找很多那一些资料去看知道那一些典故再说。确实它有一些都是不在文字里面，像我们那个说那个慎独慎独我们都把它解说的时候你要很谨慎那个十所所指，十目所思都是这样。可是那个慎独就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的佛性不是说人家没有看见的时候那个独处的时候是在讲有一些它确实是那个意识在原理以外，不在原理里面。那我们一般都不会这个去想到它的原理外面还有意思
像说礼仁篇呐、那个礼啊，就是我们那个向礼的那个礼，一得归礼。礼它的意思是意思啦。人仁慈，就是讲咱的心都要带伫个仁慈的内底啦。可是若不耻人焉得智啊？他不是这样说嘛讲你若选迄个邻居，要去选迄个好邻居，别再选迄个歹人的邻居啦。我讲哇糟糕了，那以后不需要搬出。那个是讲心地呀，所以你的心地啊要做那个仁慈啊，你没有选择仁慈来做，那你怎么有智慧呢？是那个意思啊。是不是跟那个本来世界就有点不同？是深深的进入他为什么这样讲？那个要去考背景，才会了解他讲的意思，那个都要花时间的。我们还是按照道德经以后呢，再讲那个金刚。那往后假如说大家要研究诗诗呢，会努力用功，先得去了解然后再来说。这边说我们已经呢千口了数十那呢这个生病药那个药里面呢，它有那个就有一些动物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这个方便法门就是不故意去杀生来补身不杀生来补身。那成药的里面它不会可能说很多的一些生灵的东西它有都是有药引是一两一粒的药引在那种状态之下都可以吃的病要先治好，有身体能够修道所以要把身体这个照顾好所以那个中药西药只要是我们要治病的都可以吃。身体重要啦那个文殊菩萨呢，这个曾经这个问释迦牟尼佛说，为什么在涅盘之后就禁止所有的弟子不能吃那个荤食为什么不能吃然后释迦回答说他禁止弟子不能吃的意思就是防止我们那个杀心那个心有那杀好细有没有？我们就是很容易有杀心呈现要防止我们众生就是是一种这个杀心所以规定所有弟子只要是有生灵的东西都不能吃因为在释迦牟尼佛当时他有那个五净肉可以吃就是因为那个地区很潮很热，没办法是五谷没有办法生活生命没有办法延续你命都没办法延续了，怎么修道？所以要先把命照顾好所以佛就讲说五净不为我杀不是讲为我害然后不见杀你没看的然后呢它有的是致死掉的那有的是就是已经呢这个残废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重点所在就是不要有那个杀心不可心只要呢我们持着一种那个慈悲心像呢这个以往那个在我们大陆的有那个山贼他到了一个村庄呢跟那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修持者讲说我办一道车给你讲你若甲我落去我规整的百姓拢无爱给人伤害，拢当因拢会当生活都不杀害他们。可是你只要你要为了修得很好，你要维持你修得很好不吃的话，规整的人会不会掉了？这种现象就是吃不吃？吃。他就吃，他全部吃，然后吃完了以后，他就教徒弟说你去外口去
头凹一卡，我准备要还。然后他功夫很好哦，他吃进去的都是死的东西哦，他吐出来都会跑，比我那个山插的，伊讲好，我做你的徒弟啊，以后拢唔怪事情啦。所以你看要有那个功夫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重点要吃的话不是自己，是为了所有整个村庄的百姓。家我嘴我给你打，可是他只有那种功力可以把那个死的吃进去，活的出来。以后大家可以死的去活的出来就可以吃了。还有1分钟，有没有问题啊？人生处内见，圣外法性，专求自正圣智。专求我们专心的来求证悟圣人智慧我们就是圣人，我们本身我们本那个觉就是圣人。专求自正圣智，自己证悟，证一个言字边，然后再一个那个正确那个证悟。好了，下课。各位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元旦，或许在天使的老千大德，也感谢各位前贤给我的机会演讲。那我们呢讲到这个62件，那或许有回去呢有看曾经呢把这个62件写一张讲一下，然后我们呢看这一张这个62件的讲义，这个能够打出来那个字一念明落入凡尘，就是呢我们这个在礼天的时候一念无明起心动念，然后呢才落入凡尘落入凡以后还有这个身体，那么由身体产生的这个见跟思，见解呢跟那个思虑，就呢这见相出发，所以我们那个见解思虑从现象里面才产生出来，那么偏离真心佛性本体，已经呢偏离了，我们呢没有研究都不知道因为有偏离本体，所以称为迷惑就已经呢是迷惑。那么见惑呢为见解上，思惑呢为思想上，所以这个见惑跟思惑那个对象呢不同。迷离是这个离也了，事也迷了。那么见道所之理谓之见惑。我们呢要见到的道，那被这个见惑呢断掉，就见不到道。那个见到所断的理谓之见惑。那么以见惑之故呢答以这个四谛，这个四谛呢就是苦集灭道这个真理。那么其种种的这个邪见，其的这个生花的那个见解不正确。那么修道断之事谓之惑，所以上面那个见惑是见道，我们呢见到被呢那一种迷惑障碍见不到道。那底下呢那个修道教跟修道要先见才能够修道。那么修道所断的事谓之思惑，所以我们了解是迷以事跟迷以理。那理呢就是所知障，那么事就是烦恼障，不一样的那个内容。那么以思之故作善恶之业而流转于六道，因为我们已经迷惑不合真理，那不合真理呢结果我们有心讨厌，讨厌呢做出来的事就落入善恶我们造了这个业因，那业因一成我们就接受果报这样子呢就一直六道轮回。
那把这个见之后啊断尽，惑跟之后这两个都把它断尽，能够呢证悟啊真理，出离三界，就是离开这个苦海。所以说呢这个见惑见之后啊是生死之因啊，见惑跟死惑都是我们生死的原因。那么先断见惑80时，这个把它这个见惑啊能够断掉，80时，那么这个什么字？为见到位啊，能够呢把那个88时断掉了，这个叫做见道，已经呢看见了这个道。那么译名呢得出果须陀洹，这个出果呢就已经呢这个第一个修的第一个果位啊，须陀洹，那么称为这个入流，就是已经呢进入圣贤末流，就是我们讲说牛的那个显露的三体位啊，然后已经有了，那个呢叫须陀洹。那么次段呢失惑81品，这个见惑88时断完以后呢再来断见惑1品，为修到位啊，那个见惑是见到位，那是修到位，已经呢进入了这个修道。那么译名得阿罗汉，所以已经呢是第4果位，这个持果呢是断掉见惑88时，那个持果，然后呢81品断完后就是阿罗汉第4果，正呢这个真法忍，不生不灭的真心佛心会安不动。那么谓之无学，就是呢已经无华学了，到达无学的那个地位，也是阿罗汉。译名呢就是落，不落入三界，已经不在三界出生了。那么底下呢就详加研究这个88和81品的那个详细的内容。这个讲那个80跟81品，那么由迷理引起的五力识和迷事引起的五顿识延伸而成，有迷理这个道理引起来的那个五力识有5个，然后迷事引起的五顿识很顿这个延伸而成。五力识就是第一个身见，从我们的色身引起来的那个身见，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边见，边见就是两边之见，有善恶有对待，这个两边之见呢是第二个五力识的第二个。那我们平常也有那个断常之见，断见就是说一了。我们说一了百了，那个叫断见。当呢这个众生呢永远是当众生呢，那个叫常见。那常见跟都不合真理，所以我也要把那个断常之见去掉。那个呢这个觉起见，就是取不合理的那个境界，那个是苦行方面的那个不合理的境界叫戒起见。那么第4个见起见这个呢就是自以为是还没有领悟所领，还没有证悟本性所证悟的那个叫做见取见，所以我们翻成这种人很多。第5个叫做邪见，邪见呢就会说没有果报应，那个是属于邪，这个五力识。那么此5项呢这个迷惑的那个性质很锐利，这5项这身见、边见、戒起见、见起见呢跟显这5个那个迷惑的性质很锐利。我们见到的时候被这个5个断掉，见不到。我们能够见到就是要把这5个都去掉，不要它，因为很利所以称为五力识。这个识就是驱使、区域之意驱使我们去做去行。那么底下呢就讲那个五顿识，
钝跟利相反。那么它的内容呢是始于贪嗔痴慢，慢呢就是骄傲了，跟疑五个呢五钝使我们了解说那个五力使跟五使是害我们凡尘六道轮回。那么五相迷执于世间的事物而起这五个贪嗔痴慢疑就是呢迷于这个世间的事物然后引起来的。那么其性呢钝而难断，很钝很难去断掉它修道的时候呢被持卡住了故钝使上面呢那个五力使是见道的时候被它的障碍，那底下这个是修道的时候被它卡住了。那么五力使五钝使呢名为本惑，根本的迷惑我们本迷惑呢就是这五个力使五个钝使那么也皆名随惑剩下的还有很多呢迷惑的那个叫随惑本惑。那么本惑呢这10个88识呢是迷以四谛真理而起是见惑88识迷以苦集灭道那么苦集灭道那苦下呢具一切就是苦的方面呢这个10个全部都具备那么集灭各除3，集谛呢跟灭谛除掉3个。那么道谛持2见，道谛呢没有2个那个10个里面没有2个。上界不行嗔，上界没有那个嗔，贪嗔痴慢你那个嗔气上界没有。那么集苦谛具备了五力使跟五钝使的全部。那么集谛者那个苦集灭道的集谛呢，只以业因，我们呢种业的业因，因为有业因呢才会受苦所以业因呢没有身体故生见在这个业因的时候没有没有身体，所以没有身见。那么无身见也没有边见也没有戒取见，因为没有身体取那个苦行来修所以也没有取见，所以就减掉3个身见、边见跟戒取见。那灭点和集谛相同。那道谛没有身见跟边见，就持2个那我们算来呢那个苦有10个识，集有7个，灭呢也有7个，道有8个，总共呢有32识。那么32识是属于意界然后呢还要经过呢那个色界跟无色界所以上界不行嗔，没有那个嗔恨的心苦集道呢各减掉1个，那个嗔就有28识那意界32，色界呢28，无色界28，总共呢有88。所以断掉这个识以后88识。那么接着讲那个识这个81品一品呢分成3界9谛每谛有9品这个3界意界无色界意界呢只有1谛，叫做呢五趣杂积谛。五趣就是天道、人道、春道、道跟地狱道这个五趣五道杂居在一起这个叫五趣杂积谛。那色界有4谛第一个呢叫离生喜乐谛，已经呢离开我们欲界的生死已经呢进入喜乐很快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在色界的出地的时候已经没有分段的生死，断生死已经处理了，所以叫离开生死喜乐谛。那么第2谛呢是定生喜乐谛，由定产生喜乐已经有定力产生喜乐第3呢做离喜妙乐谛，那个喜乐已经离开进入妙乐所以用呢更殊胜的。那么第4个呢叫做舍念清净谛到这个第4个舍念清净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吃饭很理想。
色界啊，有四谛，无色界啊，就是空边处谛，四边处谛，无所有谛，以及呢非想处谛，那个无色界呢有四谛，意界呢，这个五顿时，是贪嗔痴慢，四时呢为一品，意界的那个这个思，我们就了解说五顿时那个贪嗔痴慢，四时为一品。那么色界和无色界这个贪痴慢，三时为一品，已经没有嗔了。他断意界痴谛，六品得恶果，所以意界那个比较难断，那个六品比较难断。然后呢这个恶果得到呢叫做尸头寒，它的名称呢叫尸头寒，第二个归。那么断尽意界九品之后，就是已经呢那个恶果已经断六品，剩下三品再把它断尽了，得三果阿那含。这个阿那含呢，就已经呢是第三个果位。那剩下的八地72品时候，就是呢色界跟无色界，那个因为比较容易断了，所以72品断尽了，就正四果断。所以前面的那个欲界那9是最难，断掉那9品呢有2个果位，断掉色界无色界72品才一阿罗汉的果位。那么以既断尽之后是一品，不再受生以三界，就已经不在这个三界受生了。那么另外呢，说看到还有讲说98水冕，那个有时候在经典里面会出现，那是呢这个见惑88时，再加呢本惑人的迷惑，无历时呢跟五顿时而来，译名呢98时。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名称呢就了说原来是88再加1098时，是烦恼译名，就是烦恼不一样的名里面都是烦恼。因为呢随逐于人，会随着我们的故谓之随其体就是幽隐难知很难知道。好像呢我们睡眠的看谓之冥，随冥。70人入以三恶道，随眠的98时会随着我们人70让我们进入这个三道。那么底下呢就讲这个62经，这个各经论呢所解释的不一样。那么都用大品的般若经、佛名和人王经天台书。这个大品般若呢，他就讲说色受想行识五蕴。那么先呢讲这个色蕴。第一个呢就是色为常，第二个色为无常，第三个呢色为常无常，第四个呢色为非常无常。所以这样就已经有4个。那么受想行识字印也是这样。假如说呢不省略的话，那么就讲说受是常，受为无常，受为常无常，受为非常非无常，然后再讲想，想为常，想为无常，想为常无常，想为常非无常，然后再讲行，再讲识，这样呢加起来刚好有20个，20个这个五蕴起来有这个20个见。那么只是呢过去的五蕴我们过去的五蕴所记。那么又讲现在的五蕴所执着。一个呢是色为有边，第二个呢是无边，第三个呢色为有边无边，第四个呢色为非边非边，然后其他的4蕴也一样，就不用再念了，各位都知道知道吗？知道一样，就一样合起来也是20见。那么再加未来的五蕴之首见，
过去的五蕴记，现在五蕴所执，未来的五蕴呢所见。第一个色为如去，第二个色为不如去，第三个呢色为如去不如去，第四个色为非如去非不如去。那其他四蕴也一样，合起来就20件。那把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加起来有60件，60件，各位知道吗？60件的6件就这样来的。那么再加我们的身与神，身体呢跟我们精神为一那么身与神为异，不一样，那个异就是不一样2个见解，这样呢就是62件总共是62件，这样了解意思吗？62件的来源就是这样子它的来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各有那个里面各有个那个见解，所以我们呢研究的话这个呢都不合于那个真理我们讲那个过去的那个五蕴先讲色是常呢还是无常？我们说色是常色是无常全部都不对了，不实于常也不实于无常那异常亦无常，常非无常也都对了这个62件全部呢都是实于不正确的不合于真理的我们这个了解这个62件因每一个这个宗派他所解说的那个内容也都不太一样。那离不开断常有无的范围这个60件离不开断常有无这个范围，而天台宗是解释他是说这是我，离色呢而有我色为大为小我自于色中我为大色为小，色呢自于我中，那么四蕴也那么合起来有20个，立三世呢合为60，加长见跟断见是62件是五历史中的真见边见呢是所熟，他所讲的内容呢范围又比较窄那另外呢还有解说呢本节本末节末见62件呢各随说那个内容呢都不太一样。那么皆离不开呢这4句的那个4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4句，我们之前有讲过嘛4句子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或许说呢我们不着有，然后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请问是什么状态？是有还是没有？都不是不是空，不是亦有亦空，不是非有非空，就是不可思议。之前不是有讲过吗？有没有？我们落入那个不可思议就是佛性本体，佛性的本体就可思议。讲它有不对，没有形象；讲它没有又不对，因为它有，只有含藏，含藏三而大地，含藏三而种子，含藏所以说不对，说没有不对了，说亦有亦无不对，说非有非无不对，全部对不正确。所以进入不可思不可议，不能用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论讲，这样的意思吗？所以往后我们看到那个经典里说不可思议，就进入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进入佛性本体就是这一种状态，它都不属于我们的思想里面很超然，很玄妙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至于呢凡尘所有的名相，名跟相都是假的不真我们也不要呢住在名在相之中。
那么漏论呢，这一盘理超呢4句，那一盘的话不生不灭。那么它的真理啊，超过这个4句，所谓的一义具不具，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有边无边，这个啊题解百回。我们那个佛性本体啊，解回啊，100个都不对，都不对，这样了解意思吗？比较让我们能够了解，就是真空妙有。佛性空之中不空有，可是有没有形象，叫真空妙有，这样了解吗？我们的佛性呢，就是真空妙有，这比较容易让我有一个概念。说呢，不是说全部不能说的了，而是说了以后，它已经有稍微偏了。那我们知道说地方所在是在哪？因为我们很容易住相，不是找有呢，就是找空。那找有不对，找空也不对了。所以我们刚才中道不有不空，那个中道。所以呢，那个论内盘，这个不灭的真理啊，离超4句。我们说是一呢，一体呢不对，说不同也不对，一义啊也不对。我们要了解到凡尘的这一些真理啊，都这个又很难用我们文字来描绘。说具不具，有跟无，非有非无，常跟无常，有边跟无边全部呢都离开。我们佛性本体都离开，叫超过4句，然后以解回。没有这个我们讲一些名相。那么4句言有言说呢，皆无实义只有言说，虽然有，可是没有实际的意义，没有实际的真理在。而上的62件亦实义这个4句这论也是实义那个4句。假如说呢，我们问佛说世界呢有边呢还是无边？世界有尽呢还是无尽？那佛呢都会默然不给予回答。假如说有人问世界是有边呢还是无边？都不懂。所以呢有尽呢还是无尽也都不对。所以佛就不讲。他说我们心思放在那的话，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对我们没有实际的帮助，所以不要去研究。落入无记，不要研究。那么4句子，后面的后学班呢特别就写出来说4句词。第一个呢就常，这个常，到呢这个即过去之我，现在之我，相续不实之常，即堕以这个常见。那么第二个无。外道呢，即我今生死，这一生才开始出生不有过去之因，所以没有过去的因。各位同学，我们这一生处在凡尘有没有过去世的因？绝对是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不会出生有因呢我们现在接受是果报，这个生是果报，所以一定有的因。那么执为无常，即堕以断见。我们呢看到这个外道，各位亲人，什么叫外道？什么叫外道？我们心外取法，那个叫外道。心我们的心，所以呢心外的东西那个就叫外道，在道之外。这万象万事还有大地都是我们真所呈现的，都是心。那我们把它当成是外物，外面东西那个就叫外道。这样有印象了吗？有没有？那么第一这个3个亦常亦无常，这个也常也无常。外道呢，以上面2句皆见有，就是有过错了，有不对的方，
遍计啊，我是常，身呢是无常。若尔，假如说这样的话，则离身呢，即啊无有我。名亦啊常亦无常。这个是第三个。那么四个呢，非常非无常。外道计啊，身有异故啊，非常。这个呢不同，所以呢非常。那么呢，我们呢这个性无异啊，非无常。所以这个非常非无，这个呢都跟真理不相合。所以非真理之言论，皆呢不起考验。所以我们了解说真理呢经得起考验，不是真理的话呢，一定会有漏洞。那么人生呢很短暂勿以有限的光阴呢，让在无意的见地里面。稍涉及对待两边，即须呢放手。假如说对待了两边，有善恶完全都是对待了。有男女，有老少，有高低都是对待。我们呢只要呢落入对待，就赶快放手，保持清醒的那个脑海，关照呢生的实相，返回呢这个本位。所以这一个62或者是特别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不容易这个知道。假如说没有写出来，不容易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62见本六祖讲的，我们回到呢那个六祖坛经的这本人回来，这个第71页，在第71页，这71页的中间，60见本妄量虚假名，那个62件全部都是虚假，是不真实的。所以呢，这个六祖就讲妄立虚假名，虚幻不实在的假名。何为真实义？里面呢没有真实义。那么唯有过量人通达无取舍。过量就是超过数量，不在数量里面。不在呢那个限度的里面，过量已经超过所有限量，通达呢无取舍，可以通达，就是呢不在两边，不在呢那一种不合真理的那一种名相里面，所以呢已经超越了，超越所有一切呢这个现象，所以通达无取舍，不会取舍。了解呢，这个取舍就会造业。我们有取有舍就是有喜欢讨厌，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免不了会有喜欢讨厌。这个呢就取舍，取舍呢就造业，造业呢就要受苦。那么已知五蕴法以及呢蕴中我，能够知道这个五蕴法。先前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在凡尘都蕴积这个五蕴所以我们才落入现象。那假如说我们在生活之中都不蕴不蕴积色受想行识不蕴那不蕴呢就不会落入这个凡尘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是我们自己造的业因然后才落入凡尘。之前我们有讲说在生活中呢，只要说我们呢充满那个怨，那个已经就是在蕴积而且那个怨时间久了，程度加深了，就变恨怨，会不会有？我们生活之中很容易犯到的毛病，就是埋怨。只要不是我们的心我们就埋怨。埋怨那个事情假如说这个处很密时常多这种现象产生，我们的怨就会加深，就会变恨怨愤那怨愤呢恼怒烦很耗脑生气怨愤恼怒烦，这个都有毒素那我们在生活中在酝酿出一些毒素，各位先生以后会变什么？对，就会变毒蛇，好不好？不好不要说以后变毒蛇，要说我们生活之中呢充满那个怨愤恼怒，是不是周遭的人都会赶快避开？
不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像在避开毒蛇一样，很像哈。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就是不要有怨愤恼怒烦，不要讲这个五蕴法，不要蕴积。那我们呢，这个心都很开朗，很正面的，很快乐的在生活，是不是周遭人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培养，时时刻刻啊，我们都是心地啊光明，心里很清净。这样的话呢，生活就已经呢是进天堂，在天堂的那一种里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呢，完成了这个五蕴法，我们呢就研究真理以后啊，就不要再酝酿让我们落入凡尘，以及呢蕴中我，在蕴的我，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蕴中的我，各位浅显，蕴中的我是谁？不是有一直在万方下一念不生嘛？有没有？那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啊，那个就是外面的五这一些五蕴法，我们都把它放下。放下的时候一念不生啊，蕴中我会不会呈现？会，就会呈现，对不对？所以那个呢，知道那个蕴中的我。那么外现呢，众色相，外面显现有形有相的很多。那么一因生相，有多的这个因生相都会呈现。因为有我才呈现众色相，然后呢才这个呈现因生相，都会有这个呈现出来。那么平呢如梦，这一些众色相，这一些呢因相，它是平等，可是呢它都是梦，不实在的，是因缘际会才有，缘际则生的善就美，平等如梦幻。然后我们不起还圣见，就是不起分别淡，没有凡人，没有圣人，不起那个还圣见。所以就是要透彻的认识真理，才能容易到达。不然我们那个分别心都很强烈，那分别心很强烈害到谁？害到我们自己因为佛他是证悟平等分别，所以成佛了。那我们众生因为分别的太厉害，所以成为众生。只要我们把这个分别心去掉。所以佛在看我们众生都是佛了，可是我们看是佛众生是众生，很鲜明对比，对不对？不会是一样那为什么看我们众生佛？因为不管我们在凡尘现象是前有地位，还是没有地位，这一些佛看起来都是我所造的那个业因这个下来的果报。所以只要我们把那一些果报因果已经掉了，又恢复到本来，那本来跟佛就没有两样，都是一样的。所以佛看我们都是这个都是平等同体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看得这么透彻。有钱有地位我们就会仰望，然后呢那个街民流浪汉就瞧不起。就很难的产生这个现象。那了解说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是果报。有钱有地位是福报。那个当呢街民流浪，就是因为他这个做一些不善的一些事形成果报，就呈现了那好的那个相出来。那我们了解这个都是接受果报的现象。它都是短的，不是永远。只要我们心境一改变了，做法改变了，自然呢果报呈现变了，都不固定的。所以我们是要了解到，凡尘一切相居凡不实在。只要都不住相的，能够离相，就进入境。所以离相就叫佛了。不是有4个字吗？
离相明佛，有没有？我们把它记得，说呢要离开形象，就已经是进入佛了。离相就进入佛性，一进入佛性了，就跟佛了。离相的明佛，那离开形象啊，烦恼。我们烦恼都是住相。不咒呢涅槃解，不起还生也，不咒啊涅槃解。我们呢没有分别心，那也不这个涅槃解，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涅槃啊，是针对的这个我们生死来说了，因为有生死，在凡有生死，所以才要呢涅槃。那说生死没有，涅槃也就不用了。所以那个张轴的道记不是讲生死涅槃等空法，还记得吗？就是生死跟涅都是空中的话，不实的啦，都是呢这个虚幻不实。那么两边呢三际断，两边啊就是就是呢男女，就是呢老少，高低那个两边，我们两边呢要断掉。到三际呀，各位先生，三际是什么？过去、现在、未，叫做三际。然后我们呢，不要有去心，也不要有现在心，不要有未来心。我们三心都没有，三世就说我们不惧。那我们有三心，被三世摄受，被三世摄受，我们就六道人。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我们不会认为那个三心是那么严重的，也不严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是讲起心动念，对不对？起心动念就是造业，就是已经过错了。有没有比较深体会？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很容易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呢，业因已经形成，我们就是要接受果报。那我们不要起心动念业不造，业不造的话，我们每世的那个因果它不会这个让我们去接受果报。所以不起心动念很重要。那这一边呢就是要有三心很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因为我们了解到有三心，有过去心，有现在心，有未来心。过去心已经过去了，我们再怎么拉都拉不回来。未来心呢还没到，我们怎么策划都没有呈现。现在心不住，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对不对？所以现在不住。那我们了解说原来呢我们心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时时刻刻呈现因为我们都是用，所以才被三世摄受。听得懂吗？摄受把咱吸去三世吸。那三世既然都把我们摄受了，我们就有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没有三世摄受我们不住，去咱袂掉，去咱袂丢不着，我们吸不到，那我就可以超出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途中不要起心动念，不要有心。尤其呢我们年岁大了这个过去心很强烈。年岁大了以后就会一直生活在那一种年轻时候那一种时光里面。年轻的时候有比较呢回忆值得回忆的那一些过程，他都会住在那个界，所以那个过去心就很浓厚了。所以已经被过去式已经摄受了。已走入轮回。我们研究真理呢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不起心动念，可以做到的不生三心，可不做到？是比较一点心是不是要很清醒的头脑很清醒的头脑的时候不起心动念，然后没有三心，
都能够懂，对不对？这个不是很困难，看我们有没有那个坚定啊要去做。只要有坚定的心呢，一定就可以做到。那我们做到了以后啊，就可以进入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本体。一进入到以后就很容易啊，可以回本位都是我们到理天的，都回到故家乡。那假如说我们不肯努力做，那我们就流浪凡尘，就要受苦了。苦不苦啊？这些人对苦还体验得不深了。这个年岁大的对那个苦啊会体验深刻。尤其经过物质很缺乏的年代，那个才真的是很苦。现在物质都很富裕了，所以不会觉得什么。两边三际断，吃跟用，我们没有两边，没有三际，然后呢，常应着吃跟用，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都可以让它用。让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产生功能用，而不起用想，已经呢都应用了，可是不起用想，这个呢就是了解到已经呢是该如何就如何，没有呢说我可以怎么样，那个我可以怎么样有能手了，之前我们讲四相的时候不是讲得很透彻吗？有没有？四相我相、人相、众相、寿者相。然后呢说我眼睛我能看，能看的就是相然后一定手看，手看的就是人相。那手看的差别重就是很多，不是只有看一眼就好，很多那个叫众生相。然后我们连续不看叫寿者相。这样呢有手就有四相那我们那个呢起用想的时候就是有四相，了解吗？然后我们不起用想，没有用想没有说在应用我能够用，这样的话没有能手能手双明的就是佛性来应对，这样是吗？分别一切法不起别想，这个分别一切法就是了分别我们对什么样的不管是形象或是事情，我们都了分别，了分别那个叫分别一切法。我们凡尘的一切都了分别，不是这边的分别分别一切法不是分别心，而是了解那个相跟事的内容，那个叫分别。只要了分别会比较我们会比较分得开，跟分别心会分得开。可是呢不讲分别想，分别想呢就落入我们喜欢讨厌这样懂意思吗？没关系，这个录下以后呢各位反复可以听，不是一次就能够解了这个一定都是要学一段时间呢我们才会懂这个时候不懂是些话，当以后我们懂了还是知一些话一样的话，可是要等到一段时间不懂是不懂，各看那都不懂等到懂的时候为了拢赶快都一样的话没有说讲不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是要靠我们自己努力你能够反复的一直在熏习听这样的话呢会促成你那个本性之中的那个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真的以后拢怎样都已经透彻了，都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这个分别一切不起别想没有那个分别想，结佛到海底风雨三相及，这个是说世末路了，这个灾难一到达了整个天地要毁灭的时候，这种状态结佛烧海底，结那个灾难灾劫把呢凡尘所有万象
已经烧坏了，烧到海水，海水散了，烧到海底，灾难大不很大，所以是世界末日。那风山相急啊，那个风啊，怎么办呢？它可以把整座山吹动，吹两座山互相挤啊，大不大？不可想象啊！两座山被风吹得相撞，风骨山崖，是不是大灾难？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人类都不在了，天地已经混沌了。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言会啊，它有开天辟地，然后降人，然后经过呢万年的那个延续啊，现在要收人、收天、收地，混沌，再重开天地，下一个言会。那我没有修正说有啊，有求道，可是都没修，这个叫种子不昧，种子啊。那下一个言会的时候啊，谁要来完成？花宴再来是最理想，可是那个时候啊，因为都还没有众生啊都还没有，所以这一些有求道的就被推到凡尘来，到凡尘来受生啊，在凡尘经过呢，我们要了解说七佛来治理凡尘，然后后面三佛就来收业。那经过那个七佛治成的时候啊，只要你能够领悟啊，回到本位，你就可以回去了。可是到达三佛收业那就不行了，一定要祖师受记。一代的祖师啊，领了天祖师受记，我才可以回到本位。想了解意思吗？想不想这个有成就回去啊？还是等到我们不是都听那个南极老仙翁时常介绍的时候都讲，自我造以来，这个地球已经混沌几次了？7次了。我们看几次？我们连1次也没看到那我们是可以站在那个南极老仙翁的边，说老仙翁，我要看第1次，看不看啊？看的话要努力，使自己的佛性呢恢复光明，这样呢又能够超越呢这现象，就可以可以来扶持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到这个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平稳？就是很多已经证的在扶持以及在保护让居住的环境，所以会过得很。各位就了解宇宙之间一个星球的那一种这个晃动是不是很厉害？有看过天文我们地球也是一颗星球对不对？天文那么多居住在上面，要不要有人在扶持？都是修正者在扶持，修正者要我们都能够平平安。所以只要一点点你看那个7点几的地震我们是不是快受不了了？咱看到别一个星球它不是7点几的那个地震，它是整个星球都在放动人怎么住？坏掉了。甚至会星球跟星球相挤就混碎了，对不对？所以我看那个天文我们真的是要很庆幸，这么安稳住在星球上面，感不感恩啊？所以我们研究以后你就知道说不容易呈现这么稳定的现象都很不容易，要把握时机出生去不修，真可惜可不可惜？很多人都要贪那个凡尘的一些享受那个都很短暂不要去贪那一些享受，都会造业苦呢无量无。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这个言会它也会有过期的时候有那个呢结佛烧海底，风骨山像那时候绝对没办法住都没掉灾难已经呢呈现，连海水都烧干了大地烧得都什么都没有就已经呢混沌。
真常即灭乐哦，大的灾难啊，我们走入真常，可以走入即灭哦，真就是不假，那凡尘现象都是假，只要落入现象都不真啊，都是假，所以我们走入真，真呢就是佛性哦，本体才叫真啊，我们要了解真，然后常住真常，我们佛性是常住的没有来去啊，没有生死啊，佛性没有，身体有，佛性没有。各位学姐，佛性有没有生死啊？它没有，它是常，是真的不变，它是常住的。那我这个身体的现象啊，是自己一念妄，然后呢才落入这个凡尘。一落入凡尘以后啊，我们又迷惑。本来落入凡那个业多，好像我们现在讲说，都当然1块啦，这样就是不是很？然后我们要还，对不对？既然有欠人，就要还那我们来的1块是还去啊，唔过这声还啊，大条啊，还1块欠差不多1万啊，1万还过来还啊要即摆来还1万的时阵这声袂得了，已经1000万啦，爱还啊这1000万过来还我那个还了，不过这声欠几来亿啊，几来亿去啊，还啊唔是爱还啦，赖皮啊，不爱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凡尘本来不是一点那个过错点点的还好嘛就可以恢复了啊。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所造下来的已经100倍了，100倍在我们原来的那么一点，一次100倍，一次100倍到还，已经还不起了啦。还不起看吗？是不是变赖皮了？一之间容不得你赖皮呀。所以我们还有那一句话这个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然自受，有没有？只要因缘会意你都要接受果报，所以赖不掉的，那我们就不用赖。在心里面告诉自己，我欠多少，我欠不还，没有那个决心我们要了解假如没有这个决心那一些债主会很紧张，他会赶快来讨，讨的时候我们会受不了了。你看规工拢直接给你讨钱是不是厉害？就会受不了，对不对？所以你跟他表明，你跟债主，我欠你多少，绝对还。债主是不是放心的？绝对还你，再怎么辛苦我都绝对还你。这样债主他就放心了他不会急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只要你有这个经的这个心那个遭遇就很缓和。缓和的时候是还起来就很容易的。越还就越少越轻的，对不对？就晚了就可以还完的。所以都是在心只要心决定是决定性的，绝对还。所以我们了解到在我们新闻之中全部都是光，没有黑暗是我落入凡尘有身体后才黑暗呈现。我们那个念头一来不好的念头，负面的那个就是黑暗。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自己造成的，认识不够以为说不用这个努力可以有代价，那个心就下流，结果造下来的业自己要去承受。所以不要说在凡尘人家的钱，然后那个高兴的在那不用高兴一定要还。还之前还要先到受苦，纵然没有受到凡尘煎熬意的那一种辛苦地狱一定要去受地狱受完了以后出来再还债，拿人家多少就是要还多少
无迄个侥幸的啦，无迄个绝对，因果是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人为什么会每况愈下，就是不仅不研究真理，然后呢孤安啦，解脱过日子，就想说那骗都要敢骗，所以我们要知道那个害苦自己呀。本来那都不用去三恶道，你看那一些要不要去？要不要去？绝对要去。骗人的钱，害人啊这个家破人亡，没有罪过吗？绝对有。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会转世当畜生？畜生的那个灵跟我们一样的。所以我们了解畜生也是众生众缘积聚而见的生，它也是众生。那为什么会有那个外壳那么不理想？就是因为它背离违背，所以我们看那个众生是不是都是很的人头顶天脚立地，你看人精生有法度头顶天脚立地，所有那个畜生都是很的背朝着天，背天违背天理，当畜生的都是违天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形象一出来也是要去了掉你把那个手造一些违真理的全部都了掉了，你又可以恢复人的身体所以我们有人的身体就是要好好把握让我们那个人格那个性很清高才可以进入圣贤的行列一定要自我要求了。这个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自我要求就是人品要最高要跟佛一样，不能跟畜生一样。所以以前这个老一辈的或许那个朝代在骂人那个最严话，什么话？你在精神有没有？那个就是最严重的话已经没有人的人格就已经是畜生。所以我们了解说呢我们人是很可贵的顶天立地天地人三才之一，本来跟天地是一样大的要代替这个不足，天生地养按北讲为很难讲，靠我们人来讲要代天宣化。可是我们现在人在讲的话就觉得说10句内底9句教都免讲，为什么？多个真理所以那个都不用讲都没用。有没有感觉？我们现在凡人讲的真的是不用讲了。所以有时候你这个坐车坐久一点的车，旁边在讲手机你所以去注意它的内容这10句内有11句都免讲。有也未讲出来，在底下脑底时，咱嘛已经看到啊。讲迄句要讲啥，迄句嘛免讲，都没用啦，浪费精神，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迄都要拿钱的，所以都是浪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走入真理世界，要求自己走入呢真理世界，那个无关紧要事就不要自己的性命大事重要，重不重要？很重要的这个呢，宁可生前往死路，莫待此时后为之。对，我们生前往死路。各位先生，我们一口气不来，要给他斗。都不知我们不是要回理天吗？回真理的那个世界，到底都不想回去凡尘不要贪恋，这个凡尘这个都是让我们受苦的从自己本身呢先走入真理世界，引导所有我们亲朋好友也一样走入呢真理世界，所以呢珍藏极乐，那个极就是如如不动。极则无声没有声音，佛性本体没有如如，所以或者都一直在讲，说我们那个这个佛性它是很宽广的
充满整个宇宙空间，然后呢如如不动，不是用那个照相机来比喻吗？还记得吗？我们在这个时候啊，玩过那个相机啊，你在按快门的那个一刹那镜头一晃动之后，洗出来相片是不是模糊不清？都模糊不清嘛那假如说我们用这个原理拿到我们身上来，气呢是在玄关，那我们整个人啊都时时刻刻在动，那看到的景象是不是一样模糊不清？对不对？以那个原理来讲可是我们看得很清楚啊。那为什么能够看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佛性是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啊，佛性没有动，所以看得很清楚，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能够回光返照。说原来我的佛性是这么的宽广，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所以那个叫极。真常极灭乐，灭就是灭所有的烦恼，灭掉所有形象，灭掉所有一切呢不如意的，回到呢本体回来，极灭。所以所有生灭都已经没有了，才能够进入极灭。所以真常极灭乐，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有没有印象的啦？所以或许因为生太多了啦，这个礼拜要再烧200套，因为后面还剩下很多，所以导致把那个 MP3多烧一点，就是可以听的啦，听的 MP3烧一点，从第1到第9，然后呢第10到第20才被烧第2片。那我们今年是讲到17嘛这一次15嘛对不对？第15我们已经上15次了，再2次我们就要过年了，对不对？所以要等到明年在3次20的时候才烧第2片，那个量很大那个 MP3 的容大，你一片就可以听很久，所以只要有空就可以听，有时间可以看看那个 DVD 因为北部现在这个时间比了，是我们这边在讲，可是听的人北部比我们这边热烈。他那个一拿个 DVD 说一下子我要5套，我要10套，这样呢，看看这边怎么老还在反复看反复听，绝对会了解那个不是很深的。最怕的就是我们不肯用心，不肯用心就进不去，佛性就进不去。我们只要能够进得去了，那个欢喜充满，整个天地都是我，就是整体，理不理想？很理想所以呢，我们要自己这个发心追求，涅盘相如是。六祖呢就讲说涅盘不生不灭那一种字就是这样涅盘相如是。五经呢强言说，六祖说勉强讲的啦所以要了解说呢，因为这个道本无言，非言呢不显没有用语这个道出来，所以呢要讲那借着这一些讲，我们就可以进入最理想的爱。那么炼炉邪见这个意思跟那个自道讲说例如邪见那个不正确的见解呢，都把它消。那么如物随缘解，不要呢随这个语言，我们要进真理不要住在语言相，语言也是相不要住。如物呢随缘解习儒少不随缘来这个住在原理的话，走入真理，真的就是已经可以进入了已经可以进入佛性了。那么知道呢稳记大悟踊跃咒理对这个是讲知道部分。那么底下呢就讲这行思禅师生呢吉安这个吉州安城刘氏闻呢潮汐法性化
就是六祖这边呢，很多人啊都在这个六祖讲经所来这边呢学到法性生活。这个呢进来参礼，都持戒来断六祖。那么顺曰：当何守物即不落这个阶级？要怎么样来行持才不会落入阶级？要怎么样行持才没有分别心呐？这样了解意思吗？他的那个根器很好，直接呢就讲到那个重所在，说要怎么样才可以不落入分别心，没有那个阶级。那么六祖就问他说：曾呢做什么来？你曾经呢做什么？然后呢行思禅师呢就回答：说是亦不为。最高的那个圣地他也不有为去做的，是不落入那一种的分别心里面去行持。所以呢说圣为。这个很不容易啦，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呢，都会有那一种我学的一定高，有没有？没有啊。那么学了要做什么？学了不会比别人强的话，那我们要学。我们学了以后会不会比别人强？不会啊。那学的拢会比人较强就免学对不？一定会只是在那一种我们学了以后是知道呢是恢复到本来而已啦，不骄傲就可以。那一定是别人强，别人没有学我学，是不是可以比别人强？是一定的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然后我们可以引导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学，对不对？这样就是正确的方法。不会说学了拢无比人较高，那努力学就是要进入我们真不昧的佛性。要进入就是想成佛，想成佛想度化众生，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我们就是要这个样子使自己那个认识那个知见能够正确。那正确以后呢，我们的行为正确。行为正确的话，我们可以引导众生一样都跟我们走同样的道，都可以成就，道可以成仙做佛。那么诗曰：落何极说是亦不为，全部都没有分别心。那么落入什么阶级？这个反问六祖就反问，就说圣地呢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就是都没有那个分别心，都没有阶级的。那六祖生气之，就是呢他已经平常都是在学他已经到目标了，这样懂意思吗？他已经可以在生活之中呢，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整个都呈现，这个到达了，那个行为已经到达。所以六祖呢就很看重他，生气之令师所重，就是呢要这个禅师当呢那个众人的那个头啦，就是教导众人，这样了解吗？不知道意思？所以那个令呢这个行师呢所重是引导大家、教导大家啦。这个师谓曰：有一天六祖就跟行师讲，说汝当呢分化一方，无令断绝。说你要这个当教化一方一个地方在，是要到一个没有开发没有很兴盛的那个修道的地方你去那边去分教化，勿令断绝，不要这个顿教法门断绝了。那么师气得法，遂回呢齐州青岩山弘法烧，他就呢回去烧这个，把那个法能够呢让它呢宽广的推广开来。这个行师禅师这一段是比较因为他因太高所以比较不容易得到我们呢学到。
那么接下来哈，这个怀让禅师啊，荆州杜氏子也，之月啊，嵩山呢国师，是去呢拜这个惠安国师啊，一个坦然两个人啊去拜这个惠安国师，然后呢这个坦然就问惠安国师什么是祖师的西来意啊？然后惠安国师跟他说，何不问自己意？他说什么是自己意？自己的意啦，不要去问那个祖师的西来意。他跟他讲他的那个就是秘，我们那个佛性里面那个秘密，那个秘密的所在。所以这个坦然还可以就是在那个惠安国师那边的学习。可是那个怀让禅师他就简不契合了。因为坦然他有办法接受惠安国师那个教导方法，那个呢怀让没办法接受，惠安国师呢就这个怀让禅师去呢抄袭去拜六祖。怀让呢到的时候就礼拜，六祖呢问他甚次来，你哪地方来？然后呢怀让就回答嵩山。六祖要问，这个问里面这个什么物怎么来这个就是禅机的语言就是佛性是什么样的东西佛性怎么样到这里来？什么物人来？懂意思吗？各位浅显懂不懂意思？佛性是什么东西怎么到这里？假如说这个有这个善知识问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回答？什么物怎么来？回答。非浅显，怀让禅师听到六祖这样问他他没有办法回答，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佛性怎么到这里来，所以他就回去了。这边写的是马上有答案，可是那个武德慧眼跟那个景德传灯录里面的记载不是这样。他回去很努力的把所有万象都来跟佛性相较，说佛性是不是这个？不是，不是的，再拿别的再拿来这个也不是。经过多久？8年他把所有凡尘万物都拿来跟佛性比，所以底下才有说是一物即不中我们一看好像说马上回答，可是不那样，是经过8年。对你各位浅显讲，说我们对个答案了解，追求的时间可以延续多久？8天，8个小时。我们大概经过8个小时8天大概就放弃了，对不对？他连续到8年，把所有东西都拿来跟佛性比，不对，所以那个说是一物不中是经过8年的时间体会出来。我们有心吗？再分开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古时候的这个做学问真的很专注，很专注。经过8年，他已经体会出来后就来见主，说我已经有一个体会的地方所在。六祖说好，你看，他说是一物即不中，听说有那么一点味道了就问他还可修正否？那个怀让禅师说修正即不无，然无即得。六祖一听说可就是已经这个答案出来了，就跟他讲说即此不然无是知佛之所不念，如意如是呢，无亦如。讲安尼我嘛安尼啦，我拢跟你同款，所以那个叫应可。了解说是一物不中，是经过8年的那个时间一个一个体会看看你说我佛性多不是，我佛性像你讲不是
什么物件拢甲摕来比背哩，都不懂。真的万物啊都被他比了，都不是，收是一己不走。所以最近很有力道，所以就问他说还可修正否？然后回来讲修正啊即不无，无啊即不得。所以各位先贤，我们呢佛性啊把它染污染不得，你袂污。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形象，你染不得了，你袂丢，是吗？所以染污即不得。所以佛性呢就是要认识，然后我们修正呢就是习惯性那个习性跟佛已经不同了，溜得太久很多佛性没有的东西我们性都呈现了。所以那个修正即不无就是把那一些佛性本来没有的东西去掉不要有那个佛性本来没有的东西那都不要有去掉它，然后呢佛性所有的让它回来全部呢都回来这样呢就正确。所以呢说呢修正即不无，染污即不得。然后六祖就跟他讲，执此不染污是知佛之守护念这个呢佛性本体没有办法把它染污的。所有佛呢他所护念呢就是这个既如是呢无亦如是你安尼赶快所以就印壳然后底下呢就讲说西天般若多罗刹汝直下呢是一马驹踏煞呢天下人应在汝心不惜呢述说。西天般若多罗刹就是西方第27的那个祖师就是那个大祖师在去第27代那个祖师，他呢有讲这个句语说呢那个怀让的那个徒弟有一个姓马叫七祖马道一各位那个典故没有？就是这个主在打坐了，然后这个怀让都拿一砖头去那个那个马道一那个前面打坐的前去磨，然后呢那个这个马祖就问怀让师说，大师你做你无爱要做啥？伊讲我要做镜磨砖镜典故就是这里是从这里出来的砖画做镜然后马祖说砖哪有法度镜？然后怀让就讲说，我磨砖没有办法成镜你打坐够成佛吗？就是这样啦就是说他打坐不能够成佛所以道在心在坐也不在坐就是呢讲这个那么怀让呢后然气会，岁子4左右15载在呢六祖旁边15年日增呢这个玄奥后往呢南岳大禅禅宗这个怀让力很多在那个时候很兴盛那么接着这个永嘉学这个禅师这个玄觉禅师温中带是指少习经论，是呢很轻的时候就已经学经跟论。经呢天台止观法很精通呢天台的那个止观法门。因看呢这个维摩经这个花明心地看呢这个维摩经了解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花明心地。那么我师呢弟子玄车相仿，果然之间那个六祖的徒弟玄车来这个访道。那么以其这个祭坛讲得很投机很讲得很激烈我一句你一句安尼讲到足投机的叫做祭坛。有没有遇到这一种朋友很谈得来拢袂讲安尼有一番种个心口不一的地方都是能够从心里面这个讲出来都是
这个叫做慧甘蓝，相照，心肝相会，相讲的拢是一个话，讲啊两个拢做投机，有没有遇到这一种朋友啊？好像都没有。这个相识满天下知己能几人有那一种味道，所以我们就了解那个谈就是能够谈得很投机。那么持言呢，暗合知足，讲出来的话呢，都跟这赖祖说在讲的都一样。策云这个贤策呢就讲，仁者得法师谁？得到个佛法，然后老师是谁呢？这个永嘉呢玄解说，我听呢等经论各有神，就是他看的那个方等经论，就是大乘佛法。那么或以维摩经悟佛心中，后来呢在维摩经呢领悟佛的那个以心传的那个宗旨，未有证明者，没有这个证还没有印可，那么这个贤策呢就讲说，威音王以前即得，就是呢积佛自己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得到这个道了，领悟了，就可以归本位了。那么威音以后就是三佛开始收言，无师自悟尽是天然道。那个呢，你没有那个受记那个都不承认上天都不承认。然后呢，这个玄觉就讲，都验了为我证据，无你搞我印可啦。然后贤策就讲，说我言亲就是讲到那个身份地位啦。我言亲潮汐有六祖大师，在潮汐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呢这个受法者，就是呢一个祖师做呢那个上天那个天命，要呢度化众生。若欲则与学习，你若喜我带你来，这个都是很好的那一种朋友。贤觉遂同玄策来参，是来拜六祖。那么老师三杂正喜耳，因为这个贤觉永嘉大师他长得很高大，他又很英俊，然后修的又修得好，他看到六祖的那个形象，他都一粒仔囝来然后又外表看起来又不怎么样，所以他就瞧不起那个六所以呢，这个老师三杂正喜而立禅堂，他就徛了。六祖就说话了说服沙门者就在讲那个这个玄觉沙门者，沙门就是勤习勤修戒定慧习昧贪痴这沙门勤习翻成中文叫做勤就是真骨力习就是习昧勤修戒定慧习昧贪痴勤习。具呢3000威仪8细行就是呢贤觉已经呢有3000威仪8万细行。那个3000威仪就是穿一头理光了，一穿袈裟就是要接那个戒律250个戒，能250个那个戒也就是你在礼法的袈裟就要遵守。然后呢行至咒行至咒250乘以咒这样多少？1000对不对？1000。然后呢我们那个持戒里面有舍利戒、摄善戒、饶益众生戒，对吧？再乘以3，乘多少？3000。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3000威仪就是这样来的。然后那个8万细行就是呢从这个3000威仪，然后呢来乘以我们的身口意。身跟口，身呢就是杀盗淫，口呢恶旷言曲意两舌，就有7个了。3 7 21就2万1，2万1。
然后呢，对那个贪嗔痴它是很重的，所以各有2万亿啊。这样加起来就8万4，啊8万4把那个8万剩下那个谁就不讲，就讲8万，3000归以8万细显，经啊言觉啊都具备，业有3为以8万细显。然后六祖就讲说大自何方而来？六祖称呢那个贤者是大德，六下来为何生大我慢？就是骄傲了，大我慢就是我相很强，有那个骄傲，这个玄觉就回答说无法度跟你讲这啦，迄拢小事啦，我的生死无常性，这较重要啦。所以那个这个生大我慢不大我慢，那可以撇在一边啦，我们的生死大事重要，无常性数啊，加紧，有一天呢一口气就不来了，无常会抓我了，这个才是重要的。然后六祖呢，就跟他讲说：何不体其无生了无是夫？你为什么不这个来这个体会到无生体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本来就是没有生没有生你接受你去取的本体你取这个本体了以后就可以脱离那个生死四大不会再落入生死。然后呢了就无数现在呢无常很迅速嘛，我们落入凡尘生活很快一转眼一生就过去了，这个无常很快，这个是住在相了这些相就没有快不快，就无数，了就无数，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所以我们体其无生，了即无数。我们呢万年放下一念不死的时候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就呈现，然后我们就认取这一个我们本来面目，我们认取这一个本来面目，把它培养一段时间以后它会有般若妙智慧是从佛性里生发的般若妙智慧。有般若妙智慧我们来完成的万事万物都不会造业，所以那个是最理想所以那个是体取无生。这样会不会体取无生会不会要自己努力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要去吸取去取那个本体。那我们本体一进入了，它是无生，没有生没有灭，没有生灭那个性无常就离我远去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没有启发佛性我们呢会被业把我们推，咱就有业给咱塞的现象，那我们在受苦那我们已经够呢体会到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呢把整个佛性还能够扩充整个宇宙虚空，这样状态之下我们就不接受那一种无常，那个无常的机制给咱俩。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去启发佛性，把它培养，然后我们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被业给把咱杀，把咱杀去得，咱就去得了。这样了解意思吗？那个业力会推着我们所以只要在生活之中各位体会什么叫业？业力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在生活之中体会，就是我们不喜欢去遇到的事情，偏偏就遇到了，有没有这个现象？很不喜欢去处理的事，偏偏都是遇到，有没有？那个叫业力现前业力已经呈现在眼前要不要处理？就是要处理，你不处理一定要处理，那个叫做业力。那我们已经在生活之中已经启发佛性了，佛性已经两根虚空合成一体了。这个时候
我们不用接受那个业力的推促，一个人上袂行啦，这样知道吗？一方面呢，我们不造业，一方面我们了业，所以那个业力啊，它不会推促的我们，这个才重点所在。不然我们说业力一推了，推你到哪里，你就在哪里现象。推去天道了，在天在那个天堂，然后推你到那个乐道去啊，在地狱里面，都被业力这个在无形的那个背后在推，所以我们要启发佛性，然后呢把佛性能够跟虚空合成一体，这样的话就很理想了。然后贤觉问那个六祖说：“体即无生，了无数。”体呀，不生不灭的佛本体呀，即呢无生，然后了了，已经呢了掉所有的这个凡尘的一项了，就本无数了本无数。那我们那个刚好讲到这边了，剩下呢15分钟，15分钟呢是要给这个各位呢这个问问题的。所以底下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讲。因为玄觉有写这个正歌，所以我们在讲玄觉这一段，就要讲他的那个正道歌。我们还没花还没，那下个礼拜再花，还是要先带回去看。要带回去看的话我们可以请这边的那个讲师呢。把它发给大家，这个已经印了蛮久了啦。我们本来说很早会讲到，结果都这一个礼拜呢都没有说。有问题吗？好，请说。就是他重听他有来听我们这个课。重听这个重点所在是他的心我们要了解到那个重听，当然的那个背景原因啦。那重听的比较自重呢，他能够听得到的那一些话。那我们呢时态所听到的都是正面的，都是好的，鼓励他向上的那一些话让他能够呢就是知道的不要多了。要很专注，很专注他心只要是都专一的状态之下，会进入比较殊胜的那个境界。那有那个殊胜的境界他自己会体会，他体会以后有一些是不用语不用听的所以我们中国的禅宗他也不重视语言文字他重视就是实际的去行持。所以实际的行持都不用讲话，这样才符合道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呢，就有规范像将经的第一分的时候，那个释迦牟尼佛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那个就是我们持的最高程度了。我们能够做在日常生活之中，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就已经成就了。所以那个重听起啦。就是要他能够体会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能够呢全心全意集中在佛性，这样呢那个修快。好，请说。这个后学这边有美国浅显要问的3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说，做深呼吸脑袋除了做几下，即很专心的听刘讲师讲课，或磕头或唱上歌，没有思维杂念，是否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呢？那脑袋老是跑出来万缘放，一念不生各几字或声音，便是一念，不算是万缘放下，一念不生是吗？好，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一念来指万念，所以有时候在我们体会的时候说万都放下，一念都不生，这个时候自己
会有那个万念放下、一念真的那一种念头的，没有关系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是正确的。你这一个念来除掉所有的念，你的念只有这一个，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就只有这一个。这个呢，你要让它的时间久了以后是不是这一个也要放下了？就不用自然而然就有了，对不对？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要保持说，我现在要万念都放下，一念不生。然后真正的一直实际去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了，连这个念头也不要有了，很熟悉就不用有，对不对？那个就已经到达目标了。第二个问题山和大地皆是金佛性的呈现，是不是因为能觉加所觉之故？好，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它整个这个大地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呈现的，而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佛性里面我们都有讲说呢，这个本身就是如来，然后呢如来藏含藏，如来本身性分之中它含藏万事万物都在我们佛性之中，那个不能落入说能觉跟所觉能觉所觉是我们完成有现象以后才呈现的。那我们现在呢是要把能所全部泯灭，没有能所，没有能所进入如来性分。那如来性分里面它就讲说虚空无相，我们那个如来好像虚空一样无相，不拒绝诸相毁，他不去遏制所有的万象生花。那我们要了解说，万象的生花是从如来藏本身生花出来，然后万象是假象，它不久又会还灭，你回到那个性分如来藏回来。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没有能觉也没有所觉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呢，我们就是要心跟境一读得懂吗？就是心跟境合在一起，境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境，心境读，不换思维，我们不要去想不换思维，然后积岁月，我们累积那个岁月就是心要久一点我们要累积积之岁月而不息开谓之有也，懂意思吗？心境一读，不换思维，但不持善，积之岁而不心开，谓之有也。全部一定心开，一开就会了解到万象万事都是我的真心佛性。那第三个问题请刘讲师举实例说如何解六劫。六劫这各位对六劫有印象吗？我们本来是极昧，可是我们把极昧变成生昧这个第一个劫就是我起心动念把极昧生昧。第二个劫就是把真空变完空第二个劫。然后第三个劫本来我们那个是很灵敏的，没有能手了很灵敏的那种状态，所以我们一落入现象以后，结果我们有能觉所觉就不忘。第三个劫。第四个劫是我们的六根本来都现本体生花了。我们现在一落入凡尘，六根有六根的自见，他自己想当家，所以那个是第四个劫。第五个劫就是我们的对凡尘的所有这样和万象都会把它当成是外面，我们心外面。所以那个第六就始于动静，动静两个劫就是我们最后升起的。所以从那个极昧到达这个动静，所以在讲那个耳根圆通的时候就会讲说我们要恢复把那个六个解除就是要了解真理。真理了解以后，所有凡尘的动静那一些都是我们佛性的呈现。可是我们现在把外面的动静
认为是佛性之，不是我佛性里面的事啦。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打开那个动静的结。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打开呢？我们做耳根圆通啊。所以我们开始讲那个讲义的时候听不懂嘛，后来就不讲讲义了，直接就讲的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修持法没有？讲的时候就教我们怎么做了，有没有？没有的话拿回去看 DVD 里面讲得很详细里面都有交代怎么做。所以呢，我们从我们那个耳根圆解开这6个结。解开6个结就是开始出于稳中入流就是把那个能手全去掉，能手去掉以后我可以这个进入到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了然呢就很透彻的知道了了不明，可是呢心中不产生动静所以那个解开这2个结那个很重要的，因为这2个假如说解开以后那个根觉空昧那到达那个极昧的状态，是一个就可以恢复所以我们先呢就是要从圆通做，因为平常每一根都可以可是不容易有功效呈现。那用根的话，因为我们可以就是最粗浅的听，然后闻线，一定要把它分得很清楚第一个听是耳朵，第二个闻是我们听到声音加入我们心意识那个不要用第3个叫线。闻线就是佛性不是佛性。有没有听？有没有？那个能够听到声音的那个就是我们闻线平常我们是日用而不知，不知道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所以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的居家环境现在都是虚囊就是弄吵练的，没有声，不像我们这边很清净找声音不容易找声音不容易差来比例那我们了解说原来有声音在哪边？我们听到的声音在哪边？今仔咱听到声里头，是不是在这边？对不对？那我们在家生活的环境之下，我们就了解说听到声都在这边所以这边有咱的佛性在。那假如说周遭呢声音都让我们听到，然后我们都去了解说它是哪一个方向，是不是每个方向我们都可以知道？对不对？一滴多一个方向出来的声，我们都会知道。然后呢，就把我们心已经伸展了，伸展呢已经宽广了。那伸展宽广以后就是了解到说最不容易的就是把它局限在玄关局限在身体里面。不容易让它出来，然后我们呢，一让它佛性一出来，又进入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之中，然后你这个时间让它持久，持久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熟悉，然后到达这个状态之下，对完成所有的动跟静，是不是很了然？就是不知道了。但是我们心中里面已经可以超越那个动，就是不被动静影响。声音有了，声音有声有昧，可是我们的闻性没有声没有昧，声音有声昧闻性没有昧，所以我们一启发出来以后，它声音昧了以后，我们闻还在，闻性还在然后呢，我们对那个声音的有动，声音的没有见，已经可以了。进入到呢，我们那个佛性不生不灭的状态之下，这个就先打开这2个结了，这2个很重要。就已经我们可以进入那个修道的轨道。我们都会被这个声音的动记，有声去有扭去无声咧，无声讲无听的时阵不是讲咱无听，
咱若准无听的，哪会知影无声？都、就是有听到啊无声音，是属于正觉啊，正的觉。有声音是动的觉，无声音是正的觉，对吗？嘿啊，所以我们从闻性之中，闻性没有声昧，声音有声昧啊，声音的声叫动，声音昧叫静，这样懂意思吗？懂不懂意思？这个倒是蛮重要的哈，这个关卡能够进入，我们进入以后，已经呢佛性被声音已经引发出来了，出来了以后，我们要把那个声昧的声音呐，就是不要这个寥寥不明啊，不要去住在心中，怎样啊心就迈短之后我们就把那个定这两个结先解开，这样了解意思吗？下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千大，谢谢呢各位贤贤给后学机会学讲。我们上个礼拜呢，这个回答6节还没有讲完，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下课。那会学呢，把那个6节呢稍微要的再这个解说一下。我在研究的都是在解开这个6节。那我们呢用这个原理来把这个6节稍微这个说。第一个呢就是幻境昧。幻境，环境的境幻境昧故，欢心亦昧。欢心昧故，欢智亦昧，智慧的智。欢智昧故，欢昧昧。欢昧昧故，非欢不昧。这个第一个是境，第二个是心，第三个是智，智慧的智。第四个呢是幻昧。所以第一个幻境昧就是解开2个结，动这2个结把它解开，所以我们了解最困难呢，大概就是开始的时候自起头难，要呢把那个幻境要灭掉的话呢，比较呢要用点心。所以呢这个幻境昧故跟我们以往有听过。那释迦牟尼佛拈花示众，拈花示众典故都有过嘛那个拈花示众，那一朵花就代表环所有境，环境就是看得见的现象，以那一朵花来代表。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现象，是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所以只要我们都不降呢，可以见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这个时候就已经境都没了。那幻境灭了以后我们呢有心，那个有心的心是因缘际会，因为有根尘相对才有，所以幻心一样灭。那幻心灭了以后就变智慧，我们有智慧来了解这一些现象，这呢也使以也即也使以呢幻智。那幻智灭了我们呢最后一个那个所有细的生灭幻灭，幻灭的全部都灭尽了，叫生灭灭已即灭就现前。所以我说幻境就解开动静2个结，幻心呢就解开根，那个幻智就解开觉，那个幻灭就解开最后2个，一个空一个灭生灭，生灭呢都灭尽。因为我学一章那个观菩萨修持法的耳根连通，那个里面把那个解6节讲得非常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听了以后最强烈的反应就是说听不懂，一句也听不懂，是这样。那或者是说我们往后有计划可以把那一章再拿出来看，我们讲那一章里面很详细的解说要怎么样解开6节，详细说了。
因为我们讲到六祖坛经啊，刚好讲到玄觉禅师，那玄觉禅师呢去见六祖了以后，被六祖啊这个话说这个体其无声啊，了即无住。那点化了以后啊，他这个做一首正道歌，学禅师正道歌。因为他住地方呢，那个地方所在永嘉，所以我们又称为永大师永嘉大师的正道歌。那永嘉的年岁可以说不长，39岁就已经归空了。六祖还76岁，他只有39岁归空，所以很早。我们来研究呢这个玄觉讲的那个正道的。各位手上有吗？这个呢今不见绝学无为贤道人。这个今不见就是鼓励我们都要见到了。说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个意思就是鼓励我们一定要追求看到。看到呢绝学无为贤道人。要进入绝学。绝对之学，就是不要相对绝学绝对的，而且没有法可以，有法可以学就有止有固执法执。所以我们修呢，第一个就去掉那个我相。我们呢最大造业那个业就是我相形成促成我们造业。我们平常认为这个我都是从身体从我们的身体产生。那身体的我是天地的物质水火土众缘气味借我们用的是假的。那我们都在这个身上产生念头。念头一产生以后我们就有行为，行有了业就形成。那业因形成，果就在后面。那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说，我们凡尘认为的这个我，它虚幻不实在。那真正的我就是如来，就是佛，每位都是佛，我就是佛，我就是如来。有没有这样的认知我们一定要勉励自己，说呢认识的我不是从身上产生的，而是从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那不生不灭的真佛性就是如来就是佛。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我，能够认识我们不生不灭佛性的我们的作为就不一样。我们呢以身体的我呢都很狭隘，我们的心都很小。我们谈的话跟我说给等叫斗，就是都是没有容忍之量。那假如说进入佛性的我很宽广整个虚空呢就是一个我，就是如来，就是佛，就是只有一个，没有分别心。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容量很大，可以容纳呢天下呢万象万事，这是很强。还要勉励自己朝这个真理的这个方向努力真正的做到能够呢到达我相的。没有这个身体的我相那身体的我相有以后在第二个就是法法相完成的所有万象万事都称为法相。那我们在法相方面呢了解了解它是因缘际会然后才产生的有形象有事情都是一际会，缘际则生缘散就灭，所以当下都是空。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万事万象万事都是空的。那既然都是空的，我们就不要想，不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呢我们生活呢就很逍遥来。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的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不实在的我们不执了，不固执了以后这执也没有了。那我们没有我执，没有执，它就回到本体回来。那回到回来就本位了，就成佛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努力的方向就是努力掉我相，
努力的去掉法相，把这两个去掉了，回到根本了，这个要我们呢先到觉学，这样懂了吗？觉学不为，无所作为，因为我们有所作为啊，有气有目的啊，那有气目的呢，会形成业因。那我们呢无为，无为是从无所作为的佛性啊生发。那佛性该怎么做，我们就去做。这个是率道而行，按照佛性啊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那这样呢，我们了解说业因都没有，成业因不造业，不造业呢就不受苦了，就可以走了。所以我们呢是从无为生发。然后呢，这个贤道人，这个贤道人呢，我们看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天下本无事啊，庸人扰之。天下本来都没事啊，我们庸人自扰，自己找事啊，自己找麻烦，自找吃啊，所以我了解说，都是无事，所以呢，我们做一个贤，做一个呢觉学无为的学道的人，那个贤他有学习的意思在，学习啊，也叫做贤，所以今见呢觉学无为贤道人，就是鼓励我们一定要见到觉学，要见到无为，要到这个玄道，真正的做一个我们本位都是佛的人，不持妄想呢，不求真。这个呢，一入到这个真理世界，不除妄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妄想啊，是我们不熟昧的真佛性啊所生发。那我们要除掉妄想的话，就是把我们的佛性作用把它除掉，不除妄想而进入内坛，那个是佛所认可，就是已经呢都在不生不灭境之中。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妄想啊是佛性的功能中，所以各位贤贤，我们在生活之中啊，这个妄想很重要。为什么要？都是我们用力去想，用力去想的妄想啊，这个是我们造业的主因啊，主要原因。可是我们呢，佛性本体啊会生发念头，那佛性本体生发的念头啊，它是功能作用。我们性呢，自然产生功能作用，不要用力去妄想，这样能够分别吗？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有遇到事情，这个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然后以后啊，我们用强力的念头去想，就是把我们心里面的事啊，要让它成型，这样的话呢，是我们自己啊已经熬夜了。那个根呢，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啊，是把功能作用拿来当本体呀，是已经这样。所以玄觉禅师呢，他就讲说，不除妄想，因为呢不除掉呢佛性的功能作用，跟我们日常在用的妄想那个是不同调，懂意思吗？不同所以我们呢不除掉呢我们佛性的功能用，让它自然呈现。可是我们不强力的去使用它，强力的使用它呢，变成了我们把妄想当成本体，当成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所以呢，这个贤觉禅师啊讲说不除妄想，不求真。为什么不求真？因为已经下就是真。我们在求真的时候啊，就已经头上安头。有这个研究那个张轴的悟道记啊，张轴的悟道记有没有？其中有一个趋向真如意识学，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各位浅显笔记背背看，把张轴悟道记背出来。光明遍和，还圣灵共一家。一念不生，全体现；论财动，被云遮。有烦恼从真变，
七相真如是邪，随顺誓言无碍，生死涅盘等空法。可能都看有背了，还没有很懂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张卓那个一个秀才，他秀才呢，他接受那个十双禅师的那个教化以后啊，他悟到就讲这个句讲这个句那内容真的是很好那个光明即照即是佛性体，照呢是佛性的功能那光明的那个从呢本体发挥光明的光明，把它摆在前面因为他秀才他会押韵这样那个文词都比较看起来有力道又漂亮光明即照，遍河沙，我们佛性的那个功能作用非常广泛它呢一粒沙是一个国土啦，它所以遍整个3000大千世界，竟然那个光明遍照整个3000大千世界这么宽广所以我们说光明即照遍河沙已经讲的出圣了。然后呢还圣还人跟圣还圣含灵，我们那个境还圣含灵共一家是一样的圣还人的灵跟圣人的灵没有分别，一体的还圣含灵共一家然后我们只要呢一念不生，我都不产生念头，一念不生全体现，全部的佛性本体都呈现。所以只要我们不生整个都是佛性本体。只要我们产生念头，起心动念，就把那个心缩小了就不宽广了。所以只要我们一念不生全体都呈现。然后6根才动。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用我们6根来对6尘。6根才动就被云遮了整个佛性般若妙智慧不见了。被云遮住了那个太阳光呢在云层的上面，那我们底下都是浓雾就是迷昧了所以6根才就被云遮。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就不要动6根，6根不要动，不要用我们用我们的直心，直心就是道场用直心然后呢就讲说欲断恼从真变，我们烦恼产生烦恼佛性那个功能作用，我们要断恼还要产生念头来断，所以从真变，从增加又呢重新增加我们的新的毛病，所以不要断烦恼不断烦，因为烦恼是佛性功能作用，这样了解吗？刚才我们有把它开说了功能作用是我们的妄，可是我们用力去讲是要达到自己自私的目的，那个会造业那个把佛性的功能作用当成屁了，这样了解吗？文字是没有分别啦，可是意识有分别那个修持者讲的断烦恼，或是讲烦恼即是菩提那个都是在讲本体不是在讲相。那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那烦恼的内容不是菩提，它是善恶的恶法，它会促成我们造业，这样对吗？了不了解？因为呢这个历代书都会讲说呢烦即是菩提，那他站的角度是站在能够生发烦恼的那个角度上说的。那能够生发烦恼是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是不是就是我们的佛心已经是了，对不对？所以那个即是菩提，烦恼即是菩提，是站的角度说。那假如说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在凡尘遇到事情生烦恼已经入那个实质的内容，进入实质的内容的时候那个就已经不是了，不是了不是佛性本体，而是已进入法，而且那个法又是恶法会促成我造业要受苦的，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妄想的方面就是要了解佛性本体的功能作用我们不断它
那讲我们自己自私产生念头，那个要把它去掉，不要那一个。所以呢，我们这边就讲说不求真啊。那这个张总就有讲说趋向真如啊，亦是邪。我们求真啊，就是要求真的，要求不生灭的那个佛性本体。那我们要求真呢，就变成了我们头上又安一个头。已经是真的，我们还要再求真啊！已经是真心，我们还要求真心啊！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不用求真，当下就是。所以这边我们用那个张斗那个相真如啊，亦是邪。那一种来解释说不求真的那个意思，已经当下就是真。无明实性佛性，我们的无明实性。我们要了解无明为什么会有作用，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无明，就是因为有佛性在啊。佛性呢这个当动力，都没有佛性啊，那个无明啊没有作用，这样子吗？那无明就是不觉啦，不觉就是从我们的佛性觉产生的。那我们在凡尘啊，所以时时啊，都落入不觉。那我们修道就是要把那个觉让能够呈现长远的时间，最好是26时中整天24个小时都在觉性之中，全部呢都是觉，没有觉的时候了。各位前人在日常生活呢，是觉的时间还是不觉的时间长？那为什么会不觉呢？有没有去探讨原因？我们为什么不觉？这个做着，然后不觉就来了，不知不觉，我们很容易呢进入不知不觉。那不知不觉呢会有作用，就因为佛性本体，所以不觉也是我们要了解，不觉也是佛性佛性那个不觉没有作用，所以我们是一个觉就好了，不觉就消失了。所以不觉灭，那觉不生不灭，所以我们保持觉的时候没有变化。可是没有变化各位姐姐，我们在没有变化之中很容易朦胧，很容易模糊我们看那个广告你看那个会动会变的广告我们特别会注意那都全部不动的广告我们都不会去注意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不生不灭不容易引起我们注意，那个生很容易引起我们注意，那个不觉就生灭那个觉就是不生不灭。那我们修道就是要追求不生不灭，进入觉进入觉性之中时时刻刻都会显，这样就叫修成容不容易？好像很容易可是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在做的时候不是很困难，只是看我们有没有那一种恒心毅力。只要有这个恒心毅力，我们就可以做到。可以时时刻刻都是觉。所以会写呢，这个这一节呢，在北部都在推广，说呢我们禅修修禅，就是呢着力摆脱客观环境对精神世界的支配，就是我们的精神要来支配环境，不要环境来支配我们的人。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可以主动，有时候是被动。那我们才主动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说这个地一肮脏的，等到人家叫的时候再来扫，那个叫被动。那假如说我们看到自己扫把拿好，那个叫主动。了解意思吗？主动好呢，还是被动好？可是主动的人会吃亏对不对？做代志做多拢无人学咯。所以我们就是积极的生活那个觉就容易呈现所以我们呢就是当主动不要被呢客观环境呢这个支配，然后呢要超越我们这个身体那个生理
对于那个情感欲望的追求，我们超越。我们身体都会产生一种欲望，那个是生理需求，就是吃了很多营养品它产生的。我们不要被它这个影响，一定要超越它。然后训练一种不受客观环境和主观意识走的心理状态。这个很理解。不接受客观环境，然后也不接受主观意识摆布，都全部不接受。那已经整个就是佛性本体的呈现，整个全部都是要面对凡尘不逃避，又被凡尘束缚，要面对万象又不相，能够这样我们那个性就前进了，头头是道。在日常之中一举一动都能够体会呈现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的力，这个就叫禅修了。很短或者这一阵子在都鼓励说或者看到非常多的禅修方法。那印度的禅修它是修持里面的一种，它只有到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以及到最高的灭受想定是9定这个是最高。可是呢，我们在讲的这个它是属于我们中国修的那个禅。那中国在修的禅，它是指用我们那个涅槃妙心，涅槃妙心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讲禅就已经叫佛性本体了。跟那个印度佛修的禅又不一样的内容。那或许以前也有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讲过那个孔老夫子那个耳连通那个一次无听之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有没有讲过？没有是呢，孔老夫子在讲耳根连通，他说听止于耳，心止于หู，气也者虚而不则也，就是我们的听只有到为止了。那我们用心的只有复合现象，心只能够复合现象，那气它就虚而待物，也没有形象，可以容纳万事万物。为道即虚，虚则心哉。这个是孔老夫子的心哉他着重我们心里面清净，他就是讲出来。那或许把它讲说是孔老夫子的耳根连通，从这个耳根来修持，一进入到那个气孔老夫子的气就已经讲到那个道的体，就是讲到佛性的本体的。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就像如来藏，含藏万象万事，毕竟全部人都含藏，是很理想。可是呢，那个毕竟还是一种方法，有法持，所以把它列为是一个修持那个禅宗的一个修持方法，不像说后面讲的直接修佛本体，它不很困难就在我们自己心中转念。就是不要当客观我们要管强烈一点，该怎么样做我们遇到现象的事来则应，怎么做马上做，这样会不一样很积极就很快乐所以这边呢，我们了解说那个无明的实性实性呢就是不生不灭了。那无明它是生变化的无明的实性呢就是佛。无明的那个根源就是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我们这个身体叫做幻化空身这个100年没有我，100年后也没有我，是不是幻？它是不是变化？有没有变化？所以幻化空是空的，从空而来又空，所以叫幻化空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身体不要执着，是天地的物质所有众缘际会借我用，要给天地。所以身体不是我我就是如来，就是那个觉还是正我身体不是，身体的本身没有性。我们佛性不在了，身体就没有办法立完成，就一定会腐烂的。
哦，所以呢，我们身体在是佛性在，佛性的身体才能在。所以我们的幻化空身呢，就是法身，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这个身体佛性的话，一口气那没来，一口气没来，佛性就不在身上了。这个身体会怎么样？要烧掉、埋葬了，对不对？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是幻化空身。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看到能够视听言动，能够看、能够听、能够讲话、能够动，全部是法身，全部都是佛性啦。所以这样呢，我们在生活之中就已经应用法身，这样了解吗？不了解的时候，我们身体呀，住相很多烦恼，产生呢很多的都无谓的不关紧要的一些事也都呈现，他们都很努力啊去做那些无所谓的事情啊，做得很疲倦，黑龙边走龙给啦。所以在那个经典里面呢，佛就会讲说我们都是戏论，都是演戏的台词啊，在烦恼所生活的那个过程啊，虚幻不实在啊。我们能够进入觉性那个生活，那个才叫实在在，就是没有不觉的时候，整个都是觉。所以我们呢追求的方向就是使自己整个都进入觉的状态。所以幻化的空身，幻化的空身呢就是法身。法身觉了无一物啊，我们能够呢进入法身，以法为身，就是整个虚空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法身呐。所以非常宽广。我们法身能够觉了，能够觉悟了，觉法身呢无一物啊，没有形象。我们的身没有形象，可是现在法身呢在身上可以指挥我们身体的一切动作，对。了解这个意思吗？了解。所以这个玄觉禅师呢，一到六祖点化以后他马上呢就能够了解这么深的道理，整个道理真理都呈现。我们呢这个时常叫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培养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整个呈现在凡，然后呈现了以后。慢慢的把它呢能够推广延伸整个虚空，整个虚空呢都是我们呢不生灭的真心佛性，这样来呢就一直很理想的。所以凡人我们社会人士他不修道，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他就没有路可以走。为什么？因为他佛性极限呢在身上，一口气不来这个佛性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家属就赶快请那个诵经来诵经那个经里面就是真理，就是道路，告诉他要怎么走。那我们现在在生的时候我们就来先认识我们怎么走这一些道路。我们佛性呢一启发了，能够呢升到整个空间，这整个空就是佛性的要走的道路，非常宽广，尽虚空法界，所有虚空都是佛性的道路。宽不宽？很宽广所以叫做理天，以理为天理，我们已经到达理天了。那所以呢，不要局限在身上，一定呢要使它能够宽广。当然，我们修道的时候，等下是一点钱，就把我们内心的那个佛跟外面的佛能够相交接，已经成一体了。一体了以后我们就一定呢要先认识本体，然后再把呢延伸整个空，整个呢都全部呈现了以后，就很理想了。以后呢一口气来全部都是我们要走的道路，没有说慢行不会。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说觉了无一物，那所有的也都是从法身呈现。那我们了解说，因为它是真空妙有，没有形象，因为没有形象能够长存，能够呢不生不灭，很奥妙。那我们一定要认识本源自性呢，天真佛的本源根本源头那个自性，那根本源头是自性，
那我们的根本源头自性就是天真佛，就已经呢就是天真佛，已经是佛了本来就是是呢这个本位，只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落入凡尘，才凡尘受苦。五阴浮云空去来，这个五阴就是五蕴各位先贤，五蕴是对，就是色受想识色呢就是形象，受想行识就是神。那这个五蕴我们在凡尘要了解，就是这个五蕴我们身体呢就是蕴居五蕴而来才呈现在凡尘。所以呢，这个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不要再蕴居这一些呈现现象的那个原因我们蕴居的，各位先贤，在生活之中蕴居最多的是什么？我们在生活之中蕴最多的，在负面的来讲蕴居最多的大概就是怨。埋怨面的方面来讲，各位有没有产生那个怨？好像还没的很容易产生这个怨。比如说我要看一个目标，刚好被人挡住了，他挡住的那一个要不赶快这个刷亏，不怨？这个怨是很小了，对不对？可是也是产生了是不是这样？很容易。很容易产生那个怨，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呢这个产生那一种我们生活之中的那一种念头，那么这个念头一产生以后我们怕它会形成一种固定的模式，然后呢又会加深它的程度。我们刚开始是那个怨，久了会变什么？对，久了就变成恨尤其呢这个跟人相处的时候跟家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那这个意见不合是一点怨到后来就恨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得说呢，在生活里面就是不要蕴积不要有五蕴，不要蕴不蕴色，要蕴受想行识都不蕴。那我们不五蕴就没有生的因我们蕴那个生的因就有，那生的有了，我们就要接受出生，生在凡尘。所以这边呢，这个玄觉禅师呢就讲说五蕴五蕴，这个五蕴就好像天上的云这个呢空气来。为什么讲空？就是讲我们蕴了很多的五蕴，然后出现在凡尘，出现在凡尘没办法常住，又呢又不见了，又归空了，空了然后又应激了，又来了，是不是空气来？气就来就出生了，我们五蕴都是这样。这个在凡尘呈现了有身体了，以后不见得气了，然后呢，又应激又来了，又出生了，就是这样了解。我们六道轮回太久，就是因为我们都蕴积五蕴，有五蕴蕴积而因在，因在就会生了。出生以后，我们来凡尘，是来了债可是我们在了当下又造了很多业，又要来。这样懂吗？所以轮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禅师就讲说我们这个五蕴浮云空去来，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造了五蕴呢，来了，来凡尘出生的各位先贤，我们有才的能力说我不爱出息，有没有？哇，都来对吧？不能挡所以我只要研究说为什么会出业还感，就是因为我们蕴积五蕴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不要蕴，保持清净清净的佛性没有五蕴，没有五蕴要生的因没有，生的因没有，上来出息除非我们发愿，说要来度众生才会有这个现在凡尘，不然没有因来。
我们要了解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印记的无呢就会完成出现。出现以后啊，我们又不明理，就造了业，造了业又被业推完成，又出现。像空气来，三毒水泡啊，虚出没。这个三毒啊，会成什么？这个倒明确了，三毒就是贪嗔痴。佛就讲凡尘最毒的就是这三个贪痴啊。我们就是因为贪嗔痴我们在凡尘努力的把这个贪嗔痴啊去掉。我们也说佛性里面啊没有，佛性里面没有贪，也没有嗔，也没有痴啊，都没有贪嗔痴。那之所以会有贪嗔痴啊，是落入现象不明理，不明理以后，这个色身打算，贪嗔痴才越来越浓厚。越浓厚，造的业啊，就越大越多，做的苦啊就越凄惨，还很轻，是不是这样？我们凡人倒是很聪明的，还是很笨，真的要骂很笨自己造了业，自己还高兴得不得了真的是很笨。所以我们了解说呢，这个贪嗔痴啊，佛性里面没有，是落入现象住相以后啊才产。那我们要知道说相都是假的不用贪，也不用嗔，不用痴不贪嗔痴了，三毒没有我可以恢复了恢复本位啊，都是佛。正实相呢无人法，能够证悟啊。实相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真性啊，它是实相，实在的不会变化的实相。那会变化就不能称为实了。那个实啊，就是生不灭。所以实相呢，就是我们佛性本体，能够证悟啊，我们佛本体就是那个觉觉，我们能够证悟了无人法。那个无人，那个人就是我相啊，法就法相啊，没有我相法相。所以证悟实相以后没有人因为人啊这个天地物质所有风土众忌讳有用的，所以这个人没有然后也没有法，法是我们要达到目才用的。那既然已经归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目标已经到了，所以法都不用也没有法执没有我没有法没有我没有法执，这样呢就已经呢能够归我们本来所以正实就无人法，刹那呢灭却阿比越，证悟实相后啊已经没有我相，也没有法相。刹那就是非常短的时间非常短的时间灭却就灭掉所有的阿比越这个阿比就是呢无间地狱阿比地狱就是受苦无间，受的苦没有间断我们受苦都还有间断受一下苦然后可以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受苦，有间断。可是进入阿比地那个最深的最惨的地狱受苦都没有间断，一直受苦一直受苦时间都没有间断，也没有间断所有的空间都要让你受苦，所有的时间都要让你受苦，这苦是最凄惨的阿比阿比就是在凡人造的罪很重，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而生，出佛身血忤逆罪就要入阿比地狱那个在凡尘造的罪很重进入阿比地狱。可是呢，只要我们证实下来这个无人法，这个时候那个所有的阿比罪业都灭却，都已经呢灭掉了。因为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都没有形象都已经呢非常入深了。没有形象有罪业吗？罪业能够依赖没有形象，所以没有形象罪业你就所以我们了解说回到清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证悟了以后所有的罪业都消灭了。这样懂意思吗？那有的会说那进前有欠了那业还练，都有人会这样那我们也有讲过，说呢只要你证悟到本性以后那个因为众生就是我们性分之众生
所以没有亲戚朋友的众生的度化，他们成佛。那跟自己有瓜葛有那一种这个债务这个互相这个往来的，你会还吗？绝对不会，对不对？一定呢都会还清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真理来讲，只要你证悟实相，那个都不是问题了。因为证悟实相那个时间已经是千万年1万年了。那1万年的时候咱欠搁较济的罪，搁欠搁较济的债务，遐尼个时间还了。你运海一仙运海，一定都还了，对不？所以了解到说只要你进入真理世界，就没有这一些冤情，绝对是还得清楚，不但还得清楚，还还过头，拢欠甲真济，你快乐把你的苦拢赔掉，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的，而且呢，时间又没有限制，空间呢也没有极限，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进入呢不是正实相了以后那个不可思议那一种情景时常呢会呈现，都是不可思议所以我有研讨过说时事古今不离当面，有没有？所以这个是最高的法门这时事各位都还会记得内容吗？什么样的内容？时事就是三世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那三世各有三世过去世有过去世有现在世，过去世有未来世三世都一样有世的高世。跟我们现前一念一世加起来都10世10世。古时候跟现在不离开我们当下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当下这个念头，那就1万年了。1万年前是这个念头，1万年后又是这个念头。我们修持就是要把握当下这个念头，就已经1万年。要修就是要修这，把握我们当下，活在当下这个念头1万年，不是说我们老子56亿万年以后才下生嘛，对不对？56亿万年就在当下这个念头出生了没？在真理来讲已经出生了啦，在现象讲还没到。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以真理来说，释迦牟尼佛世界完成，然后呢示现进涅盘，不是讲经说法49年吗？对不对？8岁入昧。那么在这来讲，他示现在凡尘跟示现涅盘是在同一个时间，没有移动1毫念，奥不奥妙？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样。因为是如不动。那动的呢，就不是真理了，真理动。所以它示现在凡尘，示现进入涅盘，就同时一个时间。那我们的现象就不同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研究真理就是要了解到那个理进入了以后不思议。不可思议，或许不是又给各位记得那个状态嘛？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四际值不着有，也不着空，着亦有亦空，也不着非有非空。那请问是有还是没有？进入不可思议，你想都不能想都先着有无就着空。亦有亦无，非有非无，拢唔对，全部拢唔对，这叫不思议，不能用头脑来思，不能嘴巴来论议。这个已经是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佛性本体就是这样。以后有人问的话，咱本体成就啥款？你该按你讲，着有也不着空，不着亦有亦有，也不着非有非空，这样就是佛性本体。
你问我下面谈。就是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想，不能用我们人的嘴巴来讲，很奥妙。我们呢，就具备，就具备那个不可思议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身就具备，并不用呢再去追求，我们本身就已经有了。所以这边呢，等到我们证实起无人法以后，刹那呢就可以灭却阿比月。阿比追啊消失了，所以那个都是很小事情啦。我们那个不可思议的佛性才是大事。若将妄语狂众生呢，自招拔舌成杀。所以这边呢，这个有永嘉大师学师他就讲说呢，若将妄语，都是将不实的话来诳骗众呢，会自己招惹那个拔舌欲要经过呢成杀诀，就是要经过会有的时间呐。所以我们要入地狱自己去就好，不要拉了一大堆人去知道最好自己去地狱自己去就好，不要呢拉一大堆人做破。我们人都会这样的自己走的话会孤单，会拉了一个人陪伴着去。所以这边呢这个玄觉就讲说呢，这个讲的都不骗人的话会自己招惹拔舌地狱，要经过呢那个成杀诀一劫一粒沙一劫，一劫很长。我们这边有讲过嘛一劫瓦等劫大部分是，可是以时间来算的话，我们这边没有说过吗？有没有一劫有吧？就是我们人的平均寿命10岁为什么只有10岁？因为人心很恶劣，很坏，所以生长的那个万物会养生，可是也会害生，是给挖埋好了中毒死，结果10岁就死亡了。然后换几点以后心就转善，要多一点好事啦。然后心转善也不是说变得很快，100年才增加1岁，由10岁，然后11岁，100年又增加1岁2岁，一直增加到8万4。我们人类寿命的顶点8万4千岁，到8万4岁糟糕，人心又失坏，又想坏了，又做坏事了。做坏事每100年又减1岁，减1岁，减从8万4千又减到10岁，所以这样从10岁增加到8万，从8万4又减下来到10岁，叫做一劫。你话不回去的时候算算看，看他要经过多久，一劫的时间多久你一粒沙一劫看看长劫我们那个河里面的沙，那个沙真的多了一粒沙就一劫，经过多久的时间我会了解那太久了，真的是非常久所以呢一方面是玄觉禅师说他不骗人一方面说我们在凡尘也不要骗人。我们在凡尘骗人若将妄语众生，我们自己也会招致进入拔舌地狱，也会经过很久。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骗人越多了，我们受的苦越长。那骗受的苦较低影响的话那个受的苦就要很久所以呢，我们就是不要讲不实在话。不实在话呢不说，这个训练在生活之中呢养成习惯，都不说谎言不说假话也会习惯你要讲出你的规面那讲习惯，讲到这刚才在吃饭呢那就看吧。谎言成他生活之中的一环，他就真的糟糕了，他人格就没有了啦。虽然是姓人，但是都没人格，没有人格那个已经跟其他是没有两样，所以我们要自己修持我们的人格要清高要跟天一样，天地人嘛，人为三才之一
跟天地期间，跟天地变大，要勉励自己。顿觉了如来禅，入万行体中远。顿就是很短间，很短的时间呢，能够呢觉了，已经觉悟了，对真理呢都透这个觉悟了，要顿觉了，如来禅，就是我们呢不生不灭佛性那个体都已经能够体会，能够进入了顿觉如来禅。然后六度行通远，这个六度万行六度就是持戒、忍辱、静、禅定跟般若六度。那六度呢万行，因为呢它开出来那个布施的话，它有财施、法施、无施那个持戒有这个舍利戒，然后呢摄善法戒、劳逸有情戒。所以要了解说每一度里面呢各有3个，然后各有3个底下又有细目，就很多了所以呢这个六度呢万行六度呢我们行出来以后就有万行，它都在我们呢那个佛性本体之中它满都具备了六度万行呢通远。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我们呢进入佛性了以后有一些是我们佛具备要有的像说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是我们佛性里面就具备慈就是娱乐，给人家快乐；悲呢就是把苦众生的苦拔掉然后就是随喜，不嫉妒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内里面都有那一种看不见的嫉妒心，会促成我们造了很大的业就是嫉妒心形成的。各位心中有嫉妒心不但我还很大的所以我们不要嫉妒，就是要随喜仙佛每一次来都跟我们讲，随喜功德是无边，有没有？都是这样讲，说我们要随喜，人家得到好处了要高兴，不要嫉妒就好像得到一样随喜然后舍这个舍就不好懂了，舍就是全部都给人他到佛的那个果位像释迦牟尼佛他已经成为，他连果位也把它舍掉不要，可是不会因为他不要我们就不称他佛还是称他佛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的内心重要，不要住就是我们有什么都不要住，都把它舍全部都能够舍，全部都能够舍才能够成就能够呢能够很究竟很高很大。他不能舍，成就就有限度了所以我们在生中实际那个领域里面我们全部都能够舍。所以六度万行体中远我们身里面我们佛性之中都具备圆满。梦里明明有六趣，也就是在讲说我们现在在凡尘呢就好像在梦里一样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六度轮回我们那个天道、阿修道、人道、畜生地道、恶鬼道六道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呢就是六趣，趣就是往往天道的往，跟道的往，阿修罗道那个往所以我们梦明明有六趣，所以先生我们要了解说晚上我们是躺着做梦对不对？醒过来才知道说假的。那我们白天是站着做梦，站着做梦，什么时候才能够清醒？一口的时候了，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才说也都是假的。所以这个站着做比较久了，久不久？很久。我们站着做梦都把那个现象当成真的，应对的时候都斤斤计较，对不对？等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要计较，不要了拢给有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
晚上觉是躺着做梦，白天睡白天呢做梦是站着做梦，都是做梦所以梦里明明有趣。所以我们在六道轮回是不是在梦里？就是在梦里面。所以晚上做梦我们把梦境呢当成真还是当作假？假做梦的时候都把它当成真了，所以都一定会计较，跟我们生活一样。没嘛来没跑嘛来跑，对不？尤其那个脚假如说没有伸直那个被人家追的时候还跑不动。所以你困脚骨伸顶真凹造，那个梦境里面还会跑。你假如说脚是弯曲的话那个在做梦里面要跑都跑不动，走回去走回身个肝会走回去，一醒过来会很累。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梦境我们都把它当成真了。那现在在生活之中呢，所有一切都虚幻不实，也是做梦一样我们都把它当成真。所以这个已经呢证悟者讲说这个梦里明明有六趣，就是在讲这个意思。那往后各位要不要站着做梦？心要很宽广的，对不对？要跟真理相合。心都很宽广的，不计较了，不做梦了。各位就要了解说，我一落入计较，我就都在做梦。会改善的那么结果呢？空空无大千。结就是我们清醒过来了，了解真理了。晚上呢醒过来了，白天也了解了。劫后然后空空无大千，没有大千世界了，没有3000大千世界了，连这个3000大千世界都虚幻不实在。佛都讲哪有世界？世界呢是微尘积聚而呈现的。微尘积就是世界，世界粉碎了就变微尘，那微尘本来都是空。所以没有大千世界没有，所以劫后空空无大千，全部都没有。我们能够领悟真理了以后什么现象呢都没有。没有3000大千世界，无罪福无审议。一进入到我们那个佛性本体里面呢，它没有罪福，没有罪也没有福，没有审也没有义。就是已经进入到真正的平等了。所以我们在凡尘这个六祖就讲说，见性是空平等是德，有没有？因为我们有分别心所以不平等。不平等呢，我们德性都建立不起来。所以我们了解说，从那个本体来讲，从佛性的本体来讲，都是平等。大家都是平等，没有那个分别的。只要我们进入都是平等，没有罪福，没有审议，寂昧性中呢，莫悟密，这个在我们寂昧就是如如不动，灭呢就是没有形象，灭掉所有烦恼都没有形象，寂昧，寂昧呢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所以我们呢已经呢到达呢那个寂昧，在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当中寂昧性中莫问密，就是不能落入问密就是两边懂意思吗？就是不了解才要问，对不对？不了解是一边，了解是一边，这是两边。莫问密因为它是一个绝对体，是一个一体。一体无两边，没有两边，所以就不要问密。了不了解这个意思？很有意思啦。我们在问密会问，唔知呀一边，知呀一边，两边有没有两边？我们寂昧性是一个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为什么能够不用分别心？因为是绝对体，没有两边。那既然没有两边你看我们在凡尘我们生活之中
是不是很鲜明的两边呈现？很鲜明两边呈现。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哈，我们两边要把它呢，要把它合起来，然后让它两边都消失。两边都消失以后就是中道。中道呢，就是极灭性中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要自己努力呀，把那个两边有跟无啊，把它拉来合在一起，有跟无个合作会。有也无去啊，无也无去啊，有也无去啊，无也无去啊，安尼啦，安尼就是极灭性中啊，这样了解吗？不落入有，也不落入空，那个呢叫极灭性，所以极灭性中啊是一个绝对体，最前面讲的绝学。彼来成净啊，未成魔。这个彼来啊，就是从来的意思。从来呢，就成净啊，未成魔。各位有没有这个把那个成净啊磨掉？所以这个显觉禅师呢，就是讲说呢从来啊，我们对凡尘的那个追求啊，没有停止过了。很努力的在追求，那凡尘所有的万象，就好像在镜里面显现出来一样，都是虚幻不实在啊。那这边呢这个显觉禅师就讲说，我们没有把那个能够照出纯净显现纯净的那个镜子啊，我们把它磨得很亮，能够显现，让我们知道它所有都是假的，没有让我们了解，看不清楚。所以以往没有像说现在我们科技发达，那个镜子很容易照。以前呢要照镜子啊，就是要去磨那个铜，把那个铜一直磨到可以反射啊。我看过铜镜。人的镜，要爱镜爱家己磨，拢无迄个成果，拢无凹凸不平啊，才可以照出呢完成的这一些景象，所以都是要磨。跟那个神秀讲啊，身如菩提寺啊，心是明镜台，要时时啊勤拂拭，不时的尘埃，我们也要把那个心境都不要沾了尘垢。各位有没有沾尘垢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尘垢沾得多了，佛性一定呈现不出来。所以呢不要沾了尘垢。所以讲说彼来啊成净啊未成魔，都没有呈现了。让我们了解说凡尘都是假的。那么今日呢分明啊悉啊剖析，现在已经了解真理了，分明了，了分明了，那要呢来剖析呀，就是分析里面的内容，说我们着凡尘的是什么样的现象，然后我们不着凡尘的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着凡尘的会怎么样？都到轮回，我们已经都全部呢凡尘不着了，会怎么样？恢复本位，都成就佛，这样很鲜明嘛，分明不分明？所以今日分明，已经了分明，悉呢剖析。那么谁无念啊？谁无生？什么人没有念头？什么人没有念头？什么人没有生？我们今天第几次了？第16次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就是在讲这个啦，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念头；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没有生。
这样水无生，就是我们佛性了哦。我们佛性没有生，有生的是我们身体，身体是众缘际会才现象，也不能够常住了，100年就不见了，100年以后我们都不在了，还在不在啊？大概没有人敢说我还在。假如说现在是20岁的话，那100年后已经120岁了，他还在的话会很苦恼，唔知行袂吼，唔知耳孔都有听无，目睭都有看无，所以我们都追求要长寿，到那个年岁也不怎么好了所以我们还是要追求佛性能够证悟以后千般发生，看到我们希望要什么现象就可以现什么相，所以我们得说，我们佛性没有念头，佛性也没有生灭，这个水无念水无生都是佛性本体，它没有念头，可是呢，它可以给我们的念头依赖我们可以生花，可以生花念头，是从佛性本体出来，它本身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观照的时候，就要给我们一个意念，说本体没有念头，有念头是我生的，是我这个后天把它出来的，先天它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样就好修了。有一个呢，指导原则的，肉食无生呢，无不生。因为我们佛性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它实在呢不会生，因为没有形象。可是呢无不生，所有的生呢都是从佛性出来，连山河大地都是从佛性生发出来，奥不奥妙？所以我们现在听到说山河大地从佛性生出来，一定会很大的疑惑。可是我们研究到透彻以后，就是这样，含藏所有山河大地整个世界都含藏在我们的性分之中，是从性分生发，因为我们一念妄动，才有山河大地，才有众生，才有业果。假如说我们都不一念妄动，这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呢如来藏含藏之中。所以所有的生都是从佛性生发，若是无生呢，就无不生。唤起机关呢，木人问求佛施功呢，早晚成。我们现在这个唤起机关，我们做那个机关那个木人来问说你这么努力的在求佛，这么努力的在施功，你什么时阵会成佛啊？懂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一句话讲得很有意思这个唤起机关木人问就是咱的贤窟啦，咱的贤窟就是机关木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被业力推来的，它本身没有佛性身体的本身虽有风土，虽有风土它有知觉性嘛？有没有？身体的本身最会风土，最会风土也有那个地感，是不是机关木人？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说它是机关木人？因为我们是被业力推来，对不对？那个机关木人是不是有一个操纵的那个绳索？有没有？操纵的绳索，你把它拉手，它手就动；拉脚，脚就动，对不对？是不是机关木人？我们身体是不是机关木人？我们身体一直很努力施工，要成佛，要求佛，成不成有意思吗？这个讲得很好就是我们用错心了。我们在身体
在身体方面在用心，所以呢，身体方面就是机关木人，那我们呢唤起机关木人来问，说你这么努力的求佛施功啊，你什么时候会成佛啊？什么时候会成？机关木人什么时候会成佛啊？是不是没有机会成佛？所以我们在身上做功夫就是没有机会成佛啦。那个六祖不是有讲吗？这个生来啊，做不恶，死去就恶做，一副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就是在讲这个啦，讲机关木人那个施工早晚成，这样懂意思吗？所以我们做功夫一定要在心性，不是在身体呀。身体是工具，是心性的工具不要放在身体上面，放在身体上面呢，就像玄觉禅师讲的，唤起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就是不会成啦。这样懂了没？这个我们以往假如说都一直放在身上在做功夫的，听到这有的东西忘去，那也没行，知道意思了吗？所以这样才会接着讲，说放肆大，莫把捉。放肆大就是把我们身体所有风土把它放。我们一放肆大了以后是不是进入佛心？进入佛心就对了啦。就是心性，我们朝心性来修持就是正确的。所以放肆大，莫把捉我们对身体把不把捉？把不把捉？各位都有买化妆品来化妆吗？有没有啊？都没有啊？可以省下很多钱我们凡人对身体的把捉都很严重都用很多的心思在身上要他这个穿好，要他吃好要他好看，好不好看要花很多钱所以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要放肆大，莫把捉不要在身体方面去做功夫。我们呢这个投入在身体方面那个都多用心，多余的。尤其或许说我们看到这个白天的时候化妆的还蛮漂亮的，睡觉要不要洗掉？那拢明明钱买安尼微甲洗掉，真的要偷贼这个老一辈都会讲，有够偷贼。遐贵的安尼，你困拢都把洗掉，不要洗可以吗？会变怎么样？会皮肤病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要找罪受，花钱的找罪受。极昧性中呢，随隐罗，所以这个学姐禅师呢，一直推广这个极昧性中，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心之中呢，我们呢就随隐着，就是那个张卓那个悟道记里面随顺誓言无挂碍，会不会？随顺誓言，这个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我们就随顺的誓言，我们欢喜心甘愿受了。这个遭遇到不合理的，我们也不要起心动念，要欢喜心甘愿受。这个真的要很大的那一种那一种，就把它想慈悲喜舍就要舍了，你就不会那个心里面冲击很大，不然那个横逆不合理的来我们一定都不接受了。不接受的时候那个事情也要处理。处理完了以后，因为我们心里面不甘愿，
所以那个没有了，那个业障没有了，还在过了一段时间呢，换一个城市又来了，一样是不合理呀，要不要接受？还要处理呀，还不甘愿，没完没了。所以就慈悲喜舍，就真把它舍好了，欢喜心甘愿受了，不合理的完了不合理，就是以往我也是不合理待的，现在才不会那个不合理的回过来待我，这样一想心就开了，心开了呢，欢喜心甘愿受，这个处理完了以后就没了啦。就陌生的了，他走他的路啊，过我们的桥，不相关的业障啊就了掉了。所以一定要研究真理，不研究不知道了，一研究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为什么坎坷的人他每一个遭遇都那么坎坷？就是在心里呀，心里不甘愿。所以每一件事都是很坎坷。都是一样的，性质都一样的，不合理的性质。只要你转变心念的，整个改变，对不对？何乐不为？完成事嘛，都是假的，不真，过了就好。诸行无常一切空，这个行啊，行就是牵流的意思啊。我们要了解说有因有果，然后牵流在三世，有因有果，然后牵流在三世，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叫做行。行啊，行就是牵流的意思啦。它有因有果，然后呢牵流在三世。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无明就有行啊。它这个行很多，所以叫知行。它知行呢都是无常，都没有常态一直在变化。知行无常一切空，一切呢都是空的。没有办法我们实际得到了，都是空的。知行无常。那么即是如来大圆觉，所以这个学解禅师呢就讲说，知行无常一切空呢，即是如来的大圆觉，懂意思吗？万象皆空啊，空性即是佛性。知行无常一切空，万法皆空，空性就是佛性，是不是如来大圆觉？这样懂了吗？相都是假的啦，性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呢从这边那个玄解讲的说知行无常一切都是空的，可是呢就是如来的大圆觉，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那个真佛性。那么决定说表真身，决定说就是讲出来都符合真理的，叫决定说了。不像我们在凡尘那个都是犹豫的说，跟他安利不是的，跟他安利是不是？我们凡尘在说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很犹豫？讲一讲以后，不对，更正，不是那样，是这样，那个是不是犹豫说？那我们呢就是要决定说，决定说呢说出来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的叫决定说，说出来都跟真理相应，决定说，然后呢表真身，真正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真身就是佛，佛就是真身，佛法身佛法身是一体的，真正的身就是佛真身，所以身修法可以成佛。成佛了以后说法给身修，懂这个意思吗？佛法身一体的啦，没有分别。佛法身在我们身上，佛呢就是佛性，不生不灭真心佛性。
法就是我们般若妙智慧，生呢就是我们行为，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啊叫做生，是不是一者？我们佛性决定做什么哦，般若妙智慧告诉我们要做，这个生呢真的行持就是法身，所以佛法身是一体的，一体，没有分别的所以一定说了真身，有人不肯令成令情真直觉本源应，所以这边玄觉禅师讲，所有人不肯认情，不肯认那个，所以这边那个玄觉讲的那个角度有时候就会很广，不肯认情，就是不被我们私情征兆。我们会不会被私情征兆？不但会，还很严重因为那个有利益那个私情对我们来说呢都有利益假如说有人不肯认情生的时候，那个是不是要坚定？要不要坚定？就像那个587狗因转转世不留情，因为转世我们都会既有利益都没去都会留情转世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就变凡夫了，转得过来就可以成就了。所以我们说呢不肯认情真，不被呢私情征兆，那就呢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的话就能够直觉本源佛所欲，直接到达本源这个佛是认可的，就是可以成佛了。你认情真被私情征召了以后，就是落入那个六道轮回，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肯认情真，不要被私情征召所以这个讲的叫蛮理想。斋业呢这个行之我不能，这个斋业行之呢，就是在小的那一些法里面去修持，很多的法了解说，在修持的过程我们进化有很多的法门有84000法门。那呢玄觉禅师说那一些这个斋业这个行止就是点点滴滴的那一些我做了，我不去做比较久的时间花费很多精神，成就不大所以他要直接进入不生不灭本体所以就不要业行之。这个呢我们自己衡量说自己适合慢慢这个累积修持的话，那这个就不要排斥自己要说见够很锐利一下子可以到佛地那这个就可以把它撇开。摩尼之人不是摩尼宝之这个摩尼宝之就是讲佛性本体这个摩尼宝之我们都有，每一个人都是摩尼宝之。可是我认识自己的摩尼宝之嘛都不认识不知道自己有这个宝珠的身躯不晓得这么宝之呢都在我身上我们都不知道如来常里亲收得，这个如来常含藏在如面性温里面这个摩尼之在我们的性温里面如来常里亲收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摩尼宝之，我们可以呢亲自来收得这个摩尼之。一般神通呢空不空我们都有这个6般的神通就是要有天通、天耳通，然后他心通，然后宿命通然后呢神足通，还有一个最后那个最难通的就是肉尽通，肉尽通就成佛了。所以外道就只有5个，那个肉尽通没有外没有办法肉尽通肉通呢就已经成佛。所以6般通都是我们佛性那个功能作用，它本来就有，本体就只要我们努力去培养万年放下一念不生
时间呢有般若妙智慧，般若妙智慧啊呈现久了以后，这个六神通啊慢慢都会呈现，它不用追求，追求的话它会消失，那自然呈现的它都永远在，就是功能我们佛性功能作用那我们呢这个一讲到神通人都来了，我很希望有了可是只要我们按照真理来吃啊，那个都会现我们万年历练不深呢，最早呈现的就是我的那个明度增加，就是那个第六感那个敏感度会增加，增以后会有一些比较学那个事会呈现比如说很久没有见人你有征兆说我今天也录像，会事先知道那还没有到的事你也会事先有预兆，这个就是敏感度增加。然后出门的时候，尤其在北部时常下雨，结果一出门大太阳，可是那个般若妙智慧会跟你讲多好耍，然后你看见玻璃条多好耍没有球，然后出去没多久下大雨，真的我跟你讲多好耍，你唔大你有南河，很奥妙然后走路也是很奇怪这条不能行，这条行就有代志。这样这个都是或许听前人跟或许讲的，有事呈现了。讲我刚才不是，是拄到代志，到灾难所以那个都是我们那个性本身发挥的它的功能那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也不用想该你怎样的所以那个六般的神通六般神通呢空，可是真正的有就是不空。一颗呢眼光色归色，我们一颗眼光，我们佛性呢就好像一颗眼光一样，色，眼光是色嘛，可是没有形象，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心不露思维，妄心本无处所，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是妄言空，妄言空是即菩提。无相光中常自在，你之前有没有讲过？一定有啦，只是忘了而已所以那个无相光中那个这边讲的就是那个色灰色就是没有色，就是无相，没有形象的光常自在。所以把这个句语我们也可以把它记下来。真心不漏入思维，所以思维时候就不是真心。然后妄心呢无处所，就是我们的妄心没有地方所在。之前不是用茶杯来比嘛我们说茶杯我很喜欢，结果把它打破了，他喜欢的心去哪里找不到，他没有地方所在，所以妄心本无处所。三际心心不有，三际过去现在未来要求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都求不到。三际求心，心不有没有，心不有处妄言空心既然没有过去心，没有现在心，没有未来心，我们要攀岩的那个攀岩都没有光攀岩了所以三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言已经空了，妄言空处即菩提，妄言的空处就是菩提，然后无相光中常自在，没有形象的光常自在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边呢因为他讲到呢那个一颗眼光色归色，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来解说比较详细因为那个无相之光就是眼光就是我们那个佛性之光，它没有形象，可是它非常亮佛曾经讲过我们那个佛性发挥的那个光明百千个日夜，我们一个日夜一对日夜已经很亮了，它是百千个日夜那么亮，我们的佛性
那个光啊，可是我们都没看到啊，无看，所以要讲说无相之光，没有形象的那个光，看到什么时候看到？各位先生，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做鬼的时阵就看得到。做鬼就看就讲我这光可是我们是要做那个光那个人去做鬼所以我们就是了解有对待了以后那个就会呈现的那个现象。净无言得无力这个净清净我们无言这个无言各位知道，肉眼天眼，然后呢眼、法眼、佛眼无眼，这个无眼我们呢都有了不是有五对眼睛而是一对眼睛里面具备有5种功能作用我们一般都有肉眼，然后我们从修持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天眼然后呢我们修持方面我们从我们佛性之中可以得到慧眼，慧眼是因行，然后我们努力修持可以得到华眼，华眼很就是后来得到智慧，这个华眼最难的这一个众生的根基如何，你有华眼你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他要用什么法来修你也会知道，那个叫华眼然后最后呢具备前面的4眼都有了，就有佛眼就是无眼，那无眼呢都净净无眼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要努力学导的是蛮多了，还要正确的方向这个净无眼得无力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有那个信静念定慧，有这个5个都能够得无力信相信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然后精努力修持然后念就是正念，没有念头那个正念，定从佛性发现，慧智慧，信静念定慧无力能够呢净无言呢得无力，为正乃知难可测，就是一定要自己实行以后有正业所以为正呢乃知正才会知道难可测不能以我们那一种心来测来测量。成理看现不难，镜理看形见不难。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形象那个到形象的不困难。水中舟夜真灭的我们呢水中舟夜，所以这边就讲我们要了解水中的月亮那个意思在地上，水中的月亮是虚幻是呈现，那个真的呈在虚的镜里面，那我都在虚幻的镜里面要去抓那个，抓得到吗？抓不到，对不对？这个学我是在认知的话出问题，把那个假象都当成真的来追求，结果真的都遗失掉了，都是水中呢要去呢这个抓月亮。还剩下15分钟，要给各位发问。问题吗？要问才会进步得快我们北部也都是这样，越问进步越快，了解呢就越多，生活呢就越快乐，就好像在天堂一样。好，请问，请说。或者是那个第二波的或者第一次主教，请说。上一次那个
有讲师有提到业力现前啊。好，业力现前。对，请问修道人又来看待这个业力现前？那当业力现前之后，有的一下子就解脱了，像刚刚有包车祸，他有的还要有机会去对对承受啊，有的要受尽折磨啊，他有的还可以写病房日志啊、日记啊，他有的要不会手带走哦，他属于那请你来就带我解说一下。好，请说，请说。这个我们呢，修道人哦，对业力现前呢，就是一样要欢喜心、甘愿受。哦，既然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所见的都有一个限度了，我们还的哈，就越来就越轻松了，所以面对业力现前的时候，不要逃避，我们就要有那个勇气去面对，诚实的去面对，该如何都如何。爱孩就是爱孩啦，跟他讲说，不管多久的时间，我一定会把我欠的全部还清。那我们有这么的坚定的心啊，那个债主他就会放心，所以债主不会急着要。那只要他不急着要，我们的遭遇就不会很激烈，不会很坎坷，做起来就会很顺心啊。那我们要知道说，同样的这个遭遇到说一起遭遇到一件蛮大的那个时候那个业力现前，可是里面的每一个人的那个接下来的现象都不同，不会一样的因为每一个人的他所里面内心所想的跟所做的都有程度上的差别，有的呢在造业的时候是造得很重，所以那个接受都会比较严重。那有的呢只是心念而已啦，没有实际的行为，只有心在想，那个业就比较轻了。可是也毕竟有了，也是要去接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都没有固定的形式啦，重点都是在我们心，看我们用什么心来看待这件事。只要是正心诚意的去面对，绝对都是可以解决。一解决就没了，没了以后又清净了，又恢复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在凡尘都是希望实在的。那我们用真心来对待每一件因缘，不是新年这样唱吗？那个老师做的词曲啊。就是用了真心来对待每一个因缘，这样都会解决的。这样可以吗？还有吗？好，请说。拿麦克风大家才会知道你要问什么。我想问说，执心所行、所想、所做的事情，能够超脱六根所行所做的事情？好，我们要了解到执心是从佛性发挥。那我们六根从眼耳鼻舌身意对六尘才产生的，它的来源不同。我们执心没有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没有经过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就是了解它已经脱离那个因缘际会才产生的，它不是因缘际会。执心是从佛性直接发挥，是怕我们从执心发挥以后落入第六的意识，那个会变化。所以只要我们不变化，是执心的就坚持按照执心的来应对，这样都不错，没有业因的形成，不同的，绝对不同。好，请说。或许在一位浅显问所以有讲师何谓一呼则百脉皆开，一吸则百脉皆闭？
那个大概一窍通嘛，是不是问这个意思？问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啊，对，是呼吸的嘛？对。哦，是讲我们修的功夫的一呼一吸嘛？哦，这个合谓哈，一呼啊，则百脉皆开；一吸呢，则百脉皆闭。哦，这个开闭啊，一呼一吸啊，哦，这个开闭。所以我们了解在凡尘啊，都是生灭对待啊，我们也是在一阴一阳之中，它复合于天地的那个一阴一阳，也是复合我们生成之道。那所以这个一呼啊，百脉皆开。我们的这身体方面啊，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假如说这个鼻孔不呼吸呀，我们的那个毛细孔一样会呼吸呀。它毛细孔的呼吸呀，也是一样。这个我们呢，这个一呼的时候啊，它呢这个所有的毛细孔都打开了。那当我们一吸的时候啊，全部的毛细孔都收缩。这个一呼一吸呢，那个是一种自然动作。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一些啊，都是始于的生理状态。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所以那个舞台的表演者啊，把身体都磨那个银魂，全身啊都是磨那个银色的那个粉末，他把那个整个毛细孔都把它遮住了，那个要赶快洗掉了。表演完了不赶快洗掉，它会窒息，会死掉的。所以这个是始于生理状态，我们身体的生理状态。我们那个生理它有生住意昧，始于生理状态。所以我们了解说，努力来修止的话，我们现在很粗的都是在鼻孔。那假如说我们这个时时刻刻有运动，然后有进入比较禅定方面啊，我们鼻孔的呼吸啊，已经很和缓，都是很慢，它很细。它到哪会鼻孔会没有呼吸啊？就是全身的毛孔在呼吸。然后那个真人呼吸一种，就是我们脚底呀，这个全身都没有，从脚底在呼吸呀。那个是真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人是一个真一个假，人死不是有两个人吗？一个真一个假，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修持的重点呢是在心性，那有一些生理部分的我们就让它自然就好。纵然我们能够呢在身体方面修的能够有这个1000岁的话，那还是会死啊，只是慢死而已啦。真的可以修到那么久的那个岁啊，可到84000岁。可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实社会啊，你活得还老会冲啥？没有那个鲜明的那个目标让我们追求。我们追求鲜明的目标，是从心境，然后修成呢，跟天地宇宙呢融成一体，那个才是重要了，才是就近。那这一些这个从身体产生这方面几百岁、几千岁呀，或者大部分都不愿意讲。一讲的话，我们去修已经重点啦，转移了。它转移无菜，一样过生活啊，一样过日子啊，可是结果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以生理状态，它自然现象，是身体方面自然现象。还有吗？好，请说。老师，请问我们在会场有很上心在道场细数很久，因为诚心他时常去大庙帮忙，是亲
做事，帮忙道场做事。好像这样的一个方式的事情呢，7个人全部流了，全部都上去了生命。我说，你看他们这么诚心，他怎么而且他全部都有看中，真的很好。所以我们好，请坐。我们用一个好的角度来看待，因为他很努力的在了他的成缘，完成的因缘，他很努力在还债，他刚好这些债都已经还清了，成缘已经了了，所以成缘了了，他就归位了，就登体了。所以我们看待就是说好事伊里面个地方顶咧受苦那好事坏事？好事还有吗？还有3分钟。好，请问。有人说教一下，像一般佛经里面不都是些咒语嘛？对。然后他说，为什么那咒语？他讲过这些咒语有很大的功效，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这一些咒语都是那个佛菩萨那个修持心法的结晶体它一句咒里面包含的意思非常多它包含非常多它只要持这个咒，这个虚空之间可以说它可以发号施令，这一个总司令。所以要了解它那个咒语里面它包含所有的非常宽广，什么山神的头、海神的头、雷神的头、鬼神的头，全部他们那一些头都包含在那个咒语里面。那他一呼这个咒语所有那个部下没有人不听话，全部要听话，所以那个变成为功效很大，不可思议那我们在持咒的时候，就一定要虔诚。要心跟那个真理相应，跟那个佛菩萨的修持跟那个真理相应。不要去了解那个咒里面的含义，因为你要去了解含义你分心就不专注了，不专注功效就打折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只要你很虔诚的去诵咒，它的功效会呈现，会让你很惊讶。就是心法结晶结晶，那个修持的那个心法已经灵气了，所以有它的功效非常大。还有印宗，好，请。其他的话，其他后主要会说，像刚刚的车祸为什么圆了的那么凄惨？那个凄惨是现象在真理方面真理方面不会凄惨，我们佛性没有形象，所以他在完成的缘都已经可以了了，当然还可以往后可以行持啦，可是他有那个关卡就过不去了，过不去那个时候就可以走入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努力修持没有成就的话。所有的修持都在我们性分之中，那性分之中它会延续看到我们有现什么相出来，就会把它接下来就修持。那假如说都已经没有在这个完整在现象，可是他那一些这个努力在行持的，毕竟也都在，不管再怎么久都在。纵然到下一个缘会他也在。所以我们就不用烦恼，祝福他就好。下课。莲老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贤，大家好。多谢占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界学讲。我们也就接着上个礼拜的那个玄觉禅师正道歌。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水中周月增年德，对不对？对。那么底下就常独行常独步，
这个常哦就是真常，哦常住。那独呢就是独一无二，哦，这个行啊跟不哦独行独不啊，就是我们这个等于是呢一性啊，哦指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每一个邪词每一步啊都从性海里面呢这个出来，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完全啊，都是率着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真心佛性，在这个凡尘坚持，整个呈现的都是真理，常独行呢，常独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都是相对，都是呢有两边。可是呢，我们这个真心佛性它是一个绝对体，独一无二，没有相对的。所以我们能够领悟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就可以知道说它呢是一个绝对的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这个独行独不行持都是从佛性呢整个呈现。那我们能够呢了解到这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了以后，就叫达者。达到那个底下呢，达者同有涅盘路，达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已经呢可以进入了那个叫达者。那么达到的人叫达者，达者呢同有涅盘路，都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那个道路，就已经呢回到我们的本位。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自己努力才能够达到。调骨神清呢，风之高。这个调骨神就是骨神调。那我们骨神调，四神就没有那个前病。